刘会长，我们各位敬爱的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我是黄柏林警官哈，在家菩萨界，那是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服务。那如果是在警界来讲，算是高阶警官。那今天呢，来担任我们新竹禁中协会在新竹教育大学所举办的这一个《弟子规》研习营。那刚才我在跟我的老哥哥呢，就是刘会长见面呢，他是金轮出身的哦，但是现在修得非常好，一直在弘法利生。他就是等于阿弥陀佛在新竹地区的代言人。那他是代言弥陀，阿弥陀佛，所以我就刚才跟老哥哥讲说，我非常敬佩你。那因为我常常在台北看到禁中协会的法宝，他真的很有心有愿在推，那有愿就有力，护法龙人就会保护。刚才也跟刘会长报告说，因果这个东西是非常维系的。但是你只要花一点善心呢，这一点善心如果是为大众，那就会得到很好的果报。我今天给各位上了一天，也许各位你们会觉得说可能会不会太长了，6个小时，但是还好，我里面故事会很精彩，而且我都讲现代的。你讲完以后，你绝对会敬畏天地，你会敬天敬地，会尊敬任何一个人。你会对自己的起心动念，你会很小心，因为你的起心动念决定你这一辈子的吉凶祸果。前世的就不要管，那这亡者已矣的，人家过去心不可得，那现在心也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我们就把握当下这一念心。你只要好好做，你会改变命运的。
我刚才在吃早点的时候，我们刚好接送我的师兄呢，他是在做营造的工作，我就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姓高居士，他也是某一个道场的护法大护法，他也是在做设计工程的。那这位高师兄呢，他很孝顺。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家里非常苦，几个兄弟，然后他必须要做大哥，要养这一家。那他都怎么样呢？他都先顾弟弟，那对父母非常孝顺。他住在台北县的新店，那妈妈在的时候，他就非常恭敬孝顺，啊，就像曾子一样，一日三省。侍奉母亲生病的时候侍奉高汤，每天就这样招呼早晚这样照顾。妈妈往生的时候，在我们看是电影情节才有，她胡观痛哭啊，胡观痛哭。妈妈已经入棺木了，她还舍不得抱着棺木痛哭。你说现在怎么会有这种现在的孝子呢？他修行非常好，是我一个好朋友。姓高，他的设计公司现在在台北市仁爱路，手下员工很多。前几天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娶到一个非常贤惠的媳妇啊，真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他那么孝顺，结果他，因为我们学佛啊，广信老和尚有讲。如果你还没有到三轮体空，什么叫三轮体空？开智慧叫三轮体空，就是你能布施的我布施给一个穷苦人家，被我布施的对方一个贫困人家，中心我给他布施的东西，如果你还有这个执着，你就是三轮为空。这一轮就是我给他，他被我接受我给他的东西，我送他的东西，就三样东西你还执着，这叫三轮为空。这个就是表示你还有执着。如果你没有到三轮体空，广经老和尚讲的，你还是受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影响，就外面的环境，你要受人事环境的影响，宇宙环境的影响，这个身体的影响。结果我们这位高师兄呢，他就妈妈往生以后呢，他想葬在一个地，那个地是在哪里？在王永庆的我们台湾的这个首富啊。这个塑胶大王王永庆的祖坟，那一般人民间的讨论说王永庆呢，他今天会这么发达，是他的祖坟的关系。其实我跟各位讲，因果是在讲，我们讲说啊，你的福运很好，你的福运不好。我刚刚跟朱老师讲，福是因，那运呢是现在的造作，现在的起心动念。你现在所有的福报是前世修来的，你现在是在用前世的存款，那你未来的福一定要靠现在的造作，你的运作。所以福运两个字呢，福是因，运是果，结果的果。那这个高居士呢，他就想他妈妈葬在这个老家这个王永庆的坟墓的对面，他有请他去看，说这个地方不错。结果呢，他叫他舅舅去讲，他舅舅说不可能，他说那块地不可能给人家卖给人家的。那后来他就高居士就跟我讲说，好，那我就亲自去找他好了，去找他，因为他的孝行在那个村落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小孩子是孝子，所以他去跟那个土地主人讲的时候，土地主人二话不说别人讲我不会答应，你讲我这个地卖给你，他就种下去了。当然他自己也很努力在工作，就种下去，很不可思议啊。那他开始做生意，生意就非常的顺。那我们台湾有一位企业家，很有钱，也在我们桃园盖一个山庄。那现在企业已经中落了，衰败了。这在前几年报纸都有登出来。他去跟他装潢房子的时候，他对这个朋友非常的欣赏。那这个朋友呢，就是比较喜欢呢吃吃喝喝，啊，玩一玩，游戏人间。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一辈子啊，你什么都可以碰，就是女色不能碰。结果他就去碰了以后事业就衰败。
他帮他装完房子的时候，阳明山那个房子啊，后来他事业衰败以后要拍卖，卖给谁？卖给这位装潢的好朋友，就是我这位高居士。他现在变成他是主人，所以我们说金钱啊、房子的是五家共有，就是不是你所有的，你可以使用。结果这位高居士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孝心，演变到他后来对兄弟姊妹的照顾，以后慢慢的发达起来，以后现在变成了企业非常的好，就是因果。那我今天来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古往今来 X 档案：迷信、理智、人生价值。当时我在接到至善基金会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心的一笑，因为我都在讲深信因果啊、吉祥平安啊，都讲这个题目很明显。那至善基金跟我讲说，因为在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大专学生，所以讲起来呢，要很贴近他们的用语啊，就是用 X 档案。那应该是 X 档案是比较贴近我们警察才对啊。我们警察有8号分机啊，有前科记录啊，有档案资料啊。像各位你们的出生年月日的资料都在我们警察系统里面呢，叫户口档案呐。哈，那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的话，在刑事局有各位的犯罪侦防资料啊，全部都有啊，只要打对你的出生年月日跟身份证资料就出来了。所以 X 档案事实上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每一个人的善恶的记录，它存在哪里呢？存在你的这一念心里面。这念心呢，如果开悟的时候叫做智慧，叫做般若，叫做菩提，叫做佛性，叫做本性。如果你没有开悟的话，你没有明心见性的话，你没有放下我执跟法执的话，你还是一个标准凡夫的话，那佛法的解释就不同，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可能各位听不懂，我们就把它讲比较浅显，叫习气毛病，这样就听懂。那这个习气毛病在哪里呢？这个 X 档呢，存在你的这一念心田，从你出生，你还没来出生就带下来的。所以有些人他同样兄弟姊妹呢，等一下我举的公案里面讲，哥哥跟弟弟的个性脾气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的 X 档案是一个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叫做阿赖耶识藏识。如果你觉悟了，叫做如来藏识。那如果你没有觉悟，叫做藏，它含藏一切你善的、恶的一些种子在里面。那个种子，各位可能你听不懂。那吃水果，你吃苹果要苹果种子；你吃蔬菜要蔬菜的种子。那人的行为，你的身口意行为，你身体所做的，佛法里面讲叫杀生、偷盗、邪淫，这叫身业的种子。那口业呢？你恶口骂人，你妄语，你绮语，你两舌搬弄是非，这叫口业。那意业呢？贪嗔痴，叫身口意行为。你只要做好的，它叫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骂人，不两舌，不妄语，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那口业呢？口业最重，占4个。口业是最多，吃东西吃最多。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嘴能够骂人，也可以吃很多其他动物。我前一阵去助念一个老菩萨，刘秀妹，她是在台北中心医院，因为我有在做临终关怀。各位，你知道她几岁吗？她一共是98岁。我跟他助念的时候呢，他祖孙满堂，他一共5代同堂。他5代同堂呢，他什么时候走呢？那一天的下午3点多，跟他儿子在聊天，就聊以后到6点多，器官衰竭送医院就走了。所以我进去医院跟他关怀的时候呢，看他祖祖孙孙这样，大家合掌要帮他助念，我就跟老菩萨讲，我说老菩萨，你是这一辈子修好德。你口业一定修很好。我出来的时候跟他孙子讲说：“你阿嬷是不是呢？平常都不骂人。”一共对我阿嬷从贤亲到老到往生没有骂过一个人。他活98岁啊，
后来我就出来，我就讲啊，我跟阿嬷，我就跟她讲，我说你气很长，气很长。所以你气长，你平常不要生气，不要生闷气，不要赌气，不要怄气，那气就短。气就是你这个人气数很好，气决定你的福报，决定你的命运。你看，你常常生气，脸色就不好看。如果你有正气，你心里很平心静气，就是慈悲慈眉善目，很祥和。各位，气就跟你的命有关。所以那个老菩萨活98岁呢，你说他大姐几岁呢？大姐100岁。那三妹几岁呢？94。那幺妹呢？86，加起来378。他们自在3年的时候。那我前几天助念我们一位台湾的小天后，这个萧亚仙的妈妈，她妈妈是我关怀的，她是我们金公法师的护法。她是很可惜，53岁一个企业家。萧亚仙为她也许愿，但是求不回来的命。很多人在努力求，没有办法求回来。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心，明白自己的心，知道因果的，从心去改变，那你会改变业力，改变命运，改变结果。那基本重写，基本重写。所以金公法师讲，40岁以前是父母生给你的面相，40岁以后你自己修来的。所以各位，你今天这么年轻，又在读大学，至少比我了不起。我像你们这个时候，我还在吃喝玩乐，还在迷迷糊糊。但是你们现在就开始懂得亲近善法，亲近善知识，了解因果，那你会影响你这辈子的命运，你会改变。所以 X 档案你必须帮它解开，解开不是去看别人的 X 档案，看别人的吉凶祸福，看别人的怎么样，不是看你自己，你的心。你从此以后，你慢慢会去亲近好的道场、好的师父、好的善知识，去读好的书，你会慢慢的改变你的心念，就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习惯，你变成一个世间人讲叫正人君子，在佛法里面讲叫菩萨。你开始学会去帮助别人了，你开始累积你的福德资粮，你就改变了。所以，如果你没有去懂得我刚刚讲这个步骤，去了解自己这念心，去了解因果，去改变命运。为什么我习气这么重？为什么你不是这样？为什么你是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为什么我就这么辛苦？你如果不去了解这个秘密的话，不去了解 X 档案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人云月云，你就会去很相信算命卜卦，结果再卜再算还是一样。那就变成迷信的人生。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我们佛法里面叫心外求法，自己不能做主，依赖别人，总认为说有一个很超级的神在决定每一个人的好跟坏，吉跟凶，祸跟福。其实他不知道，真正决定这个吉凶祸福好坏的是自己这一念心。所以欧阳靖武在民国12年，我们中国一个有名的这个佛学家跟哲学家，当时在南京第4大学讲，他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当时今时所必须。他讲这个意思，欧阳靖武讲这个意思是说，佛法它不是宗教。佛法为什么不是宗教？如果是宗教，就是有个依止的至高无上的神在保护。宗教本身会产生一种怎么样？你就是一种依靠，一种迷信。但它佛法也不是知识，佛法你可以当佛学研究，但是它不是在说，它不是在笔记上做功夫，它是完全在心地上用功夫，在实际上去实践、去修行的。所以佛法是讲修行，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观念跟行为。所以佛法本身来讲的话，它也不是知识，你也把它当成知识，那只能背诵、记诵之学，记诵之学慧观解脱，慧观般若。所以它不是哲学，它不是宗教。那佛法是什么？佛法是教育。
就是告诉你怎么去转凡成圣，转迷为悟，怎么离开痛苦得到解脱，怎么离开痛苦得到快乐，他告诉你这个方法。所以佛陀本身来讲说法49年三藏说佛经典，其实他就是要告诉众生，他提供这个方法。众生有病，佛陀才需要说法；众生没有病，佛无法可说。我们众生都有病啊，我们身体生病是找医生啊，那心理生病呢，要找智慧啊。所以佛法本身呢，它是一个教育，就是让你呢能够破迷开悟，然后离苦得乐。因为你以前不了解自己的心，所以你就会想错，你就会做错，你就会看错。那你做错了，你就要受果报。那你今天明白你的心了，了解真理了，你就不会想错，也不会看错，那就不会做错，那就得到快乐了。就是这个佛法是教义的原因。那我们今天在讲里面迷信理智，那理智是什么呢？理智就是智慧。什么叫智慧呢？各位可能觉得说智慧好像是在外面，其实不是佛法。佛法叫智慧在这个心。我跟各位解释一下，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把这个习气带下来。那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就在你今天听法的这一念心，它本来清净。所以六祖大师讲说：“何其自信，本来清净。”这个智慧呢，这叫我们一般佛法里面的叫觉性。觉性，所以学佛开始叫自觉，然后去帮助别人叫觉他，最后成佛叫觉醒圆满。我用一个比喻，各位就晓得什么叫做觉，什么叫做不觉。不觉叫做迷，觉叫做悟。如果你不透过修行，你绝对没有办法去开发这个觉性出来。像各位现在就走上觉悟之路，觉悟之路不是叫你放下所有的东西，不是。而是你以后面对任何的一个人事关系，你更清楚怎么去应对，不是叫你隐居山林，什么事都不要管，不是，是怎么去调整人事关系，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身心世界，调整跟人家的互动关系，这样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是学佛学到后来说我什么都不要管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习气在哪里呢？我们的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在心起作用的六根接触六尘，眼睛见色会有好的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耳朵听东西就有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那鼻子闻东西就有喜欢闻跟不喜欢闻的，嘴巴吃东西就有喜欢吃跟不喜欢吃的。各位也许听起来会觉得很抽象，我打一个比方给各位听。有一次我去吃面，那个面馆是卖素食的，那么一个小姐呢就进来点一碗酸辣汤面。那个酸辣汤，他老板不可能煮你来我煮一碗给你吃，他不是，他煮一桶把它保温。我刚才跟各位讲，我们的心在哪里？心我们找不到，但是看得到，用得到。现在眼睛在看我的，就是心的作用；现在听我讲话的，就是心的作用。鼻子在嗅的，手抖在吃的，手在抓的，脚在走的，都是心在作用。所以心呢，透过我们这个六根产生见闻觉知的作用。那这个小姐就点酸辣汤以后呢，那酸辣汤就把它端过来。那因为它是温的嘛，那知道各位一般我们吃酸辣都喜欢吃很热的。那我就告诉各位，刚才跟各位讲说那个觉啊，那个觉悟的觉啊，觉就是清清楚明白白白，这个心啊叫理智。刚刚讲这个地方讲理智，这个理智就是你很清楚的懂这个道理，很有智慧的，这叫理智。那就是很清楚的这个了解自己的这件心，这叫觉悟。那你觉悟怎么样呢？你的心透过你的六根产生见闻觉知作用。这个酸辣汤一端过来，这个酸辣汤是热的，是冷的，是温的，是凉的，是酸的还是辣的还是苦的，这个味道你都很清楚的。吃了第一口很清楚，那个第一口的那个心就是觉，就是你的本来的清净的心。但是因为我们有习气，我们有嗜好，我们有好恶之心，我们有执着，所以吃下去这个不够热，我就不喜欢吃了。
那个不喜欢吃的第二念的心，那个就是佛法里面讲到知见利知即无明本，烦恼就来了，痛苦就来了，讨厌就来了，就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讲一句话，你第一句话听得很清楚哦，在讲的时候，你觉得妈妈在责怪你，你马上就生气了。为什么生气？习气跑出来了。那个习气啊，你怎么这样？我没有给你生这个个性，你怎么变这个个性呢？我都不会这样。哎，奇怪了，妈妈没有这个个性，小孩的这个个性呢，个人业不同啊，所以习气就不同啊。过去生他跟你有缘了，所以这次来做你的眷属啊。所以以前唐朝有一个惠宗国师碰到一个宰相于承英，那于承英就要跟他请法，那惠宗国师很会教弟子啊，他就问他说，他故意刺激他，他说：“那你是几品官？”他说：“我是一品官。”他宰相是一品官嘛。那于承英就那个惠宗国师就跟他讲。你也配这个问这个问题，他当场给他羞辱啊！那于承英当场就翻脸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呢？我是宰相呢！”那个惠宗国师说：“哦，第一门开了，无明就是这样生出来的，这就是无明，这就是烦恼。”因为他刚开始，于承英也问惠宗国师嘛，他说：“什么叫无明嘛？无明就是烦恼嘛。”那惠宗国师就问他：“你是几品官？你也配这个问题？”那后来他觉得很忏悔，因为他一生气的时候剑就戳出来了，他后来就剑就放回去了。那后来就跟师父道歉，师父就跟他开示讲道理给他听。那他就变成低声下气、轻声细语了。那师父就讲：“哎呀，天堂的门已经开了，他一念之间而已。”所以各位，什么叫理智？什么叫迷信？也是在这一念心呢。如果你这个人失去理智了，因为他烦恼，他习气跑出来了，执着了，他生气了，他起贪心了，所以失去理智嘛。你怎么会失去理智骂人呢？那么失去理智打人呢？就是没有智慧，这个叫做理智。我这样讲，各位就清楚。那你懂得理智的，了解什么叫迷信了，接下来你知道了人生价值是什么？人生价值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在还没有开悟以前，我们没有得到一个解脱以前，我们都是凡人。那凡人就会怎么样？凡人就会有老和尚讲的迷得财色名食睡。简单的说呢，不要讲到那么严重，说财色名食睡了，你至少要怎么样？你吃饭的钱，你住的，你的家庭，你的开销，你的官位，你的环境怎么样？你会去追求这些做到东西，所以你会就怎么样？你会去求，你会去求幸福，你会去求吉祥，你会去求平安。哎呦，看到人家这样发生错，我希望我平安，你会去求吉祥平安、吉祥如意。可是呢，我们在这跟我都一样，求10件9件不兑现。所以人家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学圆了还，圆了还就懂得什么叫人生价值。所以他就请教这个隐谷禅师啊，隐谷禅就跟他讲：命由我做，福自己求。那隐谷禅接着给他开示这个内容啊，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你要求一切的好的事情，都离不开你这一念心。你要怎么样都要从这个心下手。那从心而觅，感无不通。你重新去找，没有不通的，一定可以找得到。求助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也得功名富贵。你如果从心上去求，如果你要得智慧，也可以得到，叫不独得道德仁义，就得智慧。也得功名富贵，你也可以得到世间的东西。所以这2件，这云谷禅师开示的这句话，涵盖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你要得功名富贵，给你；你要得智慧、道德仁义，给你。从哪里找？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那他又跟他讲了，云谷禅说：若不反躬内省，如果你不反省，而图向外持求，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从心地去忏悔、去改过、去重新再出发，那你向外去找，就算你找得到，那是你命中本来有的。所以净空法师讲说，小偷去偷东西，这命里面有的啦。所以君子呢，乐得为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你不能去偷的，那是命中有的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所以什么叫人生价值？就是各位刚才银谷禅师里面讲，你如果想得功名富贵，如果你想得道德真理，你就想说，我这辈子希望能够吉祥平安，我心地呢能够清净，没有烦恼。好，那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要重新的去改，明白因果。所以反躬内省就是，如果不反躬内省，反躬内省就是忏悔，就是改过，有错就要改，然后知因是果，明白自心因果，从心地下手，就可以改变命运。那如果你真的觉悟了，真的业障消了，因果明白了，烦恼没有了，你就改变你的命运后，你的基本重写，可以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那你就可以得到净空法师里面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刚才会长跟我讲，他说他向佛菩萨祈求，那跟护法沟通啊，他心想事成，想做什么就成就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做了嘛，他已经改变了嘛，他从心地下手嘛，他老老实实为众生服务嘛，所以护法就拥护你啊，这是真的啊。我刚才就跟他讲，我说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啊。我一个莲友江爱玲居士，他是一直都跟我放生。各位可能对放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不论。但因为它牵涉到环保问题等等这些，有人会这样批评，我们先不论。但是祖师都叫我们说，一定要爱惜生命，要尊重生命。其实放生本身其实没有错，那是在技术上可以改进。他到后来叫我们怎么放自己的执着，放下对别人的嗔恨，升起慈悲心，是真正的放生。那我这个莲友呢，他一直跟我在放生。好，那他的公公呢叫谢恒德教授，是博士。博士书读的很多的人哦，知识不等于智慧，两个是不同的世界。智慧可以解决生死问题，可以解决烦恼。可以解决轮回，知识不能解决轮回问题，不能解决烦恼。所以知识有时候越多越执着，我们一般叫做手之障。我们这位江师姐的公公呢，他因为95岁了，身体生病，不念佛。那你知道我们家里有学佛的人都说：“哎呀，赶快念佛啊，你一定要念佛啊。”就他公公就是不念，怎么样就不念？为什么？就是人有一种那知识分子，他一种执着啊，我不念，我已经懂了很多了。那结果呢？前一阵子啊，差不多上个月啊，他就陷入昏沉，有点接近昏迷。那他就那天就发大心，他说：“我要帮阿公公放生。”那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就请跪在那边替公公忏悔。那一天下午呢，因为我有带地藏经共修，我就请他一起诵地藏经呢，为阿公祈福。跟各位讲，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各位，这个是真人真事，绝对不是说的子虚乌有的，不是。他在中午开始诵地藏经以后，竟然他公公想要吃饭了，他也觉得很压抑，说怎么这么不可思议啊！那中间还经过一段过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给他安慰。他一直求说，希望有善知识教阿公念佛，教阿公学佛，教阿公听佛法，都找不到。后来各位跟你讲，善知识是谁呢？佛菩萨。他就一直去求佛菩萨。当然，我刚刚跟各位讲，如果你在还没有开悟以前，你一定要求菩萨给你加持，这是人之常情了哈。结果他昨天跟我讲，因为我昨天在举行放生，他就起来分享，他说：“黄师兄不可思议啊！”我说：“什么不可思议？我前几天我公公就去检查，原来是肿瘤以后我就很紧张，我先生也很紧张，他后来割掉以后就很顺利了，现在也好了 ，OK 了。”他说呢，我公公啊，我一直叫他念佛，他就是不念，他也不合掌，他就去求菩萨。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可以印地藏菩萨金卡，我这边就叫他印地藏菩萨金卡跟大家流通啊。好，那结果呢，也让他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竟然他公公在他做这些为阿公修福忏悔以后，祈祷以后，他那天公公早上在床铺上，竟然看到地藏王菩萨跟他讲说：“你要念佛。”那接下来就是观世音菩萨也跟他公公说要念佛，接下来就是阿弥陀佛。我讲的这个是真人真事。那结果呢？他公公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这菩萨跟他讲要念佛嘛，所以他看到护士第一个动作念阿弥陀佛，连护士都吓他说怎么会这样？后来他现在每天都念佛。这活菩萨因为将居士他的诚心呢感应，所以呢来给他一个加持跟祝福。所以我们人生价值是什么呢？人生价值就是说，我们明白因果了，我们把习气毛病改掉，我们懂了因果了，我们能够呢断恶修善。然后亲近自己的心地，所以佛法里面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之佛教。这就是人生的价值。你懂得自己的、明白自己的心的，你懂得因果的，你改变命运的，你的人际关系就改变，你的命运就改变，你这一辈子的富贵贫穷全部改变了。那你就可以懂得这个道理以后，有这个智慧以后，你再去帮助苦难的众生，去帮助贫穷的人。去帮助需要佛法的人，去接引那些烦恼深重的人，你再去自利利他，帮助众生都可以得到跟你一样的福报解脱，这个叫做菩萨行。你透过这样的菩萨行，做了无量无边的菩萨行以后，六度圆满了，你就成佛，你就开智慧了。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在这里。人生价值不是什么，不是高楼洋房。人生价值不是开宾士轿车。我前几天跟萧亚轩妈妈关怀，我跟各位讲，98年12月13号进去，我跟她握手，我跟师姐说，如果你的冤亲债主愿意跟你和解，你就有机会活过来。我不晓得，没想到握这个手是最后握的手。我跟她戴了念珠，她一直眼睛看着我，但是她没有惊恐，她还算蛮镇静的。10月13号住进去，10月17号我再去看他。我10月17号去看他的时候，10月20号他马上就不行了，他肺部就塌下去，因为他是子宫颈瘤扩散到肺部，肺部就塌下去了。很多人为他祈祷，因为他是老和尚的护法，但是他呢，因为忙于事业，所以他就没有时间修行，很可惜，他忙着事业。结果10月20号的时候呢，我刚好到南投的南宁金色，我帮他扶持的大雄宝殿落成，我去参加启用又回来以后，我到他工厂台北县的宝桥路送地藏经祈福，就不可思议。当天晚上啊，他那个肺部啊，因为他子宫颈的细胞扩散到肺部啊，那肺部就塌下去，塌下去就不能够呼吸，就要插管了。结果那天送地藏经的时候呢，他血中含氧量是70，正常就是90、100，结果他竟然那一天没有事。他为什么这个过程要等这么久呢？就是让祖孙可以为他修福，为他祈祷，消他的业障。这中间呢，10月20，在经过这样的一个抢救以后，第二天就开刀以后，就用叶克膜系统。叶克膜系统就是旁边有一套机器，把你的血液抽出来，然后再重新再这样循环，等于代替你的心脏操作。就跟各位讲，解决子宫颈癌扩散到肺部，解决肺部就没办法解决心脏问题。心脏怎么样？心脏你用叶克膜是最好系统啊，但是业力不可思议，业力不可思议，能敌西米，能生气海，能障圣道。你解决心脏，你解决肺部，心脏用微克膜好，产生一个状况，血小板不够，血小板只有1万到3万，血小板正常要9万、7万以上。什么叫血小板？就是你身体里面的器官开始会败坏的时候，血小板可以帮你修复这个坏的器官。结果医生就很紧张啊。
就开始跟他做手术啊，但是解决不了这个血小板问题。后来接着就陷入昏迷，眼睛就张不开了。为什么张不开？因为脑血管压到细胞，所以张不开，所以要去照那个电脑断层扫描，看脑部什么地方压爆，把那个叶克膜系统跟床推到电梯，叶克膜出问题，又推回来，把它叶克膜赶快再修复，再维持他的生命。我跟各位讲，要得一个命这么难呢、所以你需不需要去学佛？你需不需要明白自己这念心？如果各位现在还在睡觉，那也 OK 啦吼。但是你不明白自己的心，很可惜。所以你一定要醒过来。如果你睡觉，你就听不到我讲的因果，你就这辈子就可惜。结果啊，因为我看到这样，我非常的就是生命的教育，我非常震撼。我学佛，我还没有办法看到这种生离死别，我没看过这么。我常在做临终公演，大家都已经断气给我关怀，但是我没有看到这样抢救生命这么困难。医生说，台北医生院长讲，我没有办法了，我最科技的方法我全部用了，我没有办法。所以命不是救出来的，命是修出来的。你怎么去消灾延寿？佛法给你提供答案。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没有经过修行过程，不可能该活几岁就活几岁，定数难逃。俗话讲，在劫难逃。所以净空法师讲，美国预言家凯西讲，他说天底下的事情，自古以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前因后果的。预言家他是预言家。他说凡事都有因果，美国预言家凯西讲的。当然了，这个我们这位，我刚刚讲这位业绩士呢，他这个生病的这个个案，短短从13号到31号，中间很多人的努力，我也去病房跟他祈福，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祈祷希望观世音菩萨救他。后来没有办法救回来，他儿子吃素。要帮妈妈许愿吃素，你要折寿，通通不灵。不是菩萨不慈悲，不是菩萨没有听到你的呼唤，不是，因果是非常公平的。佛陀讲，众生度不尽，无缘不能度，定业不可转。佛陀有三不能，这三个，众生度不尽，无缘不能度，定业不可转。因为因果东西就是自作自受，所以《太上感应》里面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你自己造出来。这个剧本前世写的，所以后来到31号的时候，他就依照经典上讲，当然他旁边很多善知识，我们在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个善人，他也跟老和尚见过面。老和尚也跟他开示过，他就舍财布施供养老和尚，供养净宗协会，各位不可思议啊！因为中间我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扶持一个5戒菩萨戒戒会，他供养整个戒会的这个斋饭跟曼衣。结果他12月31号那一天把这个钱布施出去，元月1号，今年的元月1号，阿弥陀佛圣诞舍报4点半舍报。很多人为他祝福，祈福。那天告别式，我帮他虔诚的这样引导，非常非常的吉祥。这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你如果能够去了解因果了，明白了，你可以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中国这一个书经弘化里面有讲5福6吉啊。什么叫5福？我们讲过年快到了，我们说哎呀，恭喜菩萨5福临门。那什么叫5福？富贵、长寿、康宁、好德，最后善终。最难求什么呢？善终。很多人都不得善终，我等下就会举公案。那什么叫6吉呢？6吉就是短命
啊，我不要那么早往生啦，再多给我活几年好不好？到100岁可不可以？短命，每一个都想要长寿。疾病哦，疾病很痛苦，癌症哦，不敢。我一个莲友啊，得子宫颈瘤，有人往生，有人活下来。我一个莲友修地藏法门修15年，做很多好事，对父母又孝顺，也帮人家做助念，好事就去做，从来不落人后，没有事就是用功。叫刘居士，刘春金居士，他得子宫颈癌，压迫到膀胱，去做了6次的化疗，30次的电疗，再6次的小电疗就插到下体，痛苦。他在做化疗的时候跟电疗，就像天旋地转后。他说那个在做的化疗、电疗的时候，天旋地转，里面都是热空气。他说那个地方，他说黄师兄你知道吗？像菜市场。各位现在如果有一个健康身体，也许不觉得怎么样。如果哪一天出了一个状况，你就会怕了。结果他说做化疗的时候吃那个药啊，他说他最想要就是卫生纸可以吐东西，又吐。他这几十年的修行的功夫还不是真假的，真的改变他的命运。医生到后来跟他讲了，他说这个小电疗插到下体啊，会伤害到你的膀胱，你的膀胱会破掉。他跟医生怎么讲？他说医生你不要怕，我死掉不会怪你，你尽全力去做，我已经放下了。他就跟自己的冤亲债主讲，他用心对自己的心讲，他说哎呀，我刘某某过去生不知道学佛，我做错事情，我对不起你，我造了什么恶业让你受苦，我非常惭愧，请你原谅我。如果你要叫我下去，我跟你下去也没有关系，我放下了。如果不要的话，你让我活下来，我修行的功德跟你分享，我回向给你。他就发这个愿。结果他就跟医生讲说：“你尽可放手去做吧，我放下。”结果啊，他请了一个护士啊，那个护士会有点这个基督教信仰，他是学佛的啊，他会讲一些他也听不懂的话。那有一天他就跟他说：“他说小姐，你都不怕死呢？”他说：“我不怕死。”我就没有办法碰到了。他说：“上帝跟我讲，你不会死。”地藏王知道他信基督啊，就跟他讲：“你跟他讲，他不会死。”上帝昨天跟我讲，你不会死。他说：“好，那感谢上帝。”我跟你讲，真的没有死呢，他真的活过来了。我跟他讲说，他从天堂地狱走一回呢，他这是从地狱回来的人呢。结果他做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们一般讲什么叫否极泰来，就这样。医生说这个下去的话，膀胱会破裂，外面要做人工膀胱。以后那我不要，这个生活品质我不要，我宁可破掉这个身体，这个臭皮囊我放下，我不要。他就有那个勇气，他说我不要。我跟你讲，真的活过来，他的愿力、他的决心、他的毅力、他的信心、他学佛的底子，改变了他的命运。现在很好，讲故事给大家听，分享，去安慰癌症的病人。到医院去，头发乌溜溜的，没有掉光啊，皮肤说很好。那天请他吃素食，我说啊，咖啡可不可以喝？他说可以喝，他喝咖啡。哎呀，好幸福哦，有命真好，对不对？但是你要懂得有方法，从根本下手啊。他知道因果，所以刚才跟各位讲啊，短命、疾病、忧愁、贫苦、恶事、衰耗，这是6极，极恶的极。所以 TVB 是讲，现在为什么极端气候？因为人的情绪跟脾气都极端化了，现在太极端了，都走极端，所以气候就跟着极端。所以印光大师讲，他说：“如果你敦伦尽混，贤血纯诚，深信因果，求生净土，你依这样去修，你就可以避开6极，得到5福。敦伦尽混，你必须懂伦理道德；深信因果，你懂得因果；贤血纯诚，你心要恭敬，要诚实。最后求生净土，开智慧。那接下来我就跟各位讲一个公案。”
我们这次88水在看到南部的乡亲啊，受到很多的苦难。我在看电视，我都觉得看到我们在北部这么幸福，但南部在这样受苦。你看，有些尸体埋了500多个人，有些尸体埋在土堆里面被狗咬出来，那乡亲看到，赶快把手再抢回来。那没有不晓得是谁的手啊，就放在坟墓旁边的垃圾桶里面，那个子母桌里面丢在里面，旁边只有烧3炷香。那天电视记者有拍出来我感触良多，怎么会这样呢？那么有人在南投飘落水里面呢，大桥里面掉下去了，飘，从台湾海峡出去，再走400公里，飘到苏澳港被找到。叫你去游泳你都不敢，不要说是尸体飘在那边。今天将心比心，如果是你怕不怕？很可怜呢。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善终啊！我在四川大地震有去赈灾，我在成都昭节寺，一个法师讲给我听，他说有一个法师，昭节寺的法师出去了，在山上搭茅棚，茅棚就是简单的疗房子，搭一个铁皮屋，在那边用功，带了一群老菩萨跟着他修行。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求生净土；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听经文宝忏经，其他一概不接受。他们叫用功。因为印光大师有讲，如果灾难来的时候，你平常就要求生净土，灾难来正好是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你命不该绝，灾难来你也没有事，你还可以消灾延寿。那个法师就是这样，地震来的时候，因为他心很定嘛，他平常都在带大众念佛，心很定。灾难一来的时候，他没有一下子震撼说灾难来，他没有，他不像我们正常人一样，不是。为什么？他心很定，他了解一切都有前因后果，事后都不够，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心定下来，专心。他说：“大众不要动，继续念佛，求三宝加持，继续念佛。”结果他们在座所有居士跟这个师父通通平安。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不是我说的？那个法师讲给我听的，他送我到机场，成都机场。他说：“黄警官，另外一群法师跟另外一个居士，刚好他们在佛寺里面办事情，可是呢，他们当时不是在用功了哈。那地震来的时候呢，就往外冲，各位一共死了7、8个，现场压死。所以讲生死有命，是一般对凡夫来说。”如果你真的是圣贤了，他是可以改变业力的。为什么很多圣贤他们都知道灾难要来了？因为他心清净嘛，他定功极深嘛，他看到事实的真相，看到灾祸要来临了嘛，他可以有预知能力啊。他们不是一般的预言家，他们是真的有那个定功，他们见到那个未来的情形了，所以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最后，我再讲一个善终的故事。各位都去过台北龙山寺拜观世音菩萨，那个董事长是谁呢？那个前任董事长就是台北市以前的市长黄启瑞的弟弟，他叫黄总黄，79岁，福报很大。他住在台北市的这一个峨眉街那边，他们有祖产在那边。那有一天呢，他要舍报的时候，很多人去跟他助念，但是他就没有办法舍报。他一共弃切了7年了。他房子很大，里面有整套加护病房的设备，通通有。有什么？有护士，有机器设备，但是就不能舍报，不能断气。我那天接到消息，下班后6点多去跟他关怀，我就跟老菩萨讲，我说老菩萨，你是观世音菩萨在台北的代言人呢。在台湾的代言人，你对自己对观世音菩萨你也有信心啊！你帮观世音菩萨做这么多好事啊，这么多人在这边求观世音拜观世音，从此以后断恶修善了，你度多少人啊？我说你功德不得了啊，你也有信心啊！这个病苦只是消你的业而已啊！你下一次你还是会承认再来帮助观世音菩萨。然后呢，我跟他讲的时候，大概8点多。他女儿就跟我讲我爸爸可能要祖时才要往生了。我说可能，你老爸福报都大，福报很大。为什么？因为台湾有一个习俗，祖时往生呢，子孙吃不完，这子孙吃不了。那就是下晡往生去呢，子孙就吃了都没位啊，子孙就没得吃了。
我说，你爸爸福报大，有可能主食哦。当然，这是一个台湾习俗，各位就是听听就可以了，不要煮走。可能我再请一个法师过来，我请悟寂法师过来，我说夫叔，你跟他皈依。这个悟寂法师不知道怎么回事，迟到。我本来跟他讲9点，他到10点才到。我心里起一个烦恼，说怎么到现在才到？没关系，一切都是活菩萨安排的。那师父就帮他说法安慰，完了以后10点45分，师父跟他归完依以后，三归以后，在念佛声中，在听法声中，我就看到他念阿弥陀，念到后的嘴巴就不动了。我看时间的手表，10点45，刚好台湾的习俗教主食搞主席，这不是人为操纵的，这不是完全照观世音菩萨安排，基本在走。手报以后面貌吉祥，他脱离了这7年的病苦妻妾。他那么大的福报他还是要了这个业，但是他走很好走善终，叫黄种黄。最后我一个同仁，前一阵子去年，他下班21点跟这些太太讲说，我等一下就要回去吃饭了，跑去喝酒，跟同仁聚餐，喝酒当然小酌可以了，他那喝了1点骑了重机车。在我们阳明山大道摔下去，人倒在水沟旁边，吐了很多东西，结果就往生了。2点，他太太才找到人。他一样他讲21点要回家，2点就不见了，明亮2格了。所以善终不好求，所以富贵长寿康宁好德善终，通通是修出来的。所以这一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阿弥陀佛。刚才有一个同学递个小纸条给我，他讲说，常听学佛人说呢，定业不可转，那么又怎能说改变命运呢？那是否定业受尽再改变命运呢？请为默写解答这个问题。我刚才有讲过，我说佛陀讲定业不可转是事实的真相，但是改变在心，在转境界，在你当下这念心。刚才隐谷禅师跟严了还居士开示的，从心而觅，感无不通。那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这一个你要学严了还去忏悔发愿。所以刚才在这个地方，我有特别提到说，若不反躬内省而图向外持求，则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你得到是前世的福报。像净空法师来讲，他有讲他的故事。我们这个故事太多了，怎么改变命的故事太多。净空法师说，他们祖孙3代都是活不到45岁。那他阿公也是45岁往生，他爸爸也是45岁往生。那净空法师给人家算命，他去这个见张家大师的时候，那时候张家大师这样跟他讲，在那看破放下，他从布施下手。所以净空法师说，他怎么去布施？他刚开始就送人家经书，去参加放生，去捐一点小钱，因为他当时是军人转过来的。那他知道他自己福很薄，他命不好，所以净空法师刚开始学讲经的时候呢，没有人要供养他，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得到一个挂单的地方。他后来就到华藏图书馆讲经，韩馆长护持他32年。老和尚讲经这样说法，这样不断去利益众生，所以他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今天已经过年就84了。他到台北来，我常常跟他见面，气色红润，身体状况非常好。他跟正常人一样，他没有老态龙钟啊。那他改变命运了，因为命中他讲他去算命，命中讲45岁啊，他改变了，他就说定业已经被转掉了。45岁是命定的但是因为他行菩萨道，他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他改变命运了。那他的爸爸在管弹药的，所以弹药很充足，
所以到山上去打猎。老和尚说他也跟他爸爸去山上打过猎过。那有弹药的话就会去炸蚁啊，就丢到海里面就炸蚁，蚁就浮起来，他就捡那个蚁来吃啊。老和尚那时候大说他没有学佛，他不知道这样是造业啊。他爸爸就这样去，因为弹药方便，就这样去做杀生的工作啊。所以他爸爸要往生的时候是45岁，算命也是讲45啊。那要往生的时候呢，他爸爸就突然间到晚年的时候，就像《地藏经》里面讲，变成有一点类似疯狂状态啊，一会儿就往山上冲，一会儿就往海边跑啊，所以有人在追他，或者就这样就往生掉了。他爸爸是定力没有办法转啊，那老和尚呢是定力已经转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因果故事啊。那他爸爸怎么样？他爸爸杀生啊。那所以那个定力也没有转掉啊。那老和尚知道因果了，他从此以后他吃素，他不杀生，他放生，他讲经说法，利益众生，他改变他自己的命运了。颜了也是一样啊，他本来应该是短命啊，后来就长寿了。他本来应该没有儿子，他变成有儿子，那不是定力转是什么呢？所以你前世的基本怎么样？你这一辈子降生在哪个家庭，那个都无所谓。改变在你现在这件事，你好好学佛修行，你知道因果，你学伦理道德因果，你孝顺，你开始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好事要做，坏事不能做。你改变自己的习惯、观念、行为，你改变自己的习气，改掉了，你人际关系改善了，跟人家好了，人缘就好，贵人就多助。那么你无形中你就慢慢的改变了命运，你这一辈子的命运就开始改变，那你的定力就转掉了。本来这一辈子可能你只有做一个小官的命，但是因为你改变了以后，你从此积功累德，你后来也当到一个中等的官员或是高等的官员，你就改变命运了。但是如果你不从心下手，从心而觅，你不从心地下手，那该受什么样的果报就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答复刚才这位同学讲来，定力不可转是对没有学佛的来讲，对一般的凡夫他是对的，但是对学佛的人、觉悟的人，像各位小朋友，你们这么年轻就接近这个善法，我敢肯定的说了，你们这样6天下来，听到这些圣贤的道理，听到这些因果的道理，多多少少一定种下你的心田里面所谓的一粒偶根永为道种。你开始就知道菩萨就会护佑你，就会保佑你，你这辈子一定会一帆风顺的。好，我早上的跟下午的，我都会有很多公案呢，来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所以讲到定力不可转，我们都喜欢算命。我以前也很喜欢算命，但是我现在就不再算了。算命每次碰到我说你的命盘，我现在解释不出来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照命盘走啊。所以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和尚叫金山和尚，你们如果是看金山和尚神异录里面就提到，他跟我怎么讲呢？他说命运是怎么来的？他说有人一出生就是含金汤匙下来，他说这个好命，有人享福，但是有人就受苦的，一出生就命运多劫的，就不好了。那命运怎么来的呢？他说事实上每一个人，你看父母生的小孩，不管是长相、个性、情绪、脾气都不一样。金山和尚解释非常好，他说因为个人的命运不同，因为个人的业不同，业不同所以命就不同，所以一生呢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各位如果了解说这个命运是我们的业，你如果是接受金山和尚这个说法，我举一个公案给各位做证明，看你相不相信。所以你现在如果拿算命盘去给人家算，算命一般都讲得出来，他讲得出来是既定的命，但是未来你跟他问，有些不兑现的。如果你真正走上修行，他是不会兑现的，不好的他不会兑现的，好的会要更好。那我举一个新闻的事件给各位听，在98年8月，在台北市的和平西路发生一件火灾案件。这个火灾案件的这一个二房东，这个脾气很暴躁，年纪也蛮大的，60几岁了。
他刚好把房子，他是二房东嘛，他帮人家住下以后，再把房子租给另外2位年轻人，再租给一个姓骆的，一共租给3间。那么那个另外2个年轻人那个呢，他不准时缴房租，而且那个水电都二房东兼代缴。那二房东那天就很生气，跟他讲，他说什么水电都不赶快缴，都是我在帮你缴啊！一个就跟他做鬼脸，啊，一个就跟他生气，跟他呛声。那个二房东就很生气，马上到楼下把机车的油门打开，就把那个机油倒几个拿会1支火柴就出来了。1桶汽油，1支火柴，就把它倒出来以后，提了上去，就往那个人身上一泼，那个火就点上去，那个人就着火了，灼伤度98。然后另外那个人闪得比较快，赶快躲到厕所里面去，没有被闪到。楼上那个姓骆的刚好不在，有一个姓宋的女孩子49岁，一生命运，刚才里面讲的忧愁贫苦，2世衰耗。刚才讲的6集里面，他占4样，还加一个短命。我刚刚讲说短命、多病、忧愁、贫困、2世衰耗，这6集我们都不想碰啊。我们想讲避之唯恐不及啊。这个姓宋的这个女孩子很可怜，一生啊丈夫早死，养了3个小孩，抚养长大。然后呢，等小孩长大以后，想依靠小孩，没有办法，小孩子没有理他。而且他先生已经往生了嘛，他就认识一个姓骆这个男友，他偏偏得肝癌，然后他去投靠他的表姐养鸡场倒掉，他去投靠他堂弟把他赶出来，那没有地方可以去怎么办呢？就找这个姓骆的男友，这个姓骆偏偏租房子住在和平西路2段这个二房东这个房子。前一天他在台北才刚刚找他3天而已，2个都去自己喝一杯小酒，偏偏那天晚上又喝醉，睡在里面叫不醒。刚好那个老伯伯一生气，一个汽油桶就把它撒下去以后，里面2楼着火了，所有人都逃掉，只有那个女的被烧死。结果不是他的事情，是那个二房东跟那2个年轻人吵架，结果就烧到这个女孩子。各位，你能说这个人是很衰吗？天底下会这么巧合的吗？他说他不是，他是自投罗网。他请问一下，我说他自投罗网。我刚才讲说，凯西美国艺人家讲，凡事都有前因后果啊。他6集他通通有啊。他为什么？他过去生的业啊。过去生所造的行为啦，各位刚刚讲业你不清楚，你现在所做的行为，你骂人就有业啦，你心里想去嫉妒的人就有业啦，你心里在想，可是你还没有嘴巴讲出来，你就有意业啦。贪嗔痴，嗔就是生气，他比我好，我嫉妒他，你一个嫉妒，意业就有了，心里就产生一个恶的种子啊。那嘴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口业就出来了，骂人了。那身业就是怕破坏他，故意破坏他。身口意你通通造了，你跟他之间就结了一个恶缘，你就造下这个恶的行为，叫恶的记录。我们警察的术语叫前科记录就进去了。在哪里？你在你的心里面已经存进去了。下一辈子再碰到他，你碰到他，你不会喜欢他，他也不会喜欢你，因为你过去结过恶缘。这个因果是这样循环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命运？为什么他碰到就是好的长官，你碰到就碰到不好的长官？你说他跟你挑剔的。我那天跟一个年轻人，一个女孩子师姐共修地藏经，我叫我莲友送她到新店，我一看到她，我那个师姐，另外一个师姐度她说，我跟你讲啊，她爸爸得胃癌嘛，他很孝顺啊，但是他有脾气，他有习气，写在脸上的。那我们在共修真的休息片刻啊，我们那个师姐就叫他说你要吃素，然后他马上就翻脸，当场就翻脸。为什么要吃素？我说邪火不一定要吃素。我马上就度他，他说对嘛，黄叔兄这样讲我才接受，就是你就要用善巧方便。然后我就跟他讲，你可以吃为爸爸喜宴，你吃10斋日、6斋日嘛。他就听懂，我说你现在就为爸爸祈福，你诵经回向给他，为爸爸积福。
回到新店的路上，我不断跟他说法，我跟他安慰，我说师姐，你心很好，但是脾气不好。哎呀，师兄你怎么知道我脾气不好呢？我说我看你的写在脸上啊。然后我跟你讲，我说你个性很固执，喜欢跟人家你喜欢拔刀相助没有错，可是脾气也很拗。他说，他说你怎么会看相呢？我跟你讲，写火久就会了，这没有什么秘诀，写在脸上，相由心生。我说你要慢慢去改变你的心念，改变你的习气，把毛病习气拿掉，多去包容别人，然后呢，要慢慢心要清静下来。他后来被我说到后来说，你不知道我好可怜，知道吗？我跟我先生离婚了，怎么样？我儿子不理我，他现在又跑离家出走。我说你今年几岁？他说我才40几岁。我说那你这是一生是很命苦呢。他说对啊，我跟他沿路这样讲，他沿路就稀里哗啦一直哭到我走的时候，他只差一点给我跪下去而已。我说师姐，如果你听得进去，我刚才跟你讲的话，你只要很简单的，你在碰到任何人事环境，碰到任何好听的跟不好听的，你学会放下执着，你包容放下，你开始这样去修行，放不下你就要忏悔。我说你的命运会改变。你看他学到这样，他先生不理他，兄弟姊妹不谅解他，小孩子不理他，跑离家出走，他这命不苦不苦？苦啊！所以刚刚讲说这个呢，一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我刚刚举这个送女的这个火烧被烧死，你就相信说真的是有业啊。金山和讲是，那为什么这个命运被烧死呢？因为过去有这个业，你不承认也罢的。我再举一个现实公案给各位听。我以前在士林分局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义警的分队长，他家里很有钱。你们现在如果有去过中山北路7段，你们有没有去那边有一家麦当劳？有没有？中山北路天母西路口有没有去过？左边那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天母西路那边不是有一家麦当劳很大吗？美国学校再过去一点，那一块地都是他的，他们是那个地方以前台湾话叫产条，就是很多土地的人。他有一次请我吃饭啊，满桌的酒席啊，他一样菜都不能吃。我说师兄，我那时候没有学佛，我说某某大哥你怎么不能吃啊？一共我糖尿病住胰岛素，我不能吃啊，我饮料不能吃，酒不能喝，菜不能吃，什么都不行。我说我那时候没有学佛，我说你这样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是啊，没有办法。结果事情隔没多久，我有一次去督勤，我到派出所去督勤，他生了2个儿子，老大不乖，老二很乖。老大把他去赌博，输多少钱？他总共这位企业家，他因为有土地，早期混斗啊，他那时候才50几岁而已。他早期混斗，中山北路那些土地他买了很多，所以他的身价大概有4、5亿。那住在中山北路的5、6段那个位置也是高级住宅区，那他本身也是宾士车代步。结果那个老大帮他赌博输了，大概第一次我听说好像是7000万，那他就很生气了，财产被输掉1/5啊，就把他关起来，软禁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7段，关起来软禁。那个业力在牵引很奇怪呢，你关在那里他都可以找得到。结果呢，这些赌博的人不知道怎么找，就找到，又把他儿子再偷偷的骗出去，又去赌一次呢，又输了1把，再输了大概将近1亿，财产被输掉一半。输到一半那一天呢，他就很伤心了，他就穿白色衣服、白色裤子、白色鞋子，就把所有权状都过户完毕以后，就在他家的地下室吃了300颗安眠药自杀。然后因为他是地方上的望族，所以必须台湾习俗啊，棺木会停很久。那一天刚好我在督勤，那个主管就跟我讲说：“长官你知道吗？他那个某某呢，那我认识他，也知道我认识他。他说那个大儿子你看多不孝啊，他竟然就要请一个义警民警，一天帮他父亲守灵，一天玩500块请人家。
你看看，那二儿子帮他守住企业，帮他经营企业，做得非常好。你相不相信？为什么同一个父母生的，会生是两个不同的命运出的儿子出来呢？你就必须相信过去生有过去生的这一个，他父亲跟他之间的这个共业，他父亲跟二儿子之间的共业，这个业在决定这个命运的走向。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讲地狱怎么来的？业12业感召来的，业力造成的。业力就是行为的累积。你过去生行为的累积，50劫来这样行为的累积，我们佛经上讲叫业世，投胎转世、生世。那如果是换成现在呢，就是你今生的习气、的脾气、的情绪、的执着、的毛病、的个性，就这样化成你现在今生。那这些东西会感召你不同的这个人事环境，跟你的因缘际会会不一样。我再讲一个故事，各位如果看报纸应该注意这个故事。我题目是给他下一个血腥的场景。台南永康行刑室的枪击命案，行刑室就是枪击，就像枪击一个重要刑犯一样那种感觉。有一个姓洪的这个烟毒犯，年纪也轻轻的，他因为他走上这个歧途了，就是吸毒跟贩毒。吸毒的人到后来一定是贩毒的。这个姓洪的这个人呢，他为了谋取这个暴利呢，就是贩毒呢，他去卖毒的时候，把毒品你又黑吃掉了。那你知道这个毒品都是黑道人物在交易的，你敢黑吃那当然这果报就很惨了。所以这个黑道这个贩毒这个集团呢，就开始要找这个姓洪的，就把毒品吃掉。这个姓洪躲在哪里？找不到，他躲起来，躲在什么？好像躲在新化，台南的新化。他就去新化找他那个朋友姓杨的，然后这个歹徒呢，故意不坐歹徒的宾士车，故意坐那个姓杨他那个朋友姓杨的车子，让他不觉得是里面还有藏什么人。就那一天就约好，那个姓杨就打电话给姓洪的，约在永康台南市的永康顶脑超市前面有个菜市场前面的红砖道谈判。那个姓洪就出现了。那黑道人物就在杨的车子里面，突然间窜出来5、6个人，当场问他说：“你为什么把我的毒品吃掉？”然后两边就开始发生争吵、激战，双方都掏枪出来。但一支枪，他只有一支枪，对方5、6支枪，当场两边对打，在现场枪声大作，那个人当场被打死，身上的弹孔一共21个，体内的5个弹头拿不出来。他要往生前3天，还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冬天快到了，我要回家拿冬天的衣物来穿。”他妈妈说好。结果没想到他妈妈来的时候是看尸体，不是拿衣服过来。那么这个从这件事情各位来看，他为什么？当然我们看这个凶手啦，他们没有天理，没有法力，难道没有法力，没有鬼神吗？没有地狱吗？没有因果报应，没有轮回吗？所以这个台南这个枪击兵呢，我就告诉各位，为什么他今天会跟动物一样死在马路边的街头上呢？动物就是这样，我们看到动物就死在街头，他为什么这个命运呢？这就业因果报。这件枪击兵案就是业因，就是这一个姓洪的这个人过去生有杀人的因。那他这一辈子就会碰到一个缘，那个缘是什么？吸毒贩毒。他吸毒贩毒就会感到这个恶报会现前，这是缘。然后黑吃黑也是缘，你把钱吃掉了就是缘。然后业果呢，业因啊，因缘果报，因缘都有了，那果就产生了，果就什么？果就枪战。那报呢？21颗子弹在体内死掉。这是因缘果报。所以这个业从哪里来？就是你透过学佛修行，你才知道说，业是自己平常的贪嗔痴慢疑，自己的习气，自己所造的身口意的累积，这就是业。我刚刚讲就是我们警察的前科记录啊。所以金山活佛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相信业力，不要相信命运。你如果不相信这个道理，你一律照今生记本走，所谓前世记本，今生演。你不演也不行，
由不得你，所以叫做苦海人生。所以这个业就是你的身口意业，你要必须从亲近你的心地，你把你的贪嗔痴慢你拿掉，你慢慢改变你的习气毛病，你个性要改，慢慢改以后呢，你的身口意会亲近，身口意亲近以后，你的业就亲近，业亲近，那果报就改变。所以呢，这一个了解这个命运跟业力呢，我后来归纳，我在讲这个因果的时候，我归纳一个结论，就是因果。这个念头决定因果，因果决定业力，业力决定命运。这个念头启动开始决定你这个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善的，是恶的，来决定你的因果。因果决定你的行为，这是业力。那业力呢，决定你的命运，就是这样的。这是命盘的解析。你念头起来是一念善心，比如说你很想去帮助一个人，像你现在看到海地地震，你起一个善心，我想捐一点钱过去，那一个善心起来了。善心起来，你就把这个钱捐到慈善机构，那就是善的行为，这是业就形成了，那就会得到一个善报，就一个果报。净空法师讲，你想得富贵，不施财物；你想得智慧，不施法师；你想得健康长寿，你就无畏施，帮助很多人不会得到惊恐，那就是无畏施，你就得到健康长寿。所以这个呢，念头，你的念头的善跟恶，那决定你的行为的好跟坏，这是业的好跟坏，那就决定你的命运。所以念头决定因果，因果决定业，业决定命运。这是顺序，我是这样去领悟的。所以呢，我们一般讲说，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的。所以你念头决定行为以后，行为会决定你的业力的时候，产生一些行为结果，影响到你整个人事环境，所以就变成你今生的遭遇。所以我们讲说，个性害他，个性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理论上就这样讲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念头很重要，念头很重要。所以金山和尚讲说呢，你要知道前世造什么业，今生所遭遇的果报及环境待遇遭遇去看。你要问未来是怎么结果，你从现在起心动念就只知道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念头、因果、业力、命运，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个例子。这个案子各位都看过，就是前一阵子发生在台北的，去年10月份，有个台湾大哥大的这个车队，台湾大车队了，他叫台湾大车队。这个司机，他带了2个人从汐止到东湖，要到台北来，其中一个人在东湖先下，那另外一个人喝了一点酒，在车上跟他唠叨，他问他讲，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比较快，可以到达八德路跟光复南路？就他跟他走的路可能稍微远一点点啦，但是这个人后面这个人喝了一点酒，就跟他吵起来，大概有跟他讲一些话刺激他。这个司机呢，就跟他送到台北市的八德路的时候，把他放下车以后呢，他越想越气，就这个人讲话刺激我，他一时呢怒火攻心。你看这个念头就启动了，怒火攻心。这个念头在哪？怒火在哪里？怒火在你的心。他心马上就生气了，生气以后，这个心就生气了，那个怒火就攻击，就很生气，火气就很大了。过去是那个习气的种就跑出来了，过去是那个火爆浪子那个习气就跑出来了，就很生气。我要跟他理论一下。好，你的心意业已经启动了，那就造成嘴巴虽然不讲话，但是身内呢就要准备怎么着手去杀人了。他这一生气以后，计程车掉头以后，就加速快速的把那个人撞上去，那个人就跳起来当场死掉。这个案子各位都看了新闻报道，那位亡者姓杜啊。你看一个念头起来，嗔心攻心，一个嗔火起来以后，马上产生行动，一个命案就造成了。那这样就造成什么？一念之差呢，一切都牵回了。他不仅是造了3恶道的因啊，那生生世世呢，他跟他之间冤冤相报。所以金山活佛讲呢，说呢，我们呢不要相信命运，要相信业力。我们只要照中国一句话，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了。所以你关键在你现在这个念头。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就知道说因果就像电脑一样，你过去生储存的资料是怎么样，这一次带下来就是那个资料。那你现在呢？现在你要输入什么资料到你的心田里面？这个因果就像电脑一样，你怎么输入进去？我刚才讲说念头，所以各位都玩过电脑，
就是你储存好的资料，它输入出来就是好的资料。你如果是输入进去不好的资料，它列印出来就是不好的资料。所以因果像电脑一样，不管你相不相信因果，它因果是存在的。所以因果经过法师说呢，它是突破时间跟空间。所以各位听了这个课以后就知道说，因果原来是在我这个心的阿赖耶识里面，我这个心储藏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种子。那过去中就储存下来的，我来投胎的时候就带下来的。那我这辈子出生以后，懂事以后就开始继续一样有善的行为跟恶的行为，我又累积了，那又增加我很多习气，又增加很多毛病。那我的这个习气的这个种子越来越强了。如果你是善的，就越来越强；恶的也是越来越强，那就会改变，会影响到你的人生的走向跟命运。所以因果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你从心念去着手，从心念去着手以后，你尽量都一定要善心、善念、善行，你从善的方面去做。所以业力因果是非常可怕的哈。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就再跟各位特别提醒，就是因果业力为什么可怕？我举2个公案给各位听。也许啦，你说那我前世我没看到，我没看不到前世因，但是刚才金山和尚讲，他说你想一知前世因，那今生受走事，你现在所做的果报去找，那一知来世果，那今生做走事，我现在做了就是来世的果报。那来世不一定说你往生以后呢，明天后天那都是来世呢。我现在讲因果业力的可怕给各位听，有2个公案，是真实的公案。第一个呢，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何李师姐，她姓何，何师姐。她跟各位一样，她生了2个小孩子，都跟各位一样，年纪轻轻的。那有一个呢，那个大哥呢，在内湖开工厂做汽车修理。那这个汽车有一天他骑摩托车呢，他经过内湖那个要上那个麦帅桥那个坡道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被卡车呢连接住卡车撞到以后，当场机车滑到那个卡车底下就死掉现场了。那个师姐非常难过，非常难过，他也帮他做很多的超荐功德了，他也一直没有办法释怀这个儿子这个惨死在这个街头的事情。那后来我们也都有去陪伴他，去安慰他。再后来，他这个哥哥的这个工厂呢就没有办法做，以后呢就交给弟弟。那弟弟也是很乖啊，弟弟也是很乖啊。他妈妈如果去收善款，他一定会开车在旁边陪伴。但是呢，因为弟弟本身他也才刚开始花心帮助他妈妈而已，他也没有完全走入修行这一条路啊。所以是他的定力事实上也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那么有一天呢，他因为他女朋友是我们台东那边的一位原住民的女子，那他们就讲要分手了。分手以后呢，那这个女孩子就心有不甘，就有一天把他们相亲的几个兄弟姊妹就找来，有一天晚上就打电话给我这个何师姐的第2个儿子，就约在台北县的中和谈判。谈判的时候，当天晚上他这个儿子有打电话回来说呢，妈妈他们好凶哦。他们几个人都好凶哦，骂我，因为他们已经分手了嘛，他大概是讲说你为什么抛弃他，为什么怎么样？我跟各位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去认识这个女孩子？那为什么当天晚上会去单刀赴会呢？种种这些因果，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前世，我们看不到过去世的因缘，我们就认为这个都是偶然，或是巧合，或是意外，或是活该，我们会迁就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那后来，当天晚上就大概谈到3点多，结果现场那个有一个他们原住民的一个男的，在当着那些他们这些姐妹兄弟面前呢，就把枪掏出来。3点的时候就当场把他儿子在现场就地枪决。这个打击非常大，何师姐差点不想活了。所以当时凌晨5点多，我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赶到台大医院去，很多师兄师姐在那边围起来帮他祈祷，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让他儿子能够活过来。因为做了非常长的一个手术，脑部一个把子弹要拿出来。但是到后来消息越来越薄弱，消息越来越不乐观，我就很难过，因为可能抢不回来。我常常在加护病房，我常常在太平间这样来回走，我发现真的命非常珍贵。
一个人有这个命，真的要珍惜。各位，今天你能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天堂里面听他讲这些圣贤的道理，你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一旦没有人生了，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若不向今生了此生啊，你不够明白这个心啊，那冤枉来人生走一回，很可惜。有时候人生一失去的，那就再隔着下一世，什么时候再碰到不知道。因缘就这么不可思议啊！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不要睡觉，一定要专心听，不管讲的好不好，你专心听绝对有用。因为你懂得怎么去趋吉避凶，我教你方法，从心念去决定因果，因果去决定业力，业力去决定命运。刚才同学讲说，那定业不可转，没有关系，不要去伤心过去，不要去埋怨过去，不要去怨叹前世，不要从现在开始做起，就对了。结果我们一直求都没有用，到天亮的时候蛇报。道生跟各位讲，到现在案子没办法破，案子没办法破，很遗憾，我也一直帮他回向，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很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在里面。我下午讲的都有很多因果，古代跟现代，各位你慢慢去体会，真的是凯西讲的，净空法师讲那个美国预言家，天底下是古往今来绝对没有巧合的事情，都有前因后果。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天眼，我们没有慧眼，我们看不到累世的这个记本，我们看不到。哪一天你成佛了，你成菩萨，你可以有宿命通，有他心通，你看到所有众生的业因果报，你明白了。活菩萨就是明白了，告诉世间众生的真相，重新开始做起就对了。你重新先做起，就重新开始，就可以改变你的记本，重新写。叫做断恶修善，叫做诸恶莫作，叫做众善奉行。后来他走了以后呢，我们大家都为他祈祷，那也为他祝福，来陪伴他。他现在好不容易投入菩萨的工作，慢慢走出悲伤。他每次想到两个儿子，他就哭；想到两个儿子就哭。他真的后来去实践，他去关怀病苦，去关怀跟他有同病相怜的人。他现在慢慢产生笑容，他用歌声去娱乐大众，去把欢乐带到人间去。他现在终于走出来。我上回到台南金钟去演讲，有个老菩萨最后善长来找我，他说：“黄师兄，你讲的因果我都知道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儿子死掉了。”我说：“你儿子在哪里上班？”在新竹科学园区啦。我说：“为什么死？”不知道，就得绝症啊。他说：“你知道我这儿子多乖吗？早上起来就会帮我料理的好好的，帮我清洁房间，孝顺我。我只有吃饭，他一定端稀饭给我吃，他一定帮我填饭跟填菜，好到不行。”我说：“你现在怎么办？”一共我已经他往生1年，我一直还在想他呢，怎么办？我说：“你不是有念佛吗？”一共我有念佛，念一念我就想他呢。众生就是这样啊，就是刚才讲定业不可转，这个定业是指这个东西呀、你一执着定业就不可转了。如果你不执着，你学会放下，你了解前因后果，了解因缘果报，你就是一个懂得宿命的人。你明白宿命，就不被宿命掌握啊。你重新再去改，你为自己活在当下，去帮助更苦难的人，那你就可以把天下所有小孩都当成你的小孩，你去爱护他们，你去照顾他们，你把爱心付出出去，不再活在一个小我的世界、小爱的世界，你才有办法扭转这个悲伤跟哀伤，或者没有办法。佛法是强调刚才师姐讲的信解行正，是在后面那2个行跟正。信跟解是告诉你方法、道理、真相而已啊。那接下来第2个公案，跟各位讲业力因果的果报。业力因果的果报，第2个公案，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李志端的女儿。以前我跟他妈妈很熟的时候，我都没有去跟他互动，因为小孩子嘛，他们是奋斗自己的事业。有一天我接到我恋人的电话，在内湖科学园区。你们都去过瑞光街，非常热闹，很漂亮。他那一天早上，他妈妈打电话来说，他女儿死在现场。我吓一跳。他女儿才几岁，28、9岁而已。
生了一个小孩才6个月。你说情何以堪？怎么放下来？怎么放下这个世间的这个挚爱呢？结果他在死在现场的时候，我赶过去看的时候呢，他是被一个金车撞到，大金车卡车撞到，他就刚好躺在金车的轮子旁边，做车下的亡魂，满地都是血。那我就上面把它盖个白布，我就旁边把它念佛。那当时呢，莲友就招莲友来助念，后来要送到二馆去解剖，解剖完了以后就送回他寺里那边去助念，因为他们没有送他回家里面，就在外面搭一个棚子在外面助念。那告别式的时候呢，告别式的时候，因为我替大家共修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他们家人很不舍是没有错。所以在告别式的时候呢，他们的家人就一直想打这个军人。所以当公祭完以后，我先公祭，后面就是那个军人，就是那个肇事者。就那个肇事者要走出来的时候呢，后面他们前面那些在公祭厅的外面那些亲戚就一窝上去，就把那个军人压在上面就打。那爬了进去，跟这个他就是我这个朋友李姓的李师姐的女儿道歉忏悔。那我那时候现场我说不要再打了啦，他打会打死人啦，因为他打得很出力啊。但是阿兵哥他也很可怜，他不是故意要撞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撞他。结果他就叫他用爬的，他就用爬进去到大厅正前方灵堂前面。我刚好跟着走进去，那我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念头，仿佛是佛菩萨告诉我的，我马上请那个竺法和尚、悟寂法师站中间，好像代表佛陀一样。那这个家属呢就站，他妈妈就站左边，那这个军人就站右边，就好像众生的因果，学佛又来调解明白这些因果。那师父看到现场那么多人，大家眼睛都瞪着这个师父要讲什么。因为他撞死人啊，那你师父会不会说：“哎呀，你如果是你的话，哎呀，你不应该撞他啦，你为什么要撞他？”师父不会讲这种话，师父就跟佛一样，很客观、很公平来看待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是菩萨的小孩一样，他只是不小心犯错这样而已啊。结果师父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认为有没有人在睡觉？”他说：“你们认为？”南亚海啸死了那么多人，有一半的人是从欧洲、挪威、瑞典、意大利、英国千里迢迢跑来南亚这边度假。南亚海啸有一半的人是这些外国人死在现场。师父就讲一句话：你们认为这是巧合呢，还是意外？大家都鸦雀无声，点点。师父说什么都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业力牵引。今天我们看看海地的故事，我们难道不怕吗？今天如果你是海地人的话，你作何感想？如果你上次投胎的时候不是选台湾，被逼到海地去，你说阎王我不要去那个黑人，我不要去。我不要当黑人，我要当黄种人。我记得我的父母前世，我记得我前世好像也是在台湾，我不要去。阎王说：“我看看你的功德簿，你的善恶记录，你好像都没有善，只有恶，所以台湾现在好像客满，没有名额。”你说我不要，他说不要也不行，因为你功课都不及格，都是红字。他说注定的，你就必须要到那边去，就是万般带不去呀，唯有业随身啊，由不得你，你就是要去，怎么办？那时候啊，叫做欲哭无泪，投诉无门，民阳两隔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亲戚朋友都没有听到你的呼唤啊，很可惜啊。所以刚才跟你讲，不要睡觉，一定在这个地方啊！你不要这辈子你好，那你要比下辈子比这次更好，这样才有办法改变命运呢。你可以照顾更多的人呐。那将来你自己选地方，
因为你都是100分，可你可以选地方。我下一次想去那个地方帮助那些众生，就去，那个叫做成愿再来。你可以选地点，各位，你们都他大学联考，考最高分的是不是可以优先选台大？对不对？可以选清大啊。如果你分数都是红字不多呢，红字很多的呢，选最后一个学校，你没有选择一地啊。各位，世间法如此，佛法也如此，命运也如此，因果也如此啊，假不了啊。一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这句话绝对不是空谈啊。你从小学读到高中、初中、高中、大学、博士，选工作，我说一生都在选择啊，选择事业，选择工作，选择老师，选择学校，选择婚姻，最后选择修行法门。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所以你会选择的，你选对了。为什么？因为福德因缘具足。你福德因记不记得？选错了，一败涂地，后悔莫及。所以知因是果很重要。所以这个我讲了刚才这两个故事呢，就是给各位一个启发，就是说业力因果真的是很可怕。后来那个师父就讲了，以后现场鸦雀无声啊，然后全部的怒气全消了，全部放下嗔恨心，放下执着，接受什么？接受师父讲这个道理，业力牵引啊。他不是故意要撞他的啦，他今天如果是知道这样，他不会去撞他的啦，一定有原因的啦。当然你说啊，撞死他是活该，不是，这真的是业力没办法去解释，业力不可思议，就是这样牵引的。所以印光大师就是说啊，这个呢，我们学佛人叫敦伦精顿，贤学深沉，顺信因果，求生净土。他的道理是这样，你可以避开六极，避开六极。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刚才我有讲过，《地藏经》讲南阎浮提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西冥，能生济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千毫受之。父子至亲，其路相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我解释经文给各位听，《地藏经》的里面经文，他说南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他说业感如是，我刚刚讲过，你造什么业，感造什么果报。你今天如果读到高分，你就可以选择台大；如果你没有高分，你就选择最后一个学校，甚至没有学校可以读。这很清楚一个因果道理。善跟恶，求生净土，都是这个逻辑的。业感，你造的业会感到什么？善感到善报，恶感到恶报。亲近的感到亲近的果报，业感都是这样，都是业感的，业感如是。那业力甚大，你造这个业，它会产生一种力道出来，这是业力。我刚刚讲那个贩毒的姓洪的，他贩毒吸毒，在黑吃耶产生一种力道出来，那因缘汇合的时候，果报就现前，那就是业的力量。所以业力量就是像一阵风一样，什么时候来不知道，那叫无常。所以业力甚大，这个业力大到什么程度呢？能敌西冥，你爬到山那么高，我给你抓下来。能生济海，你爬到海那么深，我给你找到；能障圣道，你学佛修行，你还没有学到三轮体空的时候，你还没有开智慧前，我就找你，把你障到，不让你学佛。所以人家说，有时候我没有学佛都没有困难，没有挫折，学佛又困难挫折一大堆，考验才刚开始，障到。地藏经讲的如是，事实也是如是。所以呢，它里面讲说呢，是故众生，他所以说。地藏菩萨讲说：“莫轻小恶，你不要以为这个小小的恶事没有关系，恶的念头没有关系，小恶能积大恶。以为无罪，好像小恶没有事，死后有报。你死后以后离开这个无常，这每一条都要算，千毫受之，一点点都要算。父子至亲，就像父亲当好的一个，比方说是当一个好的一个菩萨也好，他也没办法去救你啊。”好，父子之间歧路个别，大家碰到好像这个岔路口一样，没办法去救你啊。纵然相逢，看到了也不能够代受，你还受我的苦啊。那这个叫做业力因果的可怕。那我举一个公案，就是能障圣道，发生在台北的去年98年的8月，
我们某一位高工的老师，他非常慈悲，但是他有我刚刚讲说慈悲善良，这个是我们的本性啦哈。但是因为修行，你还没有到一个业，你还没有办法业尽晴空，那个业力你是一定要去消的。刚才我也跟师兄姐讲，你要透过修行的，把毛病习气赶快改变。刚才师姐问我说：“师兄，你刚刚讲说龙山寺那个董事长，他护持龙山寺功德那么大，那为什么他不能改变业呢？”我说我又没有跟他互动过，我也不晓得他这辈子里面他到底有没有把习气毛病改掉，我也不知道啊。所以那个业还在啊。梁武帝盖那么多庙去见达摩祖师，他说：“我盖了这么多庙，我盖了这么多佛寺，我供了这么多法师，我印这么多经呢，有何功德？”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你说：“没有功德，他没有功德送客，因为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那达摩祖师讲一句话：“尽至妙言，体本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事求。”什么意思？我给各位听。你做善事是有福报，那是对的啊。那功德呢？功德在法身中求。什么叫法身？就是清净心啊。你要放下执着啊，你要放下嗔恨啊，你要放下贪嗔痴慢疑啊。你必须放下这些习气，他才有办法见到智慧啊，见到你本来那个清净的心啊，那叫功德，那叫法身啊。所以尽至妙言就是智慧，体本空寂，体本就是心是。虽然你看不到，但是你感受得到啊。它本来就是空寂的，空寂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如是功德不以事求，这些功德不是从世间去做多少好处才会变成智慧，不是。做好事只是一个基础，功德如是功德不以事求，不是从外面去拿的，是要从自心去修的，去放下习气毛病执着的，这是如何改变业力的一个方法。所以刚才那个师长说，那龙山寺那个董事长都盖那么大的庙，他都不能改变业力，那个是福报。但是你改变业力，要把福德转成功德。那福德转成功德怎么修？福德就是有执着，功德就是不执着。那好事就变成功德，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消贪的业。这样各位懂吗？所以只差一念之间而已哈。所以呢，印光大师有跟我们讲，他说现在的人呢，对症下药，就是要知道因果。今天如果不以因果为救世救众生、正本清源，舍掉这个方法，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救。所以，任凭你的智慧再高，你的道德如何高尚，如果你心中没有因果观念，就是心中无王法故，没有因果，那这样是没有用的。所以印光大师说，现在这个当今之世呢，如果不提倡因果报应呢，生死轮回的事理，你想要平天下人民安乐，就算佛祖圣贤都出来，也莫可奈何。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整个大环境、气候的变迁、人心的恶化、伦理道德的衰落，那怎么样呢？一定要强调因果。如果每一个人都知因果，每一个人都不敢去做坏事，我们人心就会进化。我们人心进化，我们社会才会祥和。那警察才不会说一天到晚事情做不完，忙得不得了，疲于奔命了。如果每一个都好的，我们警察就很轻松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第二堂呢，我们就讲到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因果的业力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它不是说不能够改变。我在总结刚才讲的就是说，你从心念上去改变，你心念去转成善念去亲近，那你一下子亲近不了，你多行善事，慢慢这样去做，那做了以后就学会放下来，那慢慢的你心念就变成了老和尚讲的，你到纯善无恶的时候，你也许现在做不到，你这做一分算一分，放下再放下再放下，你最后一定有办法做到老和尚讲的心念纯善无恶。那么第三节我们要讲的就是人心不救来不及。那么现在很多人都讲说要救地球啦，要救地球，要先怎么样啦。其实救地球要先救人心，因为人心变好呢，那地球就会好。所以为什么人心不救来不及呢？现在也有很多这些科学家啦，这些修行人啦，他们讲他现在呢这个天灾呢这个天灾呢越来越严重了，的确也是如此。你看这个，我们看这是排放这二氧化碳啦，北极冰山融化啦，温度升高，大山灾小山灾，这样不断的来。你光像海地这样
一个灾难来就可以死掉10万、20万人，这很可怕的呢。你说难保哪一天这些海啸、这些地震，它不会发生在台湾呢？像我现在就常常在想呢，哎呀，我们现在住这个高楼，那如果哪一天地震来，这些高楼全部都塌了怎么办呢？我都常会想这个问题呀。所以，我们台湾一定要大家要集那个善的力量，要善的力量越来越强，那个福就越来越大。那记这个福报呢，记的是善的力量呢，我们这个地方台湾就是一个平安的岛。如果大家都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不从善心善念下手，大家都是造恶的话，那台湾就遭这个共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逃不了的。所以要救地球也好，要救我们台湾也好，要救这个生态环境也好，要救我们未来也好，要救我们的祖孙也好，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教起。如果现在再不教不救，绝对来不及的。你们如果去看过2012，那我去看2015真的是吓呆了。但是你有时候把它场景拉回到我们88水灾，场景拉回到现在海地，你说已经有一点接近了，接近2016那种场景了。那如果哪一天如果真照2025这样讲，那可能我们现在台湾北部、南部很多地方都变成城下的海里面的海底城市了。所以呢，知道因果，然后重视伦理道德教育，重视家庭教育，从每一个人信念开始改做起，我相信未来地球还是光明的，还是有救的。所以我们下一节呢，我们要谈人心不救来不及啊！我们下次再见，谢谢，阿弥陀佛。接下来要跟各位报告人心不救来不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治安状况。我想台湾如此，其他地方也如此。这个是全面性的，是人心的共业，地球的共业。那我只有几简单的，大概是从去年98年，就是2009年的这个6月到今年初2010年的1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让各位看一下我们的人心到底乖戾到什么程度。在去年6月，新竹这边发生一个案子，一个留美的硕士非常孝顺，有一天跟朋友在海天一线公园谈事情，被几个年轻人看不顺眼，当场抽起现场的木棍，活活打死。这个事情震惊整个台湾的社会，惊动到我们的领导高层。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刚结婚，也是非常幸福美满，跟在座各位都一样幸福美满。有一天骑机车买个晚餐，2个便当，要回家，小2口要过一个幸福的晚餐，经过新庄一个堤防外的道路，被莫名其妙一个子弹射过来，死在现场。那么第3个呢，台北有一位田姓女子，因为吸毒吸药，用钱买毒品，就把她的爸爸74岁的爸爸，因为钱给太少了，用3把刀把他砍了24刀致死。第4个案子，三重一个19岁的少女，因为网交受孕，生出一个男孩，她一气之下，因为她是被性侵的，就是从性侵就是强暴，就是从这个天井大楼天井丢下去，把它当成一般垃圾这样丢下去。第5个呢，台北市一个男子妻子外遇呢，先生一气之下用门被把他闷死，然后2个小孩带着爸爸去投案，这个电视也有播出来。那么第6个呢，汐止有一位曾姓女子被人家借了300多万，那对方借钱的人呢要赖债，把他母子骗出去，在汐止把他在溪边把他溺死，假装是溺水。这个案子后来警察也破了。第7个案子呢，高雄一个老农给了1000多坪的土地给他3个小孩，后来因为他的女儿没有钱治病，他拿了一点钱给他治病，结果被3个小孩骂他说：“短命鬼，怎么不去死算了？”老农一气之下告到法院，把郑乙的这个1000多坪土地要回来，人伦悲哀哈。第8个呢，台南一位沈姓
这个沈姓的这个老人家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比较孝顺，二儿子呢就比较不乖。那个二儿子要跟他要钱买酒喝，他爸爸不给，恼羞成怒，他就用脚踢他爸爸，然后还讲说他踢给他时只是刚刚好而已。第9呢，板桥有一位人呢，他为了3000块，用枕头闷死一位不相识的女子。3000块换的来生来世呢，冤冤相报。第10呢，台北新庄有一位老朋友，拿给对方3000块就要去买电话预付卡，对方买了以后不能用，他就叫人家揪重去把叫他3000块吐出来。结果呢，对方不给钱，没有还钱，活活把他打死。就为了1、2千块的事情，2、3千块打死一个人。第11呢，去年的8月，台北县三重有位老伯伯，各位都看那个报纸，因为他女朋友呢，把他的中了那个彩金6合彩的那个大家乐的彩金呢，花掉60几万，他一次下把他打死了。打死以后，把他装在行李箱里面，还做统联客运，要到这个南投埔里去面尸。那做统联客运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人帮老伯伯说：“我帮你推。”结果推上车，那个老伯伯就把这个遗体、这个尸体呢，用行李箱装起来呢。就到南投要丢的时候，刚好88水灾，他想利用那个时间让水冲走，结果被一个早起的老农呢发现，报警抓到。为什么？监视器有拍到。第12呢，这一个发生在我们台北县的一位李姓的这个男子呢，这个25岁这个李姓男子呢，因为他坐火车呢，他不小心看到对方，那对方那个男的呢有忧郁症，他好像是17、18岁而已。他以为他在看他女朋友，他从树林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呢，就拿起一把兰坡刀，当场把他当着100多个人面前把他活活刺死。接下来呢，我们台东县有一位张姓男子开工厂，没有钱跟人家借钱，借300多万周转，结果不想还钱呢，就把债主约出来以后呢，把他杀死以后弃尸在山区里面。第13呢，我们台北市中山北路有一位大饭店的厨师啊，因为他女朋友把他花钱花光了，那背叛他，他一气之下呢，就把他掐死了。他们兄弟姊妹帮他弃尸，结果全部捡进去。第14呢，那去年的12月呢，我们高雄建村有一个这个孙子呢，因为嫌阿嬷他吃了安眠药又晃神呢，竟然用铁链木凳把阿嬷从小拉他长大的这个阿嬷这个活活的打死。那第15呢，这个桃园有这位失业的一个李某呢，因为要跟妻子已经分开要复合，结果他妻子不答应，他躲在车子后面，在车子开车的时候呢，在车上把他前妻呢杀死。那第16呢，我们南投有一位28岁的这个林姓的这个少妇呢，因为他签赌呢，赌大家的输了好几千万，那地下钱庄要逼债，他为了要还这笔赌债呢，竟然用食物呢毒死他的先生跟婆婆，骗取这个保险金。这个电子报纸的登很大。那么第17呢，这个桃园这边有一个开计程车的这个计程车行老板呢，他呢被这个抢犯呢把他杀死以后，弃尸在这个近郊呢，尸体被狗咬了，车子也被烧掉了。以上我随便挑了这10几件案子，17、18件的案子，都是发生在我们最近半年，在我们台湾地区的一个很重大的治安事件。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什么？印光大师讲的，众生不相信因果，不相信因果。因为为什么不相信因果？他们认为呢，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不知道真相，认为善恶都是空的，没有因果。那圣贤讲的都是荒唐。像刚才我跟各位同学，你们结果听了受不受用？他说很好，我很喜欢听这个故事。我刚才跟会长讲，这些小朋友是最有福报的人，你们这样都会改变命运。你知道，从心念开始，过去的不要去埋怨，父母不要埋怨，家庭不要埋怨，你从心里去改变。
了解因果，明白道理，知道圣贤的道理，了解因果了。因果从哪里来？从我起心动念开始造，那你忏悔、发愿、改过，你开始了解了，从心下手，心念尽量转到善的，恶的把它转掉。你慢慢的，你心念都是善的，恶的都没有了，你慢慢就命运就开始改变了。完了以后呢，你将来人际关系就改变了，亲子关系就改变了，兄弟姊妹的互动关系就改变了，周遭环境就改变了，你的环境改变，你的贵人就出现了，你的命运就开始改写了。那你将来你就福报就会现前，你所种的都是福报，就现前。现前以后，你再发大心去帮助众生，去布施、慈悲、洗手，去帮助苦难的人。你越舍越多，越舍越欢喜，你智慧慢慢开了，钱不再重要了，你慢慢的身心是可以放下的，那你开始过解脱、自在、幸福的生活，那么你人生就是圆满的。这个叫做深信因果。那不相信因果的呢，你就是随着定业在走，随着命定的数在走。你该什么样的生就什么样的死，该什么样的死就什么样的死。这些业力的牵引由不得你来决定，你就必须要去受报。就是我们刚刚看这些故事，当然这里面也有很深的因果故事，但是印光大师跟我们讲，因为现在的人他不相信圣贤道理，所以他们就会经会教，伦理道德也不要了。所以呢，后果就是刚才讲这样，人心这么乖违。那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家庭教育很重要，所以各位将来都要为人父母的，你们一定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你才会亲近善法，一定有碰到善知识，你才会今天参加这个讲座。那你将来会为人父、为人母的，你怎么教育小孩？你一定要懂得圣贤道理，你有智慧了，你就知道怎么去教育小孩。我们报纸有登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父亲看那个不该看的影片，就是色情影片。他看完以后，他也没有收好，没有放好，就把那个影片放在床铺底下。那爸爸去上班了，小朋友就不知道，那4岁小朋友就把那个影片拿出来一看，他照影片动作去学习，去做，跟小朋友在玩。他爸爸回来吓一跳，怎么会做这个动作？我跟你讲，子不教呢，父之过了。坦白讲呢，父亲也有责任，不是全部推给老师了。我们上面的人没有做一个示范，好的示范。所以印光大师呢，他在70年前就预告，他说现在天灾人祸、杀父杀母、杀夫杀妻、杀子会不断发生，人心越来越暴力凶残。为什么？什么根源？因为众生不相信因果。刚才各位我念的这17个故事，有杀父杀母的，有杀子杀妻的，都完全跟印光他讲的现在的这个末法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像各位你们将来都会跟电脑有关，你们都会从事科技的工作。那现在因为电脑很方便，那么网络也交友非常广泛，但是事实上它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在这个里面迷失掉了。我就举2个例子，让各位了解一下，你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那么这个98年7月，在我们自由时报有登一个报道，它的标题就是暴力电玩虚拟成真，少年冷血杀少年。就几个年轻人，他们只是因为其中一个向另外一个人借3000块没有还，那这个被欠钱的人呢就不甘呢，就约几个朋友出来说，叫那个人把钱还给他3000块而已。那个人不还，活活的当场把他打死。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像你们今天来受这个教育，我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救自己，还可以去救别人。因为你开始知道因果了。现在这个就很可怜啊，他这样活活被打死了，到随便在一个破庙就丢下去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这个新竹，他也是在这边领众共修的一位居士。所以父母跟小孩之间呢，有时候你都跟他讲圣贤道理，教育他，有时候就帮助他走出一个光明的道路。你给他钱，他不见守得住。你黄金给祖孙，祖孙不一定能守。那你有书给他，他不一定会读，但是你不如告诉他圣贤的道理。我们这个师兄就这样，他在这边呢，他自己本身。当然，他本身也有在修行的哈，但是这个刚刚讲，这个小孩子跟父母之间的业啊，有时候也是很难去解释。那一天，他小朋友呢，晚上到2点，
他跟他讲说呢，爸爸有人找我，他就出去了。出去是怎么回事呢？他女朋友有借一部摩托车给他骑，那他有骑过这个摩托车是没有错，可是那个女孩子的前任的男朋友出现了。他说：“哎，你摩托车给我骑坏了，你要赔我1万块。”他说：“哪里有1万块？只有几千块而已啊！”他就给他捞口袋弄起来只有3000块给他。他说：“不行，一定要1万块。”当场2点多啊，2、3点，在新竹这个地方啊，几个人活活的用棒球棒把这个人打死。你就知道说现在这个少年犯罪啊，真的是很严重，真的很严重。我们必须要去重视这个区块。这些少年犯罪将来都变成10大枪击要犯。所以这个网络问题呢，也很严重。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这些青年朋友呢，让他们知道因果教义，让他们知道说，天地间之间有这个因果存在，这个天地很严格，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所以当他们要在作奸犯科之前，要出轨之前，先告诉他因果是不空的，你做了就必须要负责，这个结果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就举这个发生在台北县中和的一个去年发生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案子，一个方信国中的女生，她那天不去上课。他爸爸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呀，我今天送你去上学好了。”他这个女孩子说：“不要，爸爸，我自己去就好了。”我跟你讲，那个恶缘开始来牵的时候，他连爸爸都救不了他。刚才我们讲父子至亲呢，歧路各别啊，歧路相逢呢，不可代赦，没办法去救他。结果这个女孩子呢，她就跟另外一个徐姓，一个叫双人喜，一个叫严夫喜的，一个双人喜的这个严夫喜的这个人，也在台北县的新店那边见面。那这个方信国中女孩子呢，就出去以后呢，跟2个在那边谈了半天呢，那个双人喜的呢，就起了歹念，就给这个方信国中的2年级这个学生呢，给他性侵了。那性侵以后呢，还不打紧，他讲他怕他报案。就当场呢，就把这个男孩子讲了，跟那个严武喜讲的，就把他杀死。你看，他起了个恶念，把他杀死。他把他杀死以后，割喉以后放血以后就把他丢在一个新店的破屋的黄火巷里面，变成一堆白骨。这个案子发生，他父母都不知道。是后来发现白骨，警察介入调查。在警察还没有介入调查以前，这个双人喜跟严武喜这个年轻人啊，他们有一次开车了，被警察追。你看那个业力就开始牵连，你不要以为做坏事，你以为这个，我们讲说天眼洞视，天耳侧听啊，你不要以为都没有这些因果存在啊。就他们正在飙车的时候被警察抓到，因为他怕警察抓到，因为他有做过坏事啊，所以警察拦他的时候，他跑给警察追，那警察就当场开枪就打到其中一个腿。那个严武喜那个人就中弹，那个双人喜的还陪他父母找民意代表出来开记者招待会，责骂警察说警察乱开枪。结果弄了半天，他们2个是歹徒。结果警察当然也因为警察案子还没有破解，也不敢确定啊。后来这案子破了，是这2个人做的。那个严武喜那个人躺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呢，他后来变成瘫痪，整个腿都不能动了。子弹拿出来以后呢，整个伤到筋骨以后呢，他那个脚不能再动了。他跟护士讲，他说这个是我的现世报。然后那个双人喜那个祖先呢，他躲起来了。他们的叔叔伯父那些回到祖先去祭坟的时候呢，他们要去祭坟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家的坟墓那个墓碑突然间裂开。那祖孙那个祖父都觉得不耻啊！我怎么会有祖孙做这种坏事情出来呢？那个墓碑突然裂开，你看这东西很玄，很不可思议哦。他墓碑裂开的第2天，那个双人喜那个人就被警察逮到了，案子就重见天日了。所以你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天不知地不知，你不知我不知，谁知道？当然是知道啊！最后还是。我们以下讲的，通通因果都会浮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公案非常让我们警惕的一
印光大师讲，社会会混乱，为什么会有灾难、天灾人祸？因为众生不相信因果如果去消灾免难，如果让这个地球的恶化、人心的乖戾能够回头，一定要因果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少年犯罪、网络问题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净化，让年轻人也知道因果是不空的。那第四段呢？我现在跟各位讲，相信鬼神是存在的，这一段一定很精彩，也不要再睡觉，好。因为你知道以后说黄师兄讲，我现在跟你讲因果教这个 X 档案里面，我先跟你讲一些因果的道理，然后我现在接下来讲呢，就相信你相不相信鬼神？如果你相信鬼神，我现在讲生命是会轮回的，那我最后跟你讲，生命是会轮回，你要知道圣贤的道理，要听老人言，不听的话，吃亏在眼前。你如果再不听，我下午跟你讲。现代的因果报就是让你听，让你怕，所以这个有步骤的。我先让你相信鬼神存在，然后生命是会轮回的，因果是不空的，然后那叫你知道圣贤的道理，最后你再不听，我就跟你讲报应给你听。这个我不是发明出来的，我以前因为我跟我这个行业有关，我以前就会收集这些资料。怎么会收集？我不知道。民国80几年的时候，81、2年的时候，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看佛书，就像跟各位一样亲近善法。那时候我就看到一本唐湘清居士编的《现代因果录》，我当时就发一个愿，我就说我将来要编一本现代人听的现代因果报应录。结果我就开始收集资料。古代的、现代的，还有报纸登的，我就全部到齐。我家里的资料非常的多，讲不完。好像是菩萨送过来给我的，那我就整理以后呢，大概是在这个好像2002年，那时候老和尚回国，我就跟老和尚报告。老和尚说：“你编一个民国元年以后的故事给大家看，因果报应。”那我就7天之内我就呈出来给老和尚，老和尚说很好，就流通，就是《现代因果报应录》。刚才我们一开始泡泡前面那本书就是了。我们今天也会跟各界结缘，各位回去好好翻完讲给别人听就是法师。如果你去布施的，就是财施；你讲给人家学乖了，不去做坏事的，就是无畏施。你就变成得健康长寿，你就得富贵，你就得智慧，统统有了3施。那完了以后呢，老和尚又叫我说，你应该把因果故事讲出来。我一直都是很低调，因为我人在宫门，我想说我自己这样做就可以了。老和尚说不行，你要把它讲出来。所以我就也请各位不要嫌弃我修得不好，我把真实故事讲给各位听。我能做的就当跟各位分享真实的案例、真实的公案，来帮活菩萨多抢救人心。人心多一个善人，那就少一个恶人，那这个人心地球就有救。那我今天现在讲的这个就是相信鬼神的存在。我常常问人家说，你相不相信因果？你相不相信报应？你相不相信鬼神？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那我今天必须提出证据出来给大家，让大家心服口服。第一个题目很耸动，而且很刺激，半夜宴鬼来敲门。那这是我们台湾刑事专家，各位都在报纸看过，杨志忠博士，他是刑事鉴定专家，任何案子经过他都可以几乎是10件9件破案。他今年84岁，过年84。他每年中原普渡一定会回刑事警察局，那边有很多放那个断手断脚的啦，那些头部的那个冷藏的啦，那是保存的那些证据他每年中原普渡都去那边拜这些呢台湾的俗话讲好兄弟，他敬鬼神哦。他虽然是科学鉴定专家，但是对这些不思议的世界，他是尊敬的。换句话说，他相信存在。那么这个第一个案子是发生在民国80年，在各位可能也去过淡水
沙仑海水异常，去那边游过泳。有一个女孩子，整个脸部被毁容，被用刀子这样割开，从这边割开，都不见了，整个脸都不见，只剩下骨头，就趴在沙堆里面，让她不见天日。然后呢，民众发现以后，警察就来以后呢，法医杨柱松、法医刘向进，他们这几个就来验尸的。好，验尸以后呢，真的这个死因可疑。因为如果是要被鲨鱼吃掉，那应该胸部、腿部应该被鲨鱼咬啊。那怎么脖子以下通通是完整的？那这个头部以上脸不见了，他毁他的容嘛。所以杨博士觉得这个有可疑，就把他送到板桥殡仪馆冰起来。冰起来以后呢，民国80年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冬天啦。好，杨博士喜欢看，那时候频道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杨博士在看日本的第4台的日记影片，他正在看津津有味的时候呢，有人来敲门了，杨博士，他就去开门了。开门以后呢，杨博士把门打开，他说：“请问一下，小姐，你要做什么事？”他那时候杨博士看得非常清楚，杨博士看到他额头这边有血块，然后眉头深锁，很忧伤的样子。那穿了一件名牌的蓝色的这一个运动衣裤，然后他跟他讲：“我要验伤。”那杨博士因为太有名了，他住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会找他验伤。他跟他讲：“你要验伤，明天早上到忠孝东路4段刑事警察局来找我。”那个女孩子就头低低的，不讲话，嘣一下就不见了。杨博士说：“奇怪，怎么没有打个招呼就走掉了？奇怪，怎么没有打招呼就走掉了？”他觉得这个人没有礼貌。杨博士觉得很奇怪了，是怎么会这样呢？那是第2天呐，就跟刘湘念法医讲说：“我们再走一趟到板桥殡仪馆去。”各位啊，我们来投胎都是光秃秃的，你生出来是妈妈给你打屁股，你开始哭了，对不对？光秃秃，什么衣服都没有穿来啊，你也没有带钱来啊。那走的时候呢，人死的时候到医院去啊，衣服都会被扒光的。真的，我看过生死一线牵。我们警政署的主任、督察室主任万善培，他要往生的时候，因为他儿子比他早走，他是得癌症的。当时我给他关怀在荣民总医院住院的时候，我非常不舍。他也是我老长官啊，被丢在那个太平间那边啊。我在跟他关怀的时候，我是有感觉他这边有泪光了，因为他得癌症，他不敢见人啊。因为他心里很煎熬啊。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说话，说他们家人跟我交代，他说：“你不要说死的问题，不要说往生。”我说：“他什么都不能说呢。”我就跟他讲生命的道理，生命是生生不息的，灵性是不灭的，因果是不空的。我跟你讲这个道理，我没有讲到死，也没有讲到往生。他听进去了。所以那天往生时他穿运动裤，紧急送到荣民总医院，来不及准备，西装都穿不着。你现在很漂亮的衣服都穿不着，各位男生女生都一样。好，然后呢，去的时候穿运动裤。后来我就给他这个助念完了以后，藏医师把他丢在那个入口处那边等那个大体车过来。我说这样不尊重，来我一起来帮他念佛。我那天晚上忙到半夜凌晨4、5点，把他送到台北第2殡仪馆。第2殡仪馆那个冷冻库，各位去过没有啊？你们一定没有去过，对不对？我一看那个牌子，今天晚上冷藏500多具。那他太太已经都快晕倒了，老夫老妻了，生离死别啊，骨肉分离啊。那一道门打开，就推车推进去，他女儿就抢着要说：“等一下，我要跟爸爸换衣服。”他就拿了爸爸的裤子、衣服，他进去。那个藏医社能讲不用，这边的衣服要穿，就推进去了。所以你要知道啊，在亿万富翁啊，你到太平间通通平等，所以叫太平等了。这平等了嘛？太平了，太平等了啦！有钱人也是躺在这里，没有钱的也是躺在这里；有钱人也是一个冰柜，没有钱的是一个冰柜，通通一样，叫太平等，叫太平间了。
这是我想出来的啦，我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这个杨博士呢，就进去到板桥殡仪馆，就问这个葬仪人员说：“这个那一天送来那个某某小姐那个衣服放在哪里？你各位啊，你穿再漂亮也有名牌的啊，法国的、意大利的啊，到那边通通收起来。”他就放在柜子里面。他一打开，那个女的是穿运动衣裤，名牌的。杨博士一打开以后呢，各位跟昨天晚上敲门要验伤衣服一模一样。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灵性不昧啊，有鬼神存在啊，不是没有啊。所以杨博士说啊，他有冤妻，他有冤要生，他死不瞑目，所以他为他主持公道。这个案子呢就这样侦办下去。这是这个是我们联合报的名记者罗兰在《终结杀机》这本书里面登出来的。我特别引用他来让各位警惕，说鬼神是存在的啊，连杨博士都相信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口头禅“几头山处有神明”。你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学佛人叫做人在做，护法菩萨在看。这个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警察身上的真实的故事。98年8月，7年还热腾腾的案子，在我们台中县沙鹿镇中心路发生一件车祸。这个被害人姓黄，被人家肇事逃逸以后，那个人跑掉了，那个车子全毁了。那警察呢就到现场处理完了以后呢，路人有提供4个号码的资料。一般来讲，4个号码再加上英文字母的时候，警察是可以查得出来。照警政署的那个车籍系统一打，就可以输入这个车是谁的。但是那一天这个案子很奇怪，监视器所录的东西呢找不到，然后民众所提供的目击证人所提供的数据呢，那打出来也不对，6件都不对。那一天刚好是98年的8月13号，农历是6月23，台湾民间的关圣帝君圣诞。那个警员就跟这个处理的同仁叫我们这个同仁叫严志明，这个警员，他说：“严同志啊，你跟所长到楼上2楼啊，拜关圣帝君一下。我们警察人员呐，办公室或是主管房间都有关圣帝君，拿了大刀，那代表什么？代表公理正义，代表执法正义。所以我办公室有一尊关圣帝君，左边看春秋，右边拿大刀的。”那结果这个警员就告诉这严志明，他就上去跟关老爷祈求。那天刚好是关老爷圣诞了，他说：“关老爷啊，请你帮忙让我破案了。”那当时有洗几个相片下来，从监视器洗几个相片，但是都不明显，上面没有英文字符。他正在拜完关老爷下来以后呢，他再把原来的相片调出来一看，上边那个4个号码里面再呼出一个 D，ABCD 的 D。那 D 呼完以后，他马上就 key 电脑打 D， 然后因为前面还有一个1码，但是他先打 D 以后，英文后面排下去，打出来有一个人叫蔡坤墨，住在台中县的外埔乡，今年52岁。他就打电话给他，他说：“蔡某某，你是不是有在沙鹿撞伤一个人，这个肇事逃逸？”他刚才怎么讲？没有的，警察黑白讲没有啊，没有这个事，我怎么撞你？你不要在那边乱说。他说：“不是我说的，关老爷说的。”真的假的？各位都没有睡觉，眼睛在看着我我们现在听菩萨都关老爷在看呢，地藏菩萨都在看呢，活菩萨都在看呢，看各位这么善良，这么上进呢。结果呢，他说关老爷说的真的？怎么说呢？他说：“刚才我本来查不出来那个英文字母，可是关老爷叫我查出来是 D。”他说：“是不是你？”他说：“是啦，是我撞的，我跑掉的啦。好，你现在来报案，不然关老爷会找到你。”不敢，你就不要关老爷，不要来找我，我去报案我去投案就是了。他乖乖来投案问笔录，承认是他做的。这叫几头山处有神明啊！我拿出证据给各位看了。结果很有意思啊，同仁就问那个严警员说：“你到底……他后来他就把那个相片再回过头再去问的时候，那个 D 不见了。”玄不玄？很玄。故事是不是真的？真的，不是假的，如假包换。我跟你讲，沙鹿派出所警员严志明，不然你去问他。改天你经过台东县去问他，说黄警官讲这故事真的假的？这不是假的。关老爷什么？关老爷帮助他。那关老爷帮你很简单的，他这 D 就跑出来了。
不，我是形容词的，不是真的这样吹的，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菩萨只要动个念头就出来了嘛，所以跑得掉，根本跑不掉，所以跑得掉，所以叫做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啊。所以那个蔡公木就承认了以后呢，那几年就问那个严志明说：“哎，你到底是演老花眼还是关老爷显灵呐？”义公，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反正现在地也不见了。他说应该是神来之言，我们这神来之笔，这是神来之言。这是第二个几头三尺有神明。那第三个呢？公案就是什么？杀人害命鬼神之。这个发生台北县巴黎台北港，是95年的事情。95年发生的事情呢，后来呢，这个案子是98年破了。他是一个姓王的这个司机呢，砂石车的司机呢，被同样是砂石车司机把他害死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中间有什么过节把他害死，害死又把尸体丢到我们这边桃园的芦竹海边把他丢弃了。丢弃以后呢，冲到海水口的时候呢，检察官的验尸觉得很奇怪，因为好像雕刻漏水那种感觉。雕刻漏水，各位，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人家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百密必有一疏啊！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怎么会不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结果呢，这个歹徒有跟我们2人，一个姓宋，一个姓何。那个姓何是主嫌，姓宋是帮助灭尸的。那个姓何的把他杀死以后呢，他人跑到台北县三重打大哥大，晚上11点，那个姓宋他叫他说：“你到桃园芦竹海边，到桃园芦竹海边，你拿王某某的大哥大接我的电话。”那个姓宋就是台北县三重打一个电话，打到桃园芦竹给这个姓宋来接听，但是姓宋不答话，中间停了20秒钟的一个空白记录。为什么？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知道什么原因吗？铸造不在场记录，警察会调通联啊。我常常讲，人做坏事人在做天在看啊。路边的监视器叫什么？叫做天眼通。各位，凡走过必留痕迹，你的大哥大都有讯号，警察可以去调通联记录。你往哪边跑？我下午会几个案子里面 ，MSM 里面的记录档案里面都可以找出来大致记录。你的 IP 毁掉，我们只有 IP 就找得到你怎么犯罪记录，怎么找不出来呢？逃不过啊！现在科技的道理，通通跟佛法一样，跟佛经讲一模一样。你们如果去讲你们如果去看这些前世今生的故事啊，第六感生死恋啊，我第六感真的看得百看不厌了。为什么？跟佛经讲的一模一样，绝对不是杜撰出来的。所以呢，这一个王姓的这个司机被害，这个家属就很不甘心，他说绝对不是漏水，生前漏水。他跟警察讲，警察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有不在场证明，因为我调姓何的、姓宋的当天的通联记录，一个在三重，一个在芦竹。那个姓宋当然警察调不出来，因为他是用他的姓那个被害人王先生的大哥大，在芦竹那边讯号是这样啊，所以去查姓何的通联，命案时间他人在三重。你看这样的一个蛛丝都可以找出马迹出来啊。结果警察后来从他女友下手，这是警察科技办案，从女友下手。那这些家属呢不满呢，就去问神。我跟你说，什么事情鬼神都知道啊，那就问神，你猜神怎么讲？神说呢，我跟你讲，你先生不是漏水自杀，你先生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是遭人杀害，而且凶手2人，你的神都知道。结果警察就透过通联记录查不出来，透过女友用这个小以大义，然后这个测谎，他女朋友后来没有通过测谎讲出来说是我男朋友杀的，姓何跟姓宋都被抓到，下面好像泡泡应该会出来。
这个姓何的姓宋俯首认罪。为什么？就如同刚才讲的，关老爷显灵，他这个呢，神都已经知道，他讲出来。那当然后来也有证据的哈，证据以后，所以呢，这个故事应验什么呢？应验在关圣帝君里面有一本经叫《绝世真经》，这也是一本善书。它里面讲，他说：“若是七星，便是七神，是知天知、神知、你知、我知。”这个关圣帝君是我们正义之神呢，大家都非常敬仰他呢。他在讲这个，他说：“如果你欺骗你的心，就是欺骗神。”他说：“有事知，天知，神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至少被害人知道嘛，那就我知嘛。你是作案的，你知嘛。所以一人独持，不要以为人不知可以做亏心事，这叫暗示亏心。这是第一个，我跟各位讲 X 档案里面第一个，你要相信鬼神是存在的。那么这个 X 档案你就知道说因果不可思议。那接下来呢，我跟各位讲第五个纲要呢，就是相信生命是会轮回的。你唯有相信生命是轮回的，你就不敢造恶，你就不敢做违背因果的事情，因为你知道因果会相报的，冤冤相报的。所以因果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劝善的话：你躲得了一时，你躲不了一世；你躲了今生今世，你躲不了生生世世，你躲不了。所以呢，欠命的要还命，欠债要还债。知道有三世，就会怕因果，不敢做坏事。那么我接下来讲3个故事给各位听，你就知道是生命不是只有一般人讲的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那叫断见。这人死了永远当人，那也不对，那是常见。佛讲这断见跟常见都叫邪见，不对。6道是互相交替的，互相轮回的。所以第一个公案呢，生命是会的第二个公案，我讲呢，他断气10小时，起死回生。这真实公案发生在民国84年的3月26号，地点在台湾省彰化县湖心乡下联村。这位老菩萨呢，当事人是莲房谢流，67岁，癌症末期。他往生那一天呢，26那一天呢，他家人帮他助念呢，这一个家人没有不懂得帮他助念。他往生的医生说没有办法，就是送回家。送回家以后呢，家人就一样按照习俗给他穿寿衣，那在脚尾巴给他烧脚尾钱，拜脚尾饭，这是台湾的习俗。那从3月26号的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一共有10小时呢，他心都还温温的。各位，我跟你讲一个道理，印光大师说的，叫探温法。所以一个人如果这辈子也没有修行，没有修行，做好事没有做好事，都决定他这辈子生命结束以后，他往生到哪一道哪一界去。我们一般讲有10法界，佛是最亲近的，智慧完全开；菩萨也是开智慧。那还有一个叫圆觉，叫做毗支佛；另外叫做罗汉，叫声闻。这个叫四圣法界，这就是他们已经离开轮回了。他们不受轮回之苦，这是4种圣人，叫4圣法界。那6道是什么呢？你做10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骂人，不两舌，不妄语，不欺，不贪，不嗔，不痴。你做上等的5戒10善，下一辈子你离开人间的时候，可以到天界当神。如果你有持5戒10善是中等的，你可以当人。如果你有嫉妒心，你有做善事，有嫉妒心，但是呢，必须是什么？投生修罗，这叫3善道。但是这个也是不究竟，他福报用完还是要轮回。那3恶道就是做10恶的，杀生、偷盗、邪淫、恶口骂人、两舌、妄语、贪嗔痴。这个到最重的到地狱，中等的到恶鬼，轻的到畜生道。这叫6道轮回，2个加起来就10法界。那这个呢？这个印光大师有讲说，人如果往生的时候，他神是，因为我们知道各位，你如果往生的时候，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心脏会停止，脉搏会停止，呼吸会停止，瞳孔会放大，这是生理现象，这是瞳孔、脉搏、心脏还有呼吸全部停止了，这个是我们生理现象。但是佛经上讲呢，人要离开的时候，他有神识要离开。
那个神识就是一般民间讲叫灵魂，那灵魂是不是佛教说的？佛教讲神识，神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有，我刚刚讲的，一开始讲阿赖耶识，就是这个污染的心啊，这个叫神识。那如果你都没有污染的话，这个叫佛心，叫清净心，叫般若，叫智慧。那所以印光大师说，如果人往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最后温温的，你体温散掉的时候，这个地方最后温温的，叫鼎盛，你当圣人。如果这个地方温温的，最后才冷掉，最后才冷掉，这个地方当天。如果心脏温温的，就表示你这个人这辈子人做得很好，下辈子可以再当人，就是人道。如果你肚子温温的，那就是永远吃不饱，当恶鬼。那如果膝盖温温的，就表示呢你要到畜生道，因为畜生都用脚跪。那如果脚底温温的呢，最后温的，那就是地狱道，这叫探温法。那这个是佛经讲，各位，你如果我没有讲故事，你觉得说这个好像这真的是真的吗？我跟你讲是真的，圣贤讲道理是真的。结果这个莲老菩萨，莲皇谢流这个老菩萨呢，他从那个26号晚上10点断气的时候呢，他胸口一直温温的，胸口一直温温的，所以他的女婿因为也没有学佛啦，就在旁边给他说法啦。也说阿母啊，我先用台语讲，因为这是台语出来，我再翻成国语哈。阿母啊，你若要死，你就紧死；你若唔死，就紧活起来。我翻成国语说：阿母啊。如果你要死，就赶快死；如果你不死，就请活过来。这个是台语翻成中文了哈。他这个岳母被他这么一呼唤啊，这个心脏喊话以后啊，突然间躺在那边穿寿衣，两个手就往上举。用台语讲啊，我拿那背给你，你惊到不？翻成国语讲，我这样站起来会不会吓到你们？全家一阵的手忙脚乱，全部起来了，当然是有吓到，人活过来，谁不吓死了？10个小时都断气了，还活过来呢？就问他说：“阿母啊，台湾叫阿母啊，你刚才去哪里呀？”他那个人老菩萨就说：“他这个是善人，做好事，做很多好事，心地非常善良。”都有口说好话，身做好事，心存善念。你说我刚才我到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不省人事以后，我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呢，我的心中浮过呢，他心里很清楚，他已经死掉了，可是他心里他看到呢，他浮到一个观音佛祖的像出来，他说我就走入另外一个世界，我看到一条笔直的路，有一座桥，还有2个小孩子。女生，那我就是很惊慌，然后被一个东西把我吊起来，再把我摔下去，我就醒过来，我就躺在那边穿寿衣了。各位，是不是有第2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对不对？不是只有人世界啊，所以你要相不相信？你是怎么来投胎的？那你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你怎么离开这去哪里呀？你要知道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呀？所以这个生命它是。灵性是不灭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尊重生命？每一个众生都爱惜他的生命，说贪生怕死，所以我们不要去伤害其他众生，就是这个道理啊。他们是会报仇的啊！我等一下会讲很多公案，他现在不能报仇，等到你气衰，他就来报仇。这是第一个公案哈，10个小时回来。第2个公案是发生在我们新竹，好，这个题目叫死去的堂弟摇手，拔管死而复活。这个发生在我们新竹呢，他的这个名字呢叫赵信荣，59岁，也是癌症。他送回家以后，那他当天送回家以后，因为他们乡下也不会助念，所以呢，他弟弟呢赵信光就交代他的国小2年级的小孩子说：“你跟阿伯看好，就是跟大伯看好，不要让人家来动他。”那小朋友就是乖乖在那边，爸爸讲了就看着大伯的这个尸体呀、大体呀。就他弟弟去上班以后呢，这个赵信荣突然间站起来往外走，3个小时往外走，那小朋友就讲说：“阿伯，你不是死给那个背起来？”换成国语说：“大伯，你不是死掉，怎么可以站得起来呢？”然后呢，葬仪社就打电话给那个赵信光的太太说：“我现在送冰块过去。”那个赵信光他说：“不用送了，我大伯复活了。”
赵信龙啊，这个照片等下有出来嘛哈。赵信龙跟赵信光赵信龙就到医院去检查，他说你心肌梗塞，重新再做一个手术，医生再把他做一个心脏的导引手术，现在心脏好了，虽然还活着，他每天呢也做很多好事。那他们全家就问赵信龙说：“你刚刚死掉去哪里呀？”他说：“我刚才死的时候啊。”他说：“我死的时候呢，我晕眩以后我就昏迷了，我就没办法讲话了。可是你们讲什么我都听得到。我说我知道你们在喊我，可是呢我没办法动，我不能说话。”那因为这个案子是发生在去年2009年嘛，是去年台湾的是民国98年嘛。他说呢，他到那个地方去，突然間看到一个人。一个声音，而且人真的见到了，是2008年，就是民国97年往生的那个堂弟，跟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过来啦，这里很苦啦，回去。”他就醒过来了。各位，他的死掉的堂弟呢，来跟他讲呢，换句话说怎么样？他已经到地狱了，他已经到轨道了，见到他自己的亲人了。这是第二个案子，新竹这边发生的。那么这两个故事讲完以后，我先做一个跟各位讲，做一个省思。为什么他们两个死掉可以起死回生呢？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呢？一个人活多久，多少寿命，其实真的我刚刚讲定数。台湾话讲住好好的。能够死而复生，它是什么？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福报。如果各位有去看过净空法师的同学江一直老师的《因果图鉴》，里面画地狱的镜头。那么地狱变相图里面有讲到，他说人死掉以后，那个一共有7个七嘛，头七，7个七。那7个七以后呢，那这个第5期的时候。第5期就是死掉第5旬的时候，台湾话叫第5旬的时候呢，会到第5殿就5期。那有些人他尸体没有坏掉，就像刚才那个年老不是4个小时尸体没有烂嘛，没有臭嘛。那这个一般有些亡魂呢，他到5期的时候，他的魂到阴间去报道的时候，他第5期因果图里面讲，他会去到第5期看到阎罗天子。那阴间跟这边一样，各位。我讲到阴间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相信。我讲个真实的事情，也是笑话给各位听。我这一次到屏东监狱去演讲，屏东监狱的典狱长是我同学洪先生，他跟我讲说：“柏林啊，你知不知道很有趣的意思？他是基督徒啊。他说你讲这个因果，我相信。他说我们有个同学，我是官校是11期，台湾的中央检察大学是11期。”他说我们一个同学叫黄友金，我这同学已经往生了啦哈。我现在讲他已经知道我在讲他。他说我跟你讲一个真实故事。他说黄友金他跟他太太托梦啊，因为他可能在生前做的也不错啦，那这个是我们听他太太这样细述转述了哈。我不代表我的意见。一共黄友金跟他太太托梦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有一张借记，人家欠我的钱，借记是我同学跟我借的，几十万，放在我的办公室抽屉里面。因为他还跟他太太讲啊，他说阎罗王这边给我封典狱长啊。那我就跟玩笑我说啊，他生前有这个巴士的种子，他有做过这个监狱的这个典狱长，他有这个能力。那他跟他太太讲说呢，我抽屉里面有一张借条20几万呢，你去帮我拿出来，去跟那钱要回来。”他太太也半信半疑啊，真的这个事情吗？他的办公室抽屉一打开，真的有一张借条，然后在那借条去跟那个同学要说：“你有没有跟我先生借20几万？”他说有，他说我先生交代说你还给我，他说赶快还给他，不要欠他，不欠死人钱。我跟你讲，为什么叫报恩报恩，讨债还债来做见识？欠钱为什么要还钱？欠命为什么要还命？因果不空啊！所以啊，你。将来100年以后啊，要100年以后一定要跟太太交代清楚，我有多少钱，我有哪一笔钱，我有那个存款，你都交代清楚，不然老婆也不知道，老公也不知道啊。
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众生他有那个执着。所以这个地方讲说，第5期的时候呢，阎罗天那边设生死管道，那很多人就去找阎罗王了。哎呀，阎罗天子啊，我往生的时候呢，我爸爸妈妈还很老，没有人孝顺啊，你放我回去好不好？哎，我做那个铺桥造路还没有完成，你放我回去把桥完成好不好？阎罗王说：你是善，你是恶，自有土地神、城隍神、查查神日夜查报本殿，不用你辩解。你自己知道，你到底是善还是恶。他说：如果你不信，我让你现在看这个内镜台，让你看，全部你一生的善恶功过全部照出来。如果你再不信，我就让你登望乡台，让你看现在故乡的一切，你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你的财产现在怎么样。看了以后，你要死掉这条心，乖乖上路吧。这个就是人为什么可以起死回生呢？其实不是我们讲那么简单的。所以江一直老师就讲一句话，他说：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半点不由人啊。所谓内镜台前正罪孽，望乡台下挥故乡啊，那个地方不能去啊。那你造善造恶，内镜台在哪里？在你的心境啊，心如明镜，会造出你这一辈子的善跟恶啊。骗得了别人，骗不了天跟地啊，骗不了鬼神啊。所以我们要相信鬼神是存在的，生命是会轮回的。我们今天上午这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那非常感恩各位同学很捧场都没有睡觉，非常感恩，谢谢，阿弥陀佛。好，我们呢继续，生命是会轮回的哈，生命是会轮回。那我接下来讲的第3个公案呢，就是被闷死的张姓女童再来续前缘。各位小菩萨刚到人间呢，只有20几年，你也是这样来的，我们都是这样来的。那这位张姓女童呢，她叫张雅文，5岁，她是在民国93年呢。各位如果看报纸的话，93年在台中有个娃娃车啊，天气太热啊，那50几度的娃娃车啊，高温以后，那个小朋友，大家都下车了，那北北忘记把他带下来，关在里面闷死了。当时在引起舆论非常大的震撼，大家都非常同情这个小妹妹。那她妈妈叫陈美娟。陈美娟呢，那就跟这个雅文讲啊，说雅文啊，妈妈很喜欢你啊，你要不要再来做妈妈的小孩啊？有些在座的，我想在座各位菩萨，你们都是善的因缘来的，所以你们妈妈搞不好都跟菩萨祈祷过，请你们下来的。那这个雅文呢，因为他雅文是试管婴孩呢出生的，所以美娟。这个陈美娟师姐在跟他祈祷的时候呢，其实在祈祷的时候，雅文就听到。所以我们早上讲到很多几得三时有神明，你看不到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叫做天眼洞视，天耳侧听，你一定知道有人在看，有人在听，要记得这个原则。那么宇宙间有个天力存在，一个因果存在。那么这个雅文呢，他当然是听到了，他没有肉体，他听到了，听到以后呢，他就跟他妈妈入梦。好，这个入梦在这个催眠的过程里面有讲很多，我就不在这边细述。他跟他妈妈讲，他说：“妈妈，你继续努力。”那当然，这个雅文啊，他有在当人的条件，他记住。我们不了解他这个为什么来了一次又走了又来一次，这个我不太了解。他有这个很大的福报，可以在他当人。那结果呢，他就鼓励他妈妈再继续做试管。那妈妈她呢也许愿说，如果雅文你再来，我要怎么样做？他就许一个好愿。那经过2年的努力，在民国95年，那么这个他妈妈终于呢，在8月的时候又怀孕成功。那试管要放在女子的下体的这个胚胎植进去的时候呢，要植进的前一天晚上，雅文有点做梦。他说：“妈妈，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下去咯。”
各位，你就是这样来的啦，我也是这样来的啦。只是说这个来是善的言，还是不是很善的言？好，有些不善的言，这是老和尚说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真的，有些人生出就是很乖啊，有些人生出来就是让妈妈烦恼的不得了。我等下就会讲公案给各位听，有不多你不信。好啊，但是学这个东西不是告诉你说，这些都是冤亲债主，这些都是报恩的，债主会不会？不是，这告诉你去认清真相，然后去修行。去改善，去互动，去爱他们，去改善你过去，就是你过去给他爱太少了，你过去跟他做的不圆满，所以呢，他今天找上你来了。但是你不要逃避，也不要难过，也不要害怕，你去改善，你就用爱去关心他，去付出，去了解他，去改善他，最后一定呢，这一个一定会成为善的因缘。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当人容不容易？现在地球人各位都晓得，虽然人口一直增长是很多了，但是你们各位在座都很年轻。你现在问现在年轻人说，你想不想结婚？我还不想呢。那你想不想怀孕？不用了，我先过好再说。我没有办法养小孩，所以现在投胎很不容易。那什么东西最多呢？畜生道好多，因为猛子一直吃，一直吃，畜生道一直出来。那鬼道也很多。那地狱道也很多，地狱都人满为患，各位去想象这样就好了。当人不容易，所以佛陀跟我们讲，当人是怎么样呢？得人生如爪上土，连人趴在地上，指甲里面的泥土是当人的资格。那失去人心的机会呢，如大地土，大地这样。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爱惜这个因缘，爱惜这个因缘，真的当人不容易。但是人是的确是可以改善的哈，但是你错失这个人生就比较可惜。我在基隆讲《金刚经》的时候，我有一个祖叔来提供我中餐的一个荒音阿姨，我非常的赞叹她。她一出生就是喜欢吃素，她姐姐80几岁也喜欢吃素。人家他们那个都是善因缘修就来做姐妹的。他们小时候一出生家里穷，在台北县瑞芳啊，妈妈叫人吃鸡腿，吃鸡腿，吃鸡腿。他就把鸡腿给妈妈看着，妈妈没有注意，就把它放在椅子底下不吃了。我们不是，我们尽量吃，很好吃。人家他就有这个善因缘啊，所以80几岁听我讲《金刚经》。前一阵子他80，他坐在那讲《金刚经》，我非常赞叹老菩萨你了不起啊！那一次心脏病发作啊，医生说没有救了，在经过紧急手术以后成功了。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他的姐姐当然是心脏病哈，他后来就在紧急手术救过来了。那他的女婿跟女儿，那女儿的命就没有方爱这么好，她嫁的丈夫不是很理想，每天呢就是会喝酒，会打太太，然后呢他就后来就大陆去投资做生意，那当然外面也有外遇的对象。那后来就打到后来，他的太太每一次打就送到医院去，那医生都看不下去，医生帮他申请台湾的那种家暴令。那家暴令就是必须规定他不能再动手了。那结果后来这个先生呢，因为酗酒太多，然后又是这样的不断的玩乐福报用完，业障就现前，得肝癌。那肝癌到林口长庚医院去检查，他不相信，他说我身体这么好，怎么会肝癌？然后就到林口去检查，长庚医院一样这个病，他承认了。真有荒音阿姨就开始跟他讲，叫他忏悔改过，这辈子所造的口业、打太太这些都要忏悔。那过去生有过去生的因，但是这一世没有修好，但是也是很可惜的。那这个故事是荒爷亲自讲的，他跟荒音阿姨讲，他在荒爷教他念佛，他就念佛。那念佛以后，有一天荒音阿姨就没有来。他练久了以后，他就忘记他是他岳母啊，所以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他就跟他讲：“今天阿弥陀怎么没来？”他说：“今天阿弥陀怎么没有来？是他岳母啊。”结果他到念佛要差不多往生前啊，他慢慢这个大过的人，他经过忏悔啊，他那个力道也很强，所以忏悔即清净，就这个道理。他业障就消，因为什么？那忏悔业障就可以消。他后来他说呢，他跟他岳母讲。他说：“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阿弥陀佛的经典都有法传的。”他说：“我不是这一批的，我是下一批，下一批有一个人跟着我走。”
他说这一批呢不是这里的，我不知道。他就讲出来，然后他讲他的名字，他是忘记他讲他自己。他说下一批是某某人，就是他自己。所以方一娜也是很讶异，他说啊，在这几个月功夫就这么好啊。后来就真的说这一个呢前一批那个真的附近真的有人往生，但是不是他。那隔人到他往生那一天呢，他岳母就跟他女儿讲，他说你今天不要去帮人家做清洁工了，今天留下来。方一娜是晓得他女士今天要走，就他女儿没有听啊，就还要继续做清洁工。可是做到那一天他要断气的那一天呢，他真赶那个时间真的赶回来啊。后来呢，就这样就顺利的舍报，就他讲的时间就一知时至呢，1个礼拜后真的是接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他在临命中有忏悔，有听佛法，那有善知识，就是他岳母都可以有得度的因缘。所以当人不容易啊！如果你没有到极乐世界，你没有开智慧，你没有到三善道，三善道也不究竟啊。所以你没有到极乐世界的话，其实都是带着业力再来的。所以我们在江子老师里面讲呢，我们一定要做5戒10善。那在因果图鉴里面也有讲金桥、银桥、义桥、木板桥、奈何桥。那你如果修5戒10善的，你走金桥，那这一个的嘛，天神来迎接你上去。我们常讲说，哎呀，这个小朋友是含着金汤匙下来的了，他前世有累积很多的福报啊，所以他有福报可以选择那个家庭啊。所以这金桥、银桥，那银桥就是一些呢，那有宗教信仰的，那幸福美满的家庭呢，去找这个父母呢做他的子女。那如果是木板桥跟奈何桥，那就不好了，那就是很危险，很不好。所以呢，这个在第一变相图里面呢，我们也看过呢，这个图里面呢，有个鬼差在打盹。那打盹以后呢，那上面写一个牌子啊，人皮切货。为什么人皮切货？因为当人不容易，所以人不想怀孕了，人不想生小孩了，再这样你投到好的1年不多，那当然就人皮切货了。那这个动物皮就很多啦。对不对？动物皮就很多啦，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相信。我曾经在一本《地藏经》的讲记里面呢，我听过台湾一位也算是这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位法师，他现在还在我们台湾在我们东部叫正言法师，他讲过一个公案故事。那这个给各位一个参考，就是说当人真的不容易，但实际人生很容易啊。但再来就是百人生了。那就是说，他讲这个故事里面就讲他说以前有一个人他是在山东，在大陆呢当山东响马。我们一般讲山东响马就是强盗这意思了，然后结果他有一次要去抢劫的，跟着强盗集团出去要抢劫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师傅呢就在树底下不动，他能盘腿而坐。那他就问他呢，他说：“师傅，你怎么不怕呢？你怎么不怕我杀你呢？”他说：“我如果是前世欠你的命，我就必须还这个命债；如果我欠你的钱，我就必须给你钱。但我没有欠你，我就不会有这个命债跟钱债。”那他就跟他开示，跟他说佛法，就像跟各位这样，你们今天听这些圣贤道理一样，一入耳根就永为道种。然后呢，就跟他讲以后，他就教他跟他为他3皈依，然后跟他讲呢这一个持往生咒。那结果这个强盗呢，皈依以后持咒以后呢，他师父跟他讲，师父讲说：“师父，我想出家。”他说：“你因缘未到，你要去度化这一群强盗集团，欠他们断恶修善，你有任务。”结果他就离开以后呢，大概隔1-2年他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他的魂就飘，就飘到阎罗王那边去了。那阎罗王当然跟他审判他的这个功过记录了，就跟他讲：你这辈子杀多少，你偷多少东西，强盗，全部呈现在呈堂的证供讲出来。然后呢，就判他当猪。那因为在地狱里面都很苦那就会发衣服结果衣服一发下去了以后呢，就穿下去变成猪皮了。那他80天很清楚，他说：我不要当猪，我不要当猪啊。就他一离开判这个投胎的出生道的时候呢，他去投胎猪的时候呢，他一出生的时候，他因为他有持这个往生咒的种子很强，所以他很清楚说，我不要当猪，就他一出生去撞墙壁就死掉了。
各位听到这故事一定会笑，还好是这位法师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这个是真实故事，各位一定要相信，好，一定要相信。那么结果这个魂又飘回来了。阎罗王说：“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你到底是吃什么呢？”他说：“哦，我在前一世的时候，我离开的时候啊，我在当强盗的时候，我碰到一个法师呢，他跟我3皈依，我持咒，持往生咒。”我说：“哦，原来你是有咒力啊。”后来当然就判他可以当人，但是后面呢留一块呢，那个皮的毛呢特别粗，毛特别多，他只要一痒，他就会抓，就被他看到做人间的这个因果见证。所以当人不容易啊，当人不容易啊，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接下来呢，我跟各位讲这个生命是会轮回的。刚才讲的是3个是现代的故事，我现在在讲2个是以前的古代的故事。是3生石上化前因，这位呢，就是我们唐朝我们很有名的唐代宗的时代有叫李登，他是光禄卿。那么他当时守洛阳，那刚好安禄山叛变，你们大概都读过历史，那就杀到这个洛阳城内呢。那李登不投降就被砍头了，砍头有他的儿子叫李严，李严年纪很轻，他因为刚开始是公子哥儿。李严在这有人叫李严是吧？真的叫李严啊？哎，那个李严呢，他就看他爸爸被杀，他很难过，他就许了3个愿：不结婚、不吃肉、不当官。然后就把他爸爸那个房子呢，那个李严的那个宅院呢，改成兰陵寺，兰陵寺，这个惠陵寺。然后他请了一位法师叫呢圆泽禅师来住持。2个人过去是个好姻缘，2个都喜欢音乐，喜欢谈文学，喜欢谈佛经，2个人无所不谈。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李严跟圆泽禅就讨论到四川峨眉去参访普贤道场。那么2个就讲好走什么路。那圆泽禅师不想走水路，坐船，为什么？会碰到他未来的妈妈。他已经修到有可以预知能力，他的命要结束了，他要投胎水。这真的是有哦，修行功夫高的人，他知道他下一回什么时候走哦。那结果呢？结果这个李元呢，他说我不要，他说呢，这个李严他说我要走水路，不要走陆路，陆路会碰到官，长安跟洛阳这些官，他不想再见到一些古代的官。那圆泽禅师呢，怕走水路碰到未来的妈妈，他想走陆路。那2个不通啊，不通，因为他是功德主啊，是护持他的啊，所以圆泽禅师就跟李严讲说：“好吧，就叹一口气说啊，很多东西啊都是由不得你来决定的，身不由己的。我刚才跟你讲的说，如果你没有福德因缘，你就是没有选择余地。那简单的一个比喻，就跟各位讲，你功课好，你可以选台大，你可以选国立大学，可以选好的大学，你功课成绩不是很好的，没得选，理论上是一样的。那结果呢？他们2个就到这个出发的时候呢，就到这个走那个水路啊，就到这个四川的这个南浦啊，就看2个在那个船的上面在准备下船，因为天黑了。天黑了呢，那这一个圆泽禅师呢，就看到河边有一个穿花缎衣服的女孩子呢，拿一个瓮子，她有怀孕呢，但是呢还没有生出来。那么她这个拿一个瓮子要起水，那这个圆泽禅师就跟李严讲说呢，我不想走水路，就是怕碰到他。他姓王。那这个当然经典上讲是记载3年怀孕生不下来，这个东西呢这个当然医学上我们没办法去求证，但是这个是历史上的故事这样流传下来。那么李严呢，当时说我们沿途碰了这么多妇人，你怎么不怕呢？他说因为我呢跟他有缘，我必须做他的小孩。所以后来呢，他就跟李严讲说呢，你用催生咒呢，让我赶快入胎以后呢，赶快能够生出来，那料理我的后事。那他就沐浴更衣了。那李严就难过的就哭了。哭了以后，他有跟他先预告，他说我出生后以后呢，第3天你来见我，我用一笑跟你做见证。好，一笑跟你做见证。那么
另外呢，他跟他讲说，13年后，你在杭州呢天竺寺外等我，我跟你相见。那修行到一个禅定功夫的人呢，他意志能力就很深很远，他可以讲13年以后，甚至他下一次到哪里，他也都知道。这个你如果看《高僧传》里面，他们都会讲。六祖大师本身就先预告，跟他弟子讲说，他要往生，他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都预告了。那这个李岩呢，就很难过了，就帮他料理以后呢，后来这个姓王呢，真的这个女人呢，就生了真的圆泽禅师，就是第二生了，第二世了，圆泽成第二世了。第二世以后，他就去见他，以后跟他讲这个因缘以后呢，他真的把他抱出来给他看呢，3天后抱出来给他看，他真的是一笑做见证。好，这个时候呢，李岩就痛哭流涕，就没有心再游四川了，就回洛阳。结果回洛阳以后呢，这个圆泽禅师的弟子就把遗书拿出来给李岩看。李岩打开遗书一看，原来圆泽禅师都已经交代很清楚了。他这一次到四川会怎么样？他已经先预告、先交代。所以他们这个圆泽禅师呢，跟李岩的这个约会呢，13年后呢，他们就2个呢，李岩就因为圆泽禅已经被木桶了，那李岩呢，他还是一样，这个修行人他就去了，到杭州天竺寺外面去等，就真的有一个木桶呢，骑个牛背上呢，就用棒子的打牛角唱山歌。那当时就唱了一首非常有名的《三生石上旧金魂》，赏月迎风莫要论。那惭愧情人眼相晃，此生虽异性长存。这什么意思呢？三生石上，他们见面的地方有一块石头嘛，三生石上旧金魂，坐在那边对话嘛。坐在那边，你还是前世的李岩，而我呢，已经变成第二生了。我现在叫木桶，前世叫圆泽禅师啊。那从过去跟现在又有未来了，所以是三生石上旧金。我们这个身体都经过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所以这个三生石上旧，这个已经经过3世了，但是我们一样是旧的精魂。精魂叫什么？叫灵魂。所以各位过去生也都是可能，你也都是亲近过善法，你也够学佛，所以你今世到人间来，会这么早就亲近佛法，至少你喜欢佛法或者听进善法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所以刚才老师刚好跟我见面，我就跟他讲，过去生呢，歌咏赞叹紫金龙，他过去生赞叹佛陀，那这一次他学深业来去教育大家，让他得到欢喜快乐。所以这个三生的旧金轮，那这一个赏月迎风莫要论，因为都已经是第二世了，人都很悲伤。那见了面以后，虽然我知道你是前世的护持的我的功德主，但是呢，已经变第二世了，所以呢，这些风花雪月就不要再谈了。好，赏月迎风莫要论。那惭愧情人眼相望，为什么2个人感情很深，但是2个人都没有明心见性，都没有解脱，所以叫做惭愧，很惭愧。那情人呢，因为有情执，所以惭愧情人眼相。你老远走过来看我，那此生说异性长存。我虽然这一次已经换第二生了，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前世是圆泽禅师，我要继续用功，一定要解脱，我才有办法处理生死轮回。所以此生说异性长存，他那个佛性还是一直都在的。那后来呢，他讲完以后呢，他们后来就要分开了。分开以后呢，那圆泽禅师又讲了一句寄语给他。他说呢：“身前身后事茫茫啊，欲化因缘恐断肠啊。吴越山川寻一遍呢，那窃回燕州上瞿塘。”各位如果读过历史题，都知道瞿塘江就在四川了，在四川了。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圆泽禅师跟李渊禅师他们前生跟今世的故事。这真的是会有生命是会轮回的哈。那接下来我再跟各位讲，书到今生读一次，这个跟各位都有关系啊。那个这个是我们在24孝里面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叫黄山谷，那叫做这个黄庭坚，他书画三绝，他是宋朝的人，那么他在宋朝的时候呢，他那时候是在山西省修水县。那么他当官是26岁。那么有一天他5岁的时候呢，因为他前世他是
安徽省安徽省的这个黄州五湖县人，他前世是女的。那他那时候当他考上进士当这个县长的时候，县令的时候呢，他是26岁。那有一天在5岁以后呢，他就5岁的时候做一个梦呢，他的神识就飘出去，飘到一个地方去。因为他当官的第一任官，他是山西的修水县人，没有错。可是他当官的第一任呢，是到安徽的黄州的五湖县当县长，也就是他前世的家乡当县长。那么他在做梦的时候呢，他就神识就飘出去呢，看到一个老婆婆呢，在门外在摆一个香案，拜一碗芹菜面。然后他就走过去以后就闻一下，很香，很香，好，那就闻下，他就端起来喝一下。后来他就醒来以后呢，他说还有点芹菜香。那第二天一样做梦，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第二天醒5岁起来以后呢，他就沿着梦中的感觉，他走出去看看，因为都在他的安徽黄州的这五湖县这个县境嘛，他出去找到那个房子了，他就敲门就进去。那刚一个老婆婆出来了，老婆婆出来以后呢，他就问他说：“你昨天也没有在这一个门外呢摆一个香案拜芹菜面？”他说有。他说那你在拜谁？他说我拜我女儿。他说那你女儿死多久呢？他说我女儿已经死26年了。那他今年26岁啊。他说那你女儿生前怎么样？他说我女儿生前信佛，第二个她吃素，第三个她孝顺，第四个她不嫁。所以她学佛、吃素、孝顺、不嫁，她业清净，所以她第二次转成男众生。他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黄庭坚跟黄山谷。那他就觉得很好奇的。那他跟老婆婆问说啊，那你女儿生前有没有交代？一共我女儿当时死的时候，往生的时候特别交代说，我还要再回来。那这个黄山谷就看他的房间以后，就问他哪一个是他的女儿房间。以后呢，他就进去看了一下。他说：“那你女儿这个衣柜里面的钥匙在哪里？”那他老婆婆说：“我想不起来，她锁起来，往生前就锁起来了。”他自己就这样判断，在那边想了半天，应该可能是放在哪里。他去找，还真的找到钥匙。就他打开一看，里面的这些书卷啊，那些文稿呢，他仿似曾相识。所以呢，明朝的这一个进士呢，眼目就讲一句话，就书到今生读已迟，就这样来的。各位，如果你今天很会读书的话，一定过去生你也曾经是读书人，你当过士大夫，所以你的80点里面就很多这些爱读书的种子在里面。那后来他知道是他前世的妈妈，他就跪下去跟他，因为他是一个人嘛，老人家，那么他也很喜欢他。他说：“那我已经知道我是你的什么人了。”他就跪下去叫他一声他妈妈，他就把他引为他的县府的官邸去供养。然后他在后面的花园呢，他就种了一些竹子，再盖一个凉亭。他本身就雕刻他一个石雕像，然后他写一个赞记。他说：“世生有法，世俗托存，做梦中梦，悟生外生。”这个时候呢，黄山谷跟黄山谷已经有点觉悟了，他了解轮回了，他觉悟了。所以世生有法，他心像出家人，但是他是带法修行的，他在当官。那世俗托存，他虽然是跟大家都能够在一起打成一片，和光同尘，跟你过一样的生活，他心一直想求解脱，他想离开这个凡尘，他不希望沾染太多，叫世俗托存。那做梦中梦，他知道了，他已经知道前世了，他已经知道人生是会轮回的，生命是会轮回的。以前都是在做梦一样，梦幻一场。然后呢，做梦中梦，然后他怎么样？他悟身外身。因为我这个身体没了以后，还有一个真身，那就是法身，就是我们的佛心，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的法性，我们的玻璃，还有那个不生不灭的真身，就是悟身外身。这个呢，黄庭坚这个公案，以及前面讲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圆泽禅师这个公案呢。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像黄庭坚这个公案，第一个确实有轮回，因为他前世呢是安徽省南部的五湖县，那死后转生到呢江西秀水县的这个黄山谷。好，
所以确实也有业力，因为他前世他信佛孝顺吃素不嫁，他有这个功德，所以他有这个好的业力善业，所以他得到男众生啊，是确实有业力。那第三个呢，确实有灵魂。我们这个李炳呢，技术讲了，我们这个灵魂就早上我跟各位讲的，就是佛家讲神识，讲业识，那一般人讲灵魂，那就是佛法里面讲就讲心，所以佛法里面讲说气候来先做主公。什么叫气候来先做主公？就是他离开肉体以后呢，他最后离开的，然后呢来的时候呢，先来投胎准备。我刚才都讲的故事都很清楚。好，张雅文，妈妈还没要做试管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你继续做试管，妈妈你继续努力，我要下去了。”那不是还没有来就已经准备好了吗？那走的时候呢，他在旁边还在停留啊。刚才不是讲那个莲皇老菩萨，他不是走了吗？他10个小时没办法断气啊，他就看到观音佛祖啊，看到一座桥，2个少女啊。他最后走的啊，他看到啊，所以我们这个神是灵魂呢，都最先来等待投胎，然后往生的时候呢，最后离开。所以一般住院会有8小时、12小时、24小时这样来的，因为什么？让他没有惊恐离开那个肉体，那个肉体就好像房子一样，给他住了几10年了，他会怕，他会惊恐，他会不舍，要慢慢鼓励，让他放下离开，是这个意思。我刚刚早上解释那个萧小姐的这个妈妈叶师姐要往生在台北一线那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生命的震撼。这个求寿求命不容易，其实她在她往生前差不多1月1号往生前的差不多前3、4天，我心里就有数，说我救不回来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改变业力，我没有办法改变因果，这是真的是定业不可转。但因为你没有透过修行，没有办法，真的就后来就真的走了。因为后来我已经知道没有办法救。那台北一线的医生院长的讲，我们用尽所有科学方法，没办法做了。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确实是有灵魂的哈。那么这个第4个呢，就是因果通三世。那这个故事里面，黄山谷他来投胎，他可以再变成男众生，好像有鬼神在帮他做主，其实不是，是他的善因善果，所以因果通三世哈。那么另外在这个故事里面，黄山谷他有善根，他过去生学佛，他有善根，那么今世又学佛，因为他跟当时喜欢画马那个李博士啊，李博士他喜欢画马，那他们去参访当时的一个高僧叫这个圆通秀禅师。那圆通秀禅师就跟李博士讲说，你不要画马，你如果画马的话，你画了太多，你的80点都是马的时候，难免你下一次你100年以后，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的神识就去投胎做马。那因为黄山谷喜欢写小说，爱情小说啊，而且他写很这个很引诱人的这种爱情小说啊，而且他用的遣词用句都不太理想啊。那他圆通秀禅就跟他警告，他说呢，尤其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充满这些文学的良才，你竟然写那些这个叫人家呢去想入非非的这些文章出来。他就跟圆通秀禅师讲了，他说：“那师父，你的意思是说，那我写这文章这样会变马咯？”他说：“李博士画马变马是他的事，你写这些文章让人家起邪淫的念头，非分之想，你可能不是变马，而且堕地狱。”啊！突然间，这个那个黄山谷就醒过来，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他说：“是师父，我改过，我以后就不再写这些这个迷人的这个爱，这个诱人的这个爱情小说。”他就把这个笔封起来，他不再写。他有善根，有福德，他知道因果。那圆通秀禅这是给了一个因果教义。所以这个就是黄山谷的故事。那最后一个就是他行孝的美德，他孝顺。他听说他在当官的时候，他把他妈妈引去县长官邸的时候呢，还亲自帮他洗这个老人家用的这个尿壶洗，所以他编入24孝里面。那后来当然他也吃素了哈，吃素以后呢，那黄山谷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戒杀诗，那我就念出来跟各位分享。我肉众生肉，民殊体不殊，言同一种性，只是别行躯。苦恼从他受，回甘为我需。莫教眼老断，自传看如何。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肉跟牛肉跟猪肉其实都是肉。你看肉里面有2个人，
那民书体不书，名称是不同，你是人肉，他是猪肉，民书体不同。民书呢，民书体不书，体本体是一样，都具有佛性，有觉性的。那言同一种性，因为他们业势深重，所以才轮回到畜生道去啊。只是别情记说，因为业力不同，所以他们投生到畜生道去啊。是长出来的形象就不同啊。那苦恼从他受，你吃它，它产生苦恼。那你觉得你吃得很快乐，回甘为我虚。那莫教眼脑断，你不要等眼脑为来判断你对还是错，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就这种看如何哈。那这个是以上，这是生命会轮回的故事呢，我就讲到这里。那接下来呢，第6个纲要呢，我就跟各位讲，善恶报应终会来，只争来早已来迟。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呢，第一个我用现代的故事来做一个引证，就是发生在林口一个厨师的命案。那这个命案发生在87年的10月11号。那这个被害人呢，他姓林，被害人姓林。那他生一个儿子呢，19岁。这个报纸当时登过，非常震撼。好，引起大家很大的一个回响，跟这个反思，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孝的逆伦案件？那这个姓林的这个厨师呢，他本身在林口，因为他做几十年的厨师呢，他也做外汇的生意，外汇就是板舵，哪个地方需要婚丧喜庆，他就去。那么他生了这个小孩子，19岁，这个林姓小孩子呢，从小一出生就给爸爸妈妈带来烦恼。但是他妈妈呢，是后来再娶的，原配已经离婚了。那他这个小孩子，因为他从小就不乖常常花钱，然后从大学的时候呢，他妈妈就买一台100万名车给他开，所以他在学校里面呢，就变成大哥，大家都跟着他。那他就不喜欢，都是常常被退学。那他爸爸平常给他责怪，他就对他爸爸有一个恨意，一直觉得他爸爸很讨厌。那在要杀害他爸爸妈妈以前，这个林姓呢，因为常常出入这些不正当的场合，认识一些酒肉朋友，就跟一个姓苏的认识了，还认识一个学护士的，还有一个在酒店行业的一个女孩子。他们这几个人一共5、6个人呢。在87年的10月11号那一天晚上呢，前几天住进他家，那么那一天就决定要怎么去他去。这个姓林呢，就跟他姓苏的朋友讲了，他说我要把我爸爸妈妈杀掉。他说呢，怎么杀？他们就研究到底用菜刀还是用毒针，还是怎么样，研究很多方法。就在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他爸爸妈妈就去台北吃兄弟会。兄弟办桌呢，就喝了点酒回来他们家住别墅。那他的爸爸妈妈呢，因为喝了点酒就躺下去，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他爸爸睡着了以后呢，那个姓林的就去拿菜刀，还有姓苏的也拿一把菜刀。那个姓林的先砍他爸爸一刀，然后姓苏的砍他妈妈一刀。那当然2个老人家就会跑给他们追了，从楼上跑下来，他爸爸就从楼梯口就再被砍，再砍了很多刀。那他妈妈就在楼梯口就被砍死了，被姓苏的砍死。他讲这个故事是很难过的啦，那这个姓林的呢，就把爸爸追杀到这个厨房，用什么菜刀？用他爸爸平常办外汇那把菜刀，就把他追到厨房以后，再把他拖出来以后呢，在餐厅呢就把他爸爸杀死。他们父母2位呢，头部都被砍得快砍断，手脚都被砍断，一共2个加起来各50刀，这样100刀。那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在新闻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看了就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这个故事里面呢，我引用2个我们安世前书里面讲的故事来这样做一个对应，让各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世间会产生这种逆伦的血案？事实上，他们过去生都有他们过去生的共业的因果跟因缘在里面，只差别说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慧眼，我们没有天眼可以看到这个前世的故事而已。那我现在再举2个例子呢，跟这个一样的，是在我们安世前书里面有记载的，就清朝顺治年间，有位梁实柱这位富商，那么他呢，他很爱他儿子，他儿子19岁的时候呢，
生病的很严重，要死掉了。那他儿子突然间呢，就叫他爸爸的名字出来。那他爸爸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叫他名字呢？他就跟他讲说呢，我跟你第一世都在徐州做生意。那我有300两金子，但是因为我拉肚子呢，我下力呢，我到厕所去拉肚子的时候呢，你在背后，你趁着我拉肚子抢走我300两黄金，你用一把刀把我胸口刺死。他说这是第一世，我跟你是徐州的商人。他说第二世呢，我就投胎到怀宁县王氏家。那20年前那个王某就是我。那有一天呢，我在饭店跟你见面，我看你很不顺眼，我跟你打架，但是你不理我。你看人跟人在一起，有时候那个看不顺眼或是恶言现前的时候呢，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人觉得很不舒服，你跟他讲话很不投机。那过去生坦白讲，说不定也跟他结过恶缘过。那这个王氏就是这样，他在饭店碰到他的时候，他就跟他打架，但是那个男的就不理他了。这是第二世。到第3世呢，他说我也没要到债，我第3世就投胎到你家，我来当你的小孩。那19年来，你小时候把我送去读书多少钱？我看病多少钱？请老师教我多少钱？我结婚你给我用多少钱？这样总共加起来差不多300两金子。好，那钱债已经还了，但是命债呢，恐怕没有办法还，因为你前世你杀死过我，那可能阎罗王不放过你啊。那他这个梁叔就觉得很难过，这儿子要死掉，讲这种话，但是他恍然也大概是听进去了，他就痛哭流涕跟那个他家里的工人讲，他就交代遗言。他说：“哎呀，天底下哪里有儿子是爸爸的仇人呢？没有这个道理，他是骗我的啦，他安慰我的啦。”然后他就准备好，他古代我们古代那种矛啊，前面都尖尖的一个棒子，一只矛啊，他就用那个矛顶住那个墙壁啊，人就去撞那个矛，就把自己刺进去，大概7、8公分。啊，后来就这样死了。他事先跟工人交代，他说：“如果有问起这个事情，你就不要讲说儿子是跟我之间的因缘，你就跟他讲说，因为饥荒啊，碰到盗贼，我被杀死了，这样就好了。”这是记载在安世前世里面顺治年间的富商梁实志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在安徽桐城有一个姚东郎的故事，也跟这个一样。这姚东郎他本身呢，他的儿子10岁的时候快病死的时候，他心急如焚，问他儿子啊，你为什么没有人做我儿子呢？他儿子突然间用北方口音跟他讲，用北方的口音啊，因为安徽在南方啊。他说：“我前世是第一世呢，我是山东的出家人。那我师兄呢，我本身有30两金子呢，我师兄呢知道我这30两金子呢，想把我抢走，把我推到水里面去，溺死了。当时我溺死的时候呢，我就被溺死的时候，我当时就很不甘了，我就呼应求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知道他们之间有共业因缘了，他说：哎呀，你跟他的夙业没有了啊，定业不可转啊。他说后来这个出家师父他就往生了以后呢，他就很不甘，后来第二世又来了。那他就跟他讲说呢，我第一次这个出家人，我师兄把我推倒溺死以后，你是当时的县长，那你来勘察这个刑案的时候呢，你接受我师兄的贿赂，那30两黄金，所以你也没有把案情侦办。那后来到第二世的时候呢，他说呢，我就来投胎呢，我来当你的弟弟姚松少，我追随你20年，也是一样没有讨到债。他说第3世呢，我就来当你的儿子，你这样养育我的费用刚好接近30两，那么你家还有一只拐杖很漂亮，我想要把它烧掉，凑起来刚好30两。他说呢，我师兄当时跟我抢去30两，他也是不甘你把他拿这个钱，所以他投胎来当你的女儿。现在在哪里呢？在这个溧阳县呢潘氏，她嫁人了，她快生小孩，快怀孕了。他说我现在这边死掉以后呢，我就去投他的胎，我让他母子均亡。这个呢，各位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的一个生命轮回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就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各位听。我表哥呢在宜兰，我表哥在宜兰，那我表哥姓吴，那他的弟弟呢比较年轻哦，年轻就喜欢交他已经结婚了，但是呢风流倜傥。再认识一个朋友，那他老婆就很生气，因为年纪都很轻。现在年轻人哦，因为他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够有时候都做一些冲动的事情。他老婆就选择一天那个是在民国大概是应该是93年，他就在选择台北市跟台北县的华江桥跳水自杀。他自杀的时候呢，穿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裤子，要干什么？台湾的习俗说穿这样是怎么样？你们去知道就新闻的一些报道。那么我刚好他自杀的那一天，我刚好是在这个做义工，我在砍那个草。那我表哥打电话跟我讲，他说：“柏林我跟你讲，你表弟的太太呢自杀了。”我在哪里？他说在台北华江桥那说的眼睛，我突然间就想起来，我说：“那我昨天有做梦呢。”我说我昨天有做梦，我梦到不晓得谁叫我去坐那个船那个船上面是平底船，小小不大，到海中央去的。我前一天先做这个梦，然后呢，我表哥跟我讲说，那我就放下手头的东西呢，我就没有做义工呢，我就赶到台北县那个华江桥头那一边去桥底下呢，去帮他这个找遗体。那因为我是念佛人，我就当时用念佛啦。那我表哥呢，就用台湾的民间的习俗就旁边架了一个木棒，然后挂了一个衣服。我现在教各位这一招，以后如果你有看到别人是这种苦难，你告诉他念佛。那我哥就用那个让类似招魂幡，用棒子上面挂个衣服。哎呀，王雅玲我那个表弟的太太叫王雅玲王雅玲你回来你魂回来我表哥在那边叫，我就在这边念佛。各位，绝对念佛有用。后来我表哥说：“柏林那你跟消防队下去找尸体好不好？”那我就坐平底船2个消防队员跟我在一起，开到那个漩涡很强的地方，桥墩的旁边的时候，我恍然他说我昨天晚上就做梦了。我就坐平底船什么都没有，就是跟水做一个平底船找了半天，那边水流很急，我就回来。那我表哥在旁边烧冥纸、烧金纸，然后就用衣服在招魂。我就找到晚上的时候，我要回家了。礼拜六下午要回家了，我就开车。那我们知道那个引磬各位看那个叮叮叮那个引磬念佛要引磬那引磬外面有个布的做的袋子放进去我就把引磬装袋子就放在车子里面，我就要回家了。我开到一半等红绿灯，引磬怎么打开？怎么里面有个身份证？是我这个投水自杀这个王雅莲的身份证我当时有点吓一跳，说这是水怎么跑到我的车上来了呢？我就打电话给我表哥说：“王雅莲是谁就是你表妹自杀那个表妹我说：“我说那表哥，他就要靠佛的力量出来。”他说：“怎么说？”我说：“引磬代表念佛，引磬代表念佛，叮叮代表念佛。”那我就有信心那找了1天1夜都没有消息那我就跟我表哥说好，那我知道怎么做。我当天晚上回去，我就跟地藏菩萨祈祷，因为我都在弘扬地藏法门，我讲因果。我这一生学佛15年，就是弘扬地藏法门。我也讲地藏经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的占察三恶业报经，还有地藏十轮经我的老师呢的净空法师，还有佛陀教基金会的简通文居士净空法师的高祖。所以我就一直有什么困难我就跟地藏菩萨讲。那我就那天晚上回去，我就跟地藏菩萨，你要帮我一个忙，不然舅舅他们都不相信佛法的不可思议，舅舅他们都是他们是民间的拜拜。我说你今天晚上，你明天一定要让我找到。所以有些东西佛菩萨他有什么的，他业自在，他会给你方便，他先让你先看到。
那结果呢，我当天晚上就做一个梦，我梦到呢一层一层的尸体都堆起来，一层一层的尸体，那里面就像叠的话再堆起来。各位如果有亲人往生，你到医院去，你到殡仪馆去看，他们都是用一层一层堆起来的。那我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说，我找到，梦中找到了，啊，就这里找到了。我第二天跟我太太讲说，今天去一定可以找到。活我就可以给你信心哦。真的是这个不是真的，我们在这边特别强调，这不是谈玄说妙，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结果第二天去我继续念我的佛，我表哥继续烧他的金子。结果后来我就一直祈祷，我说地藏一定要找到，就消防队就是接受我们的邀请，再出去一次，就找整个地方半径500公尺找，后来找到了。找到以后呢，在哪里？在一个烂泥巴里面，被那些土石啦、那些水泥啦、那个泥巴呢，还有草啦、枯草困在一起，困在里面拿不出来。当消防队把他绑起来，用帆布把他绑起来抬上来的时候，我在旁边跟他说法，他是真的是等于我们一般民间讲叫七孔流血啊，整个血就流出来。他碰到亲人在帮他说服他突然间松弛了，他这个当时的紧张，他血液就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我刚刚讲这个生命的故事，人为是真的。所以这个林果出师命案呢，给我们一个省思这个安世贤里面讲说呢，世间有忘恩负义的人，那阴间冥府绝对没有不偿还的债。我们碰到这一世的债主到我们家来，我们觉得他很讨厌，来跟我要钱。那如果是累世的债主呢？累世债主就不是在你家门口了，直接到你家去当你的子女了。所以安世贤师里面讲这个他讲说呢，累世的债业如山那要怎么办？债主直接到家里来投胎做子女，然后安然高卧在床，欠债夫妇还要百般珍惜，如补怀抱，嘘寒问暖，还要呵护宠爱。等到长大以后呢，爱子变成不孝讨债子，把家宅田连进行挥霍，玩乐殆尽，不留一针一草。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回想半世纪的辛苦经年，原来是借本求喜，狂为他人做牛马。你刚才看那个林口出师命案，再看到梁实志跟姚东郎这个故事里面，这跟圣贤讲的道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净空法师来讲说做六亲眷属，报恩报怨，讨债还罪明人点破前后左右都是讨债人。那么在理上讲是可以这样说，但在事项上，我们要欢喜来接受一切因缘的安排那么这个是让我们去体会到呢，我们要怎么去转，我们要了解，如果是不好的因缘，我们要把它当成修行。我早上讲的，你要用爱心包容、忏悔为他植福，来转这个恶缘为善缘。最好为他培福修福，那最好一起修行、念佛行善这样来关照修行，宿债是可以了的。所以宿债是要什么？用心去转，埋怨、讨厌、离婚、吵架、分居、打骂，甚至杀害对方，都不能解决问题，只会结下世仇，生生世世呢互相追杀轮回而已。那这个是我在这边呢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来做一个结尾。那有一个环保志工很有意思，他讲故事给他听。我说佛陀在的时候，提婆达多跟佛陀捣蛋。那他说呢，他说我还没来做志工以前呢，我儿子一直跟我要财产，我不给他，我差点拿菜刀跟他杀。我后来做志工以后，我慢慢了解了，我就放下。我说师兄，我知道了，我是释迦牟尼佛，我儿子是提婆达多。我说好，那恭喜你，你已经有所领悟了。本来是世仇，你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菩萨道理。就是恶缘转成善缘，善缘转成清净缘，那就是菩萨的家庭。我们要这样记，才会觉得说，哎呀，学佛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
接下来呢，我再用一点时间把林口出师命案的一些省思呢，这个命案一个省思，再跟各位做一个分析。我刚才在故事里面讲，这个厨师本身赚很多钱，他赚很多钱以后，他后来也买土地，那土地后来台电给他一些补偿呢，他后来这个地赚了好几千万。但是呢，如果你有钱，老和尚讲是过去生财布施来的，所以你要懂得喜舍，要懂得去布施，因为钱呢，经典上跟我们讲是五家共有，五家共有，哪五家呢？就战争，战争，还有呢水灾、火灾。那第三个呢，就是盗贼来跟你偷。那第四个呢，官府给你扣税。那第五个呢，就是不孝子。我早上讲过了，我那个朋友在天母那个朋友，他一输给他输了1亿啦，那就第五个那一种的啦，钱变别人的钱啦。所以这一个呢，这个林口命案这个厨师这个钱呢，他其实当然他是靠这个办外汇赚来的钱，他应该懂得自己把舍财来消业，舍掉这个兼贪的习气。那么这个故事，各位也许听了你说有钱你要不要布施？当然你是造这个杀业，所以造杀业的人要警惕，要有警惕心。我哥哥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哥哥他们是拜台湾民间的这种道教的一个信仰，他有个朋友很有钱，开 BMW 的，520的。那在前几年开 BMW 是非常这个有身份的那种感觉。那他当时什么赚钱的呢？他是养很多鸡，养鸡场。那养鸡场以后呢，我哥就劝他说呢：“哎呀，某某人呐，你已经赚很多钱了，你要懂得放下，不要再造了啦。”他说：“哎呀，没有办法，我不做也没有谁做呢。”他继续做，结果到50几岁的时候呢，他后来生病，生了什么病呢？得了喉癌。喉癌以后呢，整个这个嘴巴都肿起来，尖尖的。他在往生的时候很痛苦，所以这个造杀业本身呢，要懂得要忏悔。那有钱呢，你要懂得培福，要惜福再造福。你不要只想到这一世的，你要想生生世世的。所以人家说享福了福呢，福尽悲来；吃苦了苦呢，苦尽甘来。那另外讲这个肉欲杀生者呢，受数殃短命报。那这个厨师他本身被杀呢，是这一个他平常在用的那把菜刀。那他儿子用那把菜刀，竟然把他爸爸杀死。所以地章里面讲说呢，肉欲杀生者受数殃短命报。天下就是因为有吃肉的人，才会有杀生的人，两者是互相牵连的。那世间人呢，习见习闻，我们习惯看了，习惯听了，那么不以为意，不以为意。所以他本身呢，造这个杀业呢，是很可惜的事情。他没有人去点醒他，他应该懂得忏悔。那最后呢，他死在这个菜刀之下。你看，他平常杀鸡鸭鱼呢，就是先剁头剁脚，这个2只手的时候都被剁了。他自己本身也这样被剁，他太太也是这样被剁。这个到底是你说是偶然呢，还是巧合？绝对不是的，也是有因缘果报的。那最后就是如何来感召善业人来投胎，这个跟在座女生都有关，男生也有关，因为你要娶太太。那女生呢也有关，因为你要生小孩。那我把我个人的一个亲身经验来跟各位分享。你教育小孩，你要从胎教开始，所以我们强调《弟子规》。那么你从出生还没有怀孕，你就开始要懂得去培育。老和尚讲叫胎教。那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命中去算命，跟袁了凡济世一样，没有儿子，没有儿子。但是我早期呢，我80几的时候呢，70年、8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开始学布施。那有一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会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呢，福德智慧之人，对不对？那庄严有相之女，我们都希望儿子是生这样，女孩子是希望这么庄严。但是这个东西呢是有方法的。我那时候在民国75年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小孩子在我当中队长的时候呢，她是女生呢，4个月就手爆了。那手爆以后，当然我们也很不舍，
那后来我也做很多功德给他回向。那因为命中去算命说我没有儿子，所以我师姐那人就不敢再怀孕。那后来有一天，在民国77年，我就在门外，我那时候还没有学佛，我就是拿了3炷香跟观世音菩萨求，我说观世音菩萨，如果你愿赐我一个儿子，我愿意吃素。而且呢，你赐给我要怎么样？因为那时候已经高龄产妇，35岁了。那在第3胎高龄本身就危险。那我说观世音菩萨，你生出来要长得很帅，然后又要很乖，又要很听话，又要很善良。结果呢，观世音菩萨听到我的请求了。我说我愿意吃素啊！我那时候就怎么样呢？我把这个方法交给在座各位男生跟女生，所以打瞌睡就听不到了。好，那我就每天呢，每一个礼拜呢，我就带我内人呢，我那时候懂得去放生，那时候的放生呢，然后我就有放一些生呢，跟这个求子有关的。那我们在这个很多圣贤的经典里面讲呢，多放生会感得善因缘的子女。那我就到龙山寺去求观世音菩萨。我每次去呢，我就买个玉兰花，每个礼拜呢，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求。每个礼拜都去，差不多去多少？去1年。这个菩萨大概被我感动了。那有一天，我就带我小女儿，我这小女儿就到龙山寺去求。那龙山寺那边求，他就跟龙山寺呢那边，因为我们民间拜拜都香火鼎盛了。他就跟观世音菩萨讲，他说：“菩萨啊，我刚刚说他怎么讲？菩萨啊，你要给我爸爸一个弟弟呀，他才会疼我啊！啊，如果你答应的话呢，你就给我。他不会讲那个台湾话叫醒杯神杯，他就把他这样丢下去。他说：如果你答应的话呢，就给我这个。他说：爸爸啊，怎么样才是对的？我说：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各位听懂吗？叫圣杯，对不对？他就这样丢下去。他说：“结果他说爸爸真的是有了呢，一正一反了呢。”后来我就开始呢，我内人就怀孕了。那怀孕以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儿子现在在念大学3年级，所以他们姐弟感情非常好，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姐姐现在嫁到这个国外去呢，那么常常回来。他们姐弟就是会相接去逛街，他会带他去日本去观光。我说他过去是他帮他求来的啊，他跟他也有很深的因缘呐。好，然后呢，我那人开始就怀孕以后，这菩萨求来就不一样了，就是你有去行功立德，就会感得善因缘，先来做眷属。一方面他也是来度我，为什么度我吃素，度常素？所以呢，那时候我内人在怀孕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吃荤的东西。菩萨送来的都很清净，只能吃什么？只能吃吐司跟水果。所以在怀孕的10个月之间呢，胎息的这个害息的很厉害，那一吃就吐，一吃就吐，就干脆就吃吐司跟水果，吃了就没事。那各位以为说，那没有吃肉的话那可能就是生出来会不好啦，会瘦啦。不见得。结果我儿子生出来呢，那个护士推到门口，故意不讲男的是女的，但是照超音波已经照出来是儿子了。可是到第8个月不见了，照不到了，我就开始紧张，会不会怎么样啊？高龄产妇会不会怎么样啊？会怕。菩萨就一直许愿，菩萨，我要继续做好事，你一定要帮忙，好好让他生出来。生产说不要危险哦，我就开始去诵经，诵地藏经祈福。我那时候人家教我，我就诵地藏经祈福。然后呢，那个我许愿吃素也是有了然后就是印那个怎么样吃素的好处，我去跟人家结缘。我第一次诵经呢，有点怕，很害羞，我拿到和平医院去诵，结果我儿子就在和平医院生，台北市的和平医院，就生出来的。在产房的时候呢，护士故意不讲儿子，那我这边不敢去看。那我岳父这边说是儿子啦，然后叫一声，我就终于心中的石头放下来了。我倒不是重男轻女了，各位不要误会了那结果呢，就这样生出来，多少功课？4800功课，这样重不重？那一次生产那一天呢，最重的。所以我告诉各位讲一个善法，你要用胎教，
你要修福，你要行善，你要修行，你要诵大悲咒，诵心经，诵普门品，给他祈福，消他的业。这就是方法。你要许愿，就能够有求如愿，感得善因缘来的。像各位你们都是善因缘来的，今天才会在座听这个课，回去就可以跟妈妈分享，跟姐姐弟弟分享。我一个朋友，他叫林善，很有意思，在台北市，他是老念佛人。他的媳妇就不是了，他媳妇喜欢吃牛肉，那牛肉的就吃3分熟到2分熟的，4分熟的。那他因为吃素的人呢，碰到媳妇这样，他总是很难过啊。媳妇啊，你不要吃那么多肉了，而且还带血的啊！你不知道了，妈妈你不知道，吃才会补了。他就这样了。结果怀孕的时候啊，在我们这个台北这边医院要生出来的时候啊，怎么样呢？他要怀孕，因为他吃了一天几乎都要1块牛肉了。所以他当时要生产的那一天的时候呢，突然大量血崩，那非常危急啊。那他的先生也跟我一起进那个加护病房里面，妇产科加护病房。他先生啊，不知道说他这个媳妇呢，儿子已经生出来了，他就旁边一直在那边发功，我希望夹住他哦。然后我跟他讲说，师兄，你媳妇已经生出来，你要发什么功？这样我不早一点讲。小孩子已经生出来了，但是生出来以后造成血崩，血崩以后呢，造成胃出血，那胃出血以后再影响到整个肝跟心脏，非常危急，生命危急。后来叫林善说，你一定要发愿。那后来那个心跳、血压低血压已经降到30、40，非常危险了。血压如果降到30、40，就是要再见。后来再转到马偕医院去，再做紧急的救护。后来我叫他发愿说，一定要忏悔，一定要多吃清净的东西。妈妈的命就保回来了，小孩子也生出来了。那各位，总共医疗费多少吗？花了将近200万台币，吃的全部都去了，200万都走了。那我们吃这个我太太那人吃这个怀孕期间吃的这个水果跟蔬菜了，没事，平安了。所以不用去求妇产科，他只是帮我们生出来而已。我们要相信活菩萨的话，活菩萨的教诲，用活菩萨的方法去做，绝对是平安吉祥。所以在座各位有听到的都福气，你就用这种方法去求菩萨加持庇佑，你一定会能够如愿的，甚至你要的孝顺的儿子、孝顺的女儿。好，那这个是而且特别跟各位叮咛，怀孕的时候除了能尽量吃清淡以外，那做满月的时候最好不要杀生，你最好能够办素粥。所以地藏里面讲，第一个期的时候，怀孕第一个期开始诵持不思议经典，诵地藏经。那更为念菩萨名号可满万遍，诵地藏菩萨圣号满万遍。那则新生子呢，可以仗着菩萨神力，消其宿殃罪业，增强其福德福报基础，平安快乐容易养，而且增长寿命。那满月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杀生。因为地藏经的第8品里面有讲，出生的时候不论男女，未生之前做3宝善事，以增加家里的威光。家中土地神欢喜无量，会保护母子不受外邪侵入。出生以后不要杀生，起鲜味进补产母，这样杀动物的母子来补我母子，有为慈悲。或邀请亲朋把酒杀生庆欢，有为天地仁慈，灭家宅微光，子母不得安乐。就是各位，如果你当然有因缘的话，我要鼓励你结婚生子，最好用吃素的方式，做弥月来请客是最好的。那最后接下来呢我来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是第7个纲要呢，要听老祖宗的好话。那么这一段呢，我就用重点把它讲出来，重点讲出来，因为都是我们圣贤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听。那印光大师有讲，我从这个感应篇汇编跟印光大师文钞呢里面，我把它摘录，我简单给他讲这个重点，让各位能够听这个圣贤怎么来教我们。他说这个
宋朝的儒家讲呢，他们否定因果，他们认为因果不存在，人死都已经死了，那谁去受报呢？谁去做刀山剑术呢？那印光大师说呢，如果这样说，一死就永灭的话，那尧跟桀就一样了。那行善的没有奖励，那造恶的没有惩罚，那还有谁愿意修行呢？所以印光大师说呢，如果是没有因果，那就没有人要修行了。那有些人会问了，那为什么行善的人他会没有办法得这个善报呢？有些你看他也有修行啊，他也有做善事啊，可是他就是遭受一些挫折啊。善者恶报，那恶者善报，什么道理？善者恶报就是说我们这些圣贤跟我们讲，行善的人为什么要得到恶报？因为他前世造恶的那个种子先成熟。那现在行善的力量没办法改变这个恶的前世所做这个恶的力量，所以呢，前世的那个恶缘成熟以后，他必须受报，这样因果才会公平啊。那现在行善的这个种子呢，将来会开花结果。那为什么恶者善报呢？为什么造恶的人可以得到好报？我们也看过很多人，那明明就是没有修行，也没有做什么善事，可是看他怎么那么富贵呢？他因为过去生曾经有布施。所以恶者善报，是因为他过去生的行善的种子现在成熟了，必须接受这个果报。然后他现在所造恶的力量呢，还不足以说把这些福报用完，所以必须还他这个福报。但是他现在造恶的呢，将来必须承受这个苦果，这就是恶者善报的这个道理。那接下来呢，就是经典上跟我们讲呢，如负我命，我凡如在，以是因缘呢，经百千劫，常在生死。这个因果造下去，如果你不透过忏悔改过，经典上这样讲，这个以是因缘，经百千常在生轮回啊。我们要讲两个公案给各位听，各位就相信说这个因果它是不灭的。像佛陀他有3个月的马麦之报，因为佛陀他曾经在过去世的时候，他曾经做过这一个。过去生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婆罗门，在印度叫做婆罗门。那当时有一位真佛呢，叫毗婆夜如来。那毗婆夜如来去接受呢这个盘多王的供养，率了500弟子来去接受供养。那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当婆罗门的时候，他就起了个嫉妒心。他嫉妒什么？嫉妒这个毗婆夜如来怎么接受人家这样的一个供养。他就生嫉妒心了，他就跟那个毗婆夜如来讲啊，他说你们应跟那个500的这个受供的这个罗汉呢，他说你们应该去吃麦，去吃麦。他说你们要先吃马麦。结果佛陀在成佛的时候呢，他在这一世在印度成佛的时候呢，他就率500弟子要去接受国王的供养。那当时国王呢，就把受到这阿阇世王的干扰以后呢，他把城门关起来，不让佛陀进去。所以佛陀就率这些弟子在城门外呢，进不去城门内接受供养。那当时因为已经隔了好几天了，那佛陀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那马夫呢就把马麦呢准备给佛陀吃。他说因为现在都没有食物了，那只有将就一下吃马麦。那佛陀就只好吃马麦了。那弟子就觉得很不公平啊！佛陀修得这么好，为什么吃马麦？他问佛陀说：“佛陀啊，那为什么你是一个圣人，为什么我们要跟你吃马麦呢？”那佛陀就讲因缘。他说：“无量世以前，我曾经做过婆罗门，我曾经这样去嫉妒毗婆夜如来，所以我今天成佛，我也受这个果报。这叫佛陀的3个月90天的马麦之报，是这样来的。”那接下来我再跟各位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就是《高僧传》里面讲的安世高大师。安世高第一次当出家人的时候呢，他是在安息国当太子。安息国就是我们现在的宜兰国。那他第一次呢也是出家人，他后来出家了。他诞生在国王的家庭，后来出家，跟他同学去托钵。那他同学呢脾气不好，但是他同学会讲经，他懂得经典叫明经说法。他们2个出去托钵的时候呢，人家供养的食物不是很理想，他同学就会生气。他说：“我修得这么好，为什么接受这种供养？”那安世高道就跟他讲，他说：“同学啊，你要修忍辱啊，你要慈悲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众生呢？他说你这个习气要改，如果你这个脾气不改，你将来要受恶行之报。恶行的长相长得不好看，就他们两个都舍报以后离开以后呢，安世高大师呢他就到中国来还第一次的命债。他到哪里呢？他到中国南方的广州。那他去南方广州呢，他先去告诉他的同参说他要去还命债，先预告。刚好到广州的时候呢，那个年轻人在街头上打架，那有一个年轻人就拿了一个把剑，看到安世高大师，那时候那一世不叫安世高，他说我找你找很久了。那安世高大师说，我从老远来就是要还这个债，要还这个命债。就他这样，就安世高被杀死了。被杀死以后呢，安世高的神识呢又回到安息国当国王的儿子。后来呢，他把王位让给他的叔叔，他不做了，他又出家精进修行，变成安世高大师。那他那个前世那个同学，托钵的同学生气，那个同学呢，他到哪里呢？他因为他前世是出家人，他有修福报，所以他这一次到这个中国来的时候呢，他当什么？当神，他当蟒神。蟒神就是大蛇了。刚我在中国那个大概是现在的江西那里啊，有一个湖边啊，那个叫做贡亭湖啊。那现在我就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个湖名称了哈，那是古代的名称，叫贡亭湖。那他在那边当庙神以后，因为他前世的习气还在，还是会生气，所以很多商人的船经过那里，如果不进来烧香供养的话，他就会兴风作浪，让船就倒掉，那商人就会拜拜求平安。那安世高大师呢，到第二世他就到中国来以后呢，他就变成很有名的翻译经典的安世高大师。他就到广州呢去找这位前世杀他那个人，已经变成老菩萨了，老阿伯了。他就找那个老人了。他说：“你在几十年前也没有曾经在广州街头杀死一个人。”他说：“哎，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就是那位被你杀死的那位法师啊，真的啊。”他说：“我现在来，你陪我到江西，江苏的这个会稽县，再还另外一个命债，我就结束我这2次命债了。”那这个人，因为他前世是真的杀他的，他记得啊，他就很惊奇说：“好，那我陪你去。”2个就陪他到会稽县了，就是苏州、杭州这一块去陪。刚好那边2帮派在打架，他被误杀。安世高被误杀，被误杀以后呢，因为他前世过去是误杀人，所以这次也被误杀，所以圣人都还2次命债。那他要再去还这个命债前呢，他先到贡亭湖去度他同学。他还没有去度他同学前，他坐船的时候跟商人讲，他说：“我等一下要进去度这尊神庙的神蟒神。”那商人就当见证人了，他进去以后就跟这个神的这个讲话了。他说：“啊，同学，那这个同学呢，这个蟒神呢，前一天就知道了。他就跟他庙祝讲啊，明天有我同学经过，我同学现在修得非常好，他是高僧，明天来你一定要给他供养。”那蟒神前一天就知道了。到第2天呢，安世高到了以后呢，安世高就跟蟒神讲，他说：“同学啊，你现在就出来给人家看吧。”那蟒神不敢出来啊，蟒神说：“我长得不好看。”他跟他用意念呢，他说：“我长得不好看啊。”他说：“没有关系，出来吧。”他出来以后就从神龛里面嘣就跑出来一条大蛇，那个形状就出来了。那他就跟他摸他的头部呢，就跟他持咒，为他忏悔，为他说法。那蟒神呢就流眼泪。流眼泪以后呢，他蟒神就跟他讲：“我这边几年来人家给我供养的这个财物呢，你帮我拿去布施掉，建立一个佛寺。”那这个安世高大师就答应他说：“好，我帮你做布施。”所以舍财呢，灭贪是这样，灭他消贪的业。那所以呢，这个蟒神后来呢，他退回去以后呢，第2天安世高大师要跟这些商人登船的时候，他看到旁边一个年轻的少年站在岸边，跟他挥手再见。那安世高大师讲，那一个年轻人就是刚才那个蟒神，他的下一生就是变成男众生一个童子，他将来会出家修行。这个是在我们《高僧传》里面的真实的故事。所以各位，你就相信说呢，这一个呢，圣人呢，他们还要还命债，佛陀都还有马麦之报，那我们凡夫怎么办呢？
所以净空法师说，3、4呢，你只要一看圣贤都要还这个因果，那天底下这因果就很公平了。所以迷惑众生颠倒造业呢，那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你心就平了。那因果报应分毫不差。所以百丈禅师呢，那他讲过呢，他是修行人呢，是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所以那个老人啊，500世堕野狐身啊，他就讲错一句话，他说修行人没有因果啊，他这样就不行了，变成野狐啊。他一直在那边听百丈禅师讲经啊，讲完以后最后一个走了，他就问百丈禅师说：修行人到底有没有因果？那百丈禅师跟他讲，修行人啊，不昧因果。什么叫不昧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受之而不苦，受之而不痛，欢喜接受，这个叫做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不是没有因果，没有那种事情啊。所以这个呢，林口出师命案这个故事呢，我要跟各位这样分享呢，让各位去体会因果真的是不空的。那我讲2个故事给各位听哈，这是蠢动寒林皆有佛性啊，我们一定要记得。我曾经去助念一个基隆那个刘度师姐的这个助念呢，他本身他先生呢是补遗的，他小孩现在还在基隆警界服务，那是净空法师的这个悟道法师的请我去关怀。那这个刘师姐呢，本身是受菩萨戒的。但是后来他有这个癌症呢，那当时要舍报说很痛苦，他小孩都很孝顺，就帮他祈祷。那我就说跟他讲，你们诵地藏经帮妈妈祈福，帮妈妈祈福。那这个刘师姐呢，后来他当天晚上没有舍报，小孩子诵经祈福以后呢，诵地藏经以后，第2天早上10点舍报。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小孩就跟我讲，他说黄师兄。那我妈妈怎么那个嘴巴、耳朵那边都有蚂蚁呢？我说对哦，怎么那么多？她嘴巴、鼻子、耳朵都有蚂蚁，密密麻麻的。他说这样完蛋了啦，我妈妈就不能够往生啦。我说不要动她，你妈妈是菩萨，欢喜受报。那我也助念过91年的时候，助念一个永和一位冯老居士，他在早上吃完稀饭以后就作画了。那我想作画也很了不起啊。那就大家一起在助念了。可是助念到一半，晚上我再去的时候，因为我怎么闻到那种喷洒那个杀虫剂的味道，我就问莲友说怎么回事？说那个弘老菩萨他这个耳朵、鼻子、嘴巴都有蚂蚁，眼睛也有蚂蚁了，蚂蚁全部都占满了。这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蠢动寒林都有佛性啊，来讨报的，来讨报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几个案例里面呢，我们深深去体会了这个报应呢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一个因果里面也有这样讲：你现在做，现在报；现在做，来世报；现在做，有无量世都报。它是绝对有报，没有不报的。那所以经典上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呢，万般带不去呢，唯有业随身。那我想呢，这个圣贤的道理呢，我们在这里面呢也登载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大概把它这样做一个重点的说明。那么历代圣贤劝善里面也有提到呢，有几句这个好话呢，我要提出来跟各位来报告。书经上里面讲，永言撇命，自求多福。那书经上又讲，天作内有可为，自作内不可换。那书经又讲，满招损，谦受益。那周易里面、易经里面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小人以小善而无益而佛为，以小恶为无伤而佛弃。故恶积而不可淹，罪大而不可解。所以讲说，这个呢，小人就是我们的凡夫，我们以为小善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不去把它断掉。结果呢，以为小善无益而不去做，以为小恶呢无伤而不把它去掉，结果恶积到不可淹，就是恶积到一个都挡不住了，那罪大不可解。那孔子也讲呢，顺
其大孝也，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祖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民，必得其寿。我们知道舜是一位伟人，他非常孝顺，非常尊重他的弟弟，所以他在的时候呢，他贵为天子。那么他呢，他的富贵就是他的智慧，四海之内都知道。那他死后呢，宗庙给他祭祀，那祖孙给他保之呢，所以孔子赞叹他说呢，他是大德必得其位，那必得这个福禄，他必得其这个圣名，这个好名呢，必得其寿。所以我们讲这个福禄寿呢，都是其来有志的哈。那曾子也有讲，人而好善呢，福虽未至，祸其远离；人而好不善呢，祸虽未至呢，福其远离啊。好，那《左传》讲多行不义必自毙。另外，庄子里面讲，为不善以显明之中，人得而知之；为不善以幽暗之中呢，鬼得而知之。你做不好的事情呢，法律可以给你制裁。那如果都没有人发现呢，你做不好的事情、做恶的事情呢，那鬼神可以给你制裁。好，那这个佛又接下来佛说呢，善者昌，善者不昌呢，善者祖上必有遗殃，殃尽必昌。恶者恶，恶者不恶呢？恶者祖上必有遗德，德尽必恶。你行善的人，他祖孙一定会昌盛；行善的人不昌，是因为祖上还有一些遗殃未尽，殃尽呢一定会发达。那造恶的人呢，一定祖孙会受连累。那造恶的人不受这个祖孙不受连累呢，是因为祖上还有一些遗德，那德尽呢就会受到这个灾殃了。所以最后这个司马公呢，司马温公家训里面讲呢，积金于祖孙呢，祖孙未必能守；积书于祖孙呢，祖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以冥冥之中呢，以祖孙长久之计。我们给钱给祖孙，祖孙不一定帮我们收；我们用书给他，他也不见会读。不如我们帮他积阴德。以上这些圣贤道理呢，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么第8呢，我们先来讲这个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现世报应，因果实证。我们在这个东夷庙呢，有一个对联呢，这杨氏奸雄，忍心害理皆由己，因私报应呢，古往今来换过谁？东夷庙就是这个城隍庙。那这个以下这8个公案里面呢，来跟各位报告的都是发生在台湾的真实的因果报应实证。我们早上讲到这个，你要相信鬼神的道理，你要相信生命会轮回，好，你要相信善恶道德终须报。最后跟你讲圣贤的道理。那现在呢，讲的这个呢，是真正的发生的一个因果的故事。那第一个呢，就是杀妻毁尸呢，冤魂不散。那这个是破获的单位呢，是在台中市警察局。那这位破获的这个小队长叫张文通。那这个案子一共是7年了，是民国91年的时候呢发生的，在彰化。那这个陈女呢，她被杀以后呢，因为她的先生姓邱，这个姓邱本来呢是警方的县民，帮警察也破了很多案。但是他这个姓邱后来呢，他有外遇以后呢，他这个太太就知道以后呢，就跟他吵架，他们2个呢离婚又同居呢又离婚，就这样一共纠缠了很多年。那后来到民国91年的时候呢，这个姓邱的这一位凶嫌呢，他就跟这个新认识的这个后面这个太太呢，他就联手把他这个姓陈的这个女孩子呢带出去。带出去以后呢，带着他2个工人呢，活活的把他太太打死。那打死以后呢，他还怎么样呢？打死以后，上面还给他泼洒汽油，把他烧掉。烧了以后呢，他为了毁容，不让警察发现呢，他把他倒那个腐蚀性很高的那个溶剂，希望毁他的容。啊，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这个原配这个陈女呢，她知道是她爸爸害的，可是她没有证据。他爸爸常在喝酒的时候呢，就会常在酒后的时候，会在酒后的时候呢，就会吐露他的心声，说不是我杀的啦，来不及挡了啦。那这个案子一共拖了7年。那这个刑警张文通很有心，想破这个案。
但是他知道这个姓邱的也是他的县民啊，可是因为你没有证据啊，就办不了他。那他就这个张文通呢，就透过一个通灵者。那警察呢，有时候办案，他们也会碰到一个无助的时候呢，他们会去恭敬这些神佛呢，希望能够帮忙破案。他就把这个通灵者呢，他后来查出来以后，这个姓邱的，他杀死他太太以后，7年里面搬了4次工厂。我们讲说，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啊。那逃了一世，逃不了生生世世啊。他就找到工厂以后，他带这个通灵走的时候，到工厂门口，那个通灵就跟他讲，对，因为他看到了嘛，那个通灵他看得到。他说，那个王者站在这个姓邱的旁边。那这个张文通，他也觉得这个通灵者很好奇啊，他就问这个通灵讲说，你跟他讲，我要跟他沟通。结果那个通灵跟他讲说，现在唯一能救你的就是这个张新杰，你要不要跟他讲事实的真相？那突然间那个人就退魂，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以后，这个事情就这样过了。过了以后呢，隔了一段期间，到民国98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姓邱的工厂呢，他们拖借台电的电，大概被罚了70几万。被罚了70几万以后呢，他跟前妻所生的3个女孩子，跟后面这个太太所生的2个小孩呢，发生吵架。那后面的小孩呢，就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小孩，这个女孩子讲了，他说：“你妈妈就是被我爸爸跟我妈妈呢一起杀死的。”真相就浮出来了，真相就浮出来了。那警察后来这个张刑警呢，就跟这个姓邱讲，跟他小以大义，他说呢，我跟你负责照顾你的这个小孩，那你把案情全部交代清楚。后来这个案子就公布了，确实是姓邱的呢，跟他后面这个太太联手，跟这2个工人把他害死的。那这个案子就后来就破了。那这个是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个姓邱后来跟警察讲呢，这个他太太一直7年来一直缠着他不放。好，那接下来这个第2个公案呢，就是被害人站在身边。这个事情发生在民国94年7月26号。那7月26号这个商人呢，这个商人在台北县，他是做石板生意，就是做地板的。那做地板以后呢，他因为公司装潢欠人家700-800万没有还，所以在94年的7月26号那一天呢，他就被押走了。被押走以后呢，他有跟家人通电话，他说呢，他感觉有人跟踪他。那后来被押走以后呢，被押走以后到28号就被灭口了。那这总共只有2天而已，7月26、27、28。那这个为什么他会被押走？是因为他欠了这些装潢的工人的钱呢，大概700-800万呢。这个工人呢，他心有不甘呢，他就请这个讨债集团呢，把这个姓周的押走，把姓周押走。那这个姓周呢，押走以后呢，他被这些人压在哪里？压在我们现在这边的隔壁呢，桃园的中立。桃园的中立，那警察就开始调查了。调查以后呢，在94年的9月呢，29号破案。那为什么破案呢？他这个绑票集团里面有一个姓陈的这个主嫌呢，这个姓陈的主嫌，他的女朋友是18岁，他有这个阴阳眼，一般讲叫阴阳眼，他看得到阴界的东西。他在罗东分局在问笔录的时候，他脸色苍白，因为他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7-8个月的怀孕了。那他跟这个姓陈的是刚结婚，他就跟这个旁边的刑警讲，他说那个姓周的商人呢，就站在我旁边，他非常生气，他说他是被害死的。那这个女的姓杨这个女孩子看得到啊，她看得到这个姓周的商人啊，所以这个周姓商人就献给这个主嫌的女朋友看到了，那女朋友在问笔录，就要求他们这些帮派分子呢去跟他道歉。那警察也很好奇啊，很好奇。那后来就问他，他是跟他说他看得到。那么那一天晚上呢，这个主嫌这个陈贤的这个女朋友呢，这个杨女就跟他讲，就跟他讲了，这个杰女就跟他讲了。他说，他就问他了，问他先生了。他说：“老公，你也没有杀人。”她老公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以后我就是看到那个姓周的啊，他来找我啊，在刑警那边问案的时候，他有来找我啊。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时间是在94年的7月28号那一天。那刚好我刚刚跟各位讲，26号这个商人被绑架了嘛，那28号就在中立被灭口了嘛。那当天晚上，这个姓周的商人就从中立到罗东去找这个有阴阳眼这个简妮，他告诉他说你老公杀死我，好把我害死的啊！我要让你呢，我要报仇啊！你老公要跟我忏悔啊，不然的我让小孩子生不出来。刚好因为她已经怀孕了，所以这个女孩子姓简的女孩子就很害怕，就问她先生，问她老公，她说你也没有杀死这个人，而且大概年纪大概50几岁。好，然后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头部呢是被蒙的塑胶套，那双手呢被反绑，也没有。他说有，他这一个呢，这个陈显就跟他承认说有。那他们两个从此以后呢，从那一天起以后，两个就睡觉就不得安宁。那报主这样说了，他们两个晚上睡觉都有东西来压他们，他们两个不得安宁。那这个姓陈的祖先呢？也很害怕，他就烧了很多金子给他，后来请道士来做法，都没有用。那他这个皮包里面呢，还求了一只平安符，也没有用。后来这个案子就破了。破了以后呢，因为这个被害人周贤呢，他的尸体呢是在桃园跟台北县的之间这个樟脑寮山区那边被丢弃的。那车子放在哪里呢？车子就被丢到苏澳港这个渔港里面沉下去了。所以警察就把那个车子捞起来，把尸体找到以后，在那个车子的旁边找到槟榔渣。那槟榔渣呢，鉴定结果呢，那个被害人没有吃槟榔，所以这个警方呢，就从槟榔渣里面去做 DNA 鉴定，从 DNA 鉴定以后，去找出他们这个绑票集团里面有个姓朱的，本身的 DNA 反应跟他一样，就证明他们杀的，就这个案子这样破掉了。破掉以后呢？警方问他们这个集团呢，他说你们是怎么杀死这个姓周的这个石板商人？他们就跟警方讲，他们把他押到中立，其实只是要逼他把钱还掉而已。但是他因为他抗拒呢，他们就把他用那个安眠药把他迷昏了，然后当然有东西打他，后来就闷死了。闷死以后，他们当时把他闷死的时候呢，是把他头部蒙面，把他双手用胶布反绑。那跟那个26号、28号晚上那个周姓商人来给找这个简妮讲的穿着、年龄、样子，还有被绑的样子一模一样，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差异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呢，现代因果报应实证里面呢，这个是非常让我们令人震撼的一个公案。那第三个呢，就是关老爷面前认罪。这个案子发生在这一个瑞芳镇中山路，有一个14岁的这个青年，苏姓的这个青年呢，他那时候他想偷东西，那没有东西可以偷到哪？偷到他同学家去。那他同学的这一个姐姐刚好一个人在家，姓吴。那当时把他偷东西的时候，看到姐姐在家里只有一个人呢，他心生歹念，就帮他强暴。强暴以后呢，怕他报案以后呢，他就到厨房去拿水果刀呢，就把他刺死了，刺了21刀，刺死了。他还得把现场全部清理干净以后，他床上还有那个毛呢，就把它吃掉。所以警察在现场找不到任何基证，可以做 DNA 的比对。那这个案子就大概拖了大概是8年。那这个小孩子呢，到民国90年的时候呢，到瑞芳镇的9份茶艺馆呢，他又要去偷东西了。这次偷东西被抓到以后呢，警察就开始呢要带他去查章。查章就是你在哪里偷的，去哪里去做一个比对。那么那一天呢，那个处理那个刑警呢，是瑞芳分局刑事组的侦查员呢，叫杨永峰。
这个杨永峰、杨新锦呢，就押了这一个淑贤呢，坐上侦房之后呢，开始要去查账。那杨新锦讲呢，他出门的时候呢，风和日丽，天气非常好。可是刚好走到哪里呢？走到这一个九份宋德里康伟巷那边有一间庙叫明圣宫。这个明圣宫呢，是供养关圣帝君的。这关圣帝君呢，他们就在那边呢，突然间他们这个要小解要小便了，那么就停下来就进去了，就进去小完便。小便出来以后呢，那个闲宦淑贤突然间呢，两眼呆滞，然后看着天空，然后两手一直发抖，然后左手拉右手，他说：“不是我杀的啦，这个不是我故意的啦，不是我故意的啦。”我这几年来呢，我就杀死那个吴姓的这个高祖女生呢，他每天都跟着我了。他就这样在官帝面前招认出来，他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所以说承认那个吴姓的高祖生是他杀的。这是发生在台北县瑞芳镇这一个苏姓的这个窃盗犯呢，他窃盗杀人，而且还把人家奸杀。那几年以后，在关老爷面前呢，俯首认罪。这个是真的是关老爷明察秋毫那杨新锦当时就讲他跟其他同仁讲，他说那一天他们出门的时候是风和日丽，天气非常好。但是很奇怪呢，到这个关圣帝君庙的时候呢，突然间乌云密布。他说这个现象没办法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那么第四个呢，是死者附身呢来听庭。这个案子发生在民国92年呢，在我们桃园这边呢，有一个姓曾的这个嫌犯呢，他杀死他太太。他杀死以后呢，再把他太太这个带到这个新屋乡的海边黄坡底杀害。他事后还故布疑阵。那这个案子警方呢在侦办的时候说碰到一点困难。那这个女孩子呢，这个陈女被杀死以后呢，她就跟她家人托梦，她说她本来这个曾贤呢，她出庭的时候她否认她杀的了。那这检察官呢杨挺宏就讲呢，他说这个曾某翻供以后呢，就开始发生一些灵异事件。他在这个陈女呢，就跟他家人托梦说呢，我是被害死的，我是被他先生害死的。然后呢，他告诉他们家人讲说，你去帮我找一个叫罗美玲这个律师，罗美玲律师。那他们家人突然间怎么会接到这个梦境？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就到处去找整个律师的这个登记的这个名册里面，真的有一个罗美玲这个律师，这个人还在桃园登录的律师啊。那他们就跟他讲说，这个陈女有来托梦，希望这个罗美律师呢帮他这个陈女做辩护。那么在93年呢9月8号那天开庭的时候呢，在法庭的时候呢，这个罗律师突然间血压飙高，然后呢，他飙高以后呢，他全身发热，那身体就在那边摇晃，但是他意识很清楚，他不是被附身，他是什么样呢？他感觉是说呢，这个女孩子想透过他来讲话，那这个陈女呢就透过罗律师呢，就声音就讲出来了。那罗律师被附身以后就讲了，他就指责那个他的先生曾兰讲了，说我不是要你死了，我只是要你讲实话就好了。那现场律师啦，这个被害人家属啦，还有这个原告啦，检察官都在现场，看了奇怪，怎么会这样啊？所以这个罗律师后来他清醒过来以后，他讲他说这个陈女呢，他很清楚的要借我的嘴巴讲话给这个加害人听，而且他知道法官要问什么，他要给法官什么答案，他很清楚。那当时现场呢，这个检察官呢叫简志祥，法官呢叫钱建龙，这是真实的故事那第五个呢，这个冤魂呢，这个预告呢将要破案。这个事情发生在民国93年呢，93年的事情是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破了，就是这里的警察局破了。
那这个是原来是有个烟毒贩，一个女的姓陈。这个烟毒贩姓陈呢，他因为他吸毒被抓进去关，被抓进去关以后呢，他跟其他的毒贩讲啊，他说他这5年来呢，被他这个儿子呢来给他索报，要来讨债呢，他已经快精神分裂了。他就讲这个故事给另外一个毒贩听。那另外那个毒贩呢出来以后就跟警察讲，警察就开始进去调查。原来是这个毒贩这个陈妮呢，他跟一个姓林的烟毒贩同居。那这个烟毒贩这个姓同居呢，这个小孩子这个6岁这个陈妮的所生的小孩呢，不是这个烟毒贩姓林生出来的，所以他就开始虐待他，用各种方法虐待他。后来活活的把他冻死以后，这个小孩就死掉了。死掉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埋葬在他这个新竹县的这个老家。那这个陈妮呢，陈妮他后来因为被这个小孩子给他缠了这个6年了，他也有点受不了了，快精神分裂，每天都是睡不着。那当警察在介入调查的时候，警察就到他家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跟警察讲，因为他前一天晚上。这个6岁的这个陈妮所生的这个小孩呢，就跟他讲，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啊，警察快找到你的啦，哈哈哈哈！”他就跟他这样讲。哦，那个女孩子就梦中就醒过来，就吓到了。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一直在旁边呢，就紧追不舍啊。那所以警察出现在他面前，就讲说：“你们今天要来抓我啊！昨天我的小孩子啊，就来跟我先预告说，警察要来抓我。”所以完了以后呢，他就告诉警察，他说啊，我终于我可以去还这个果报了，我终于可以还了。那他又跟警察讲一个故事，他说他每天都睡不着，每天都要吃这个安眠药才有办法睡着，要不然就吸一点毒品提神。他说他有一天，他这个姓林的男朋友又抓进去关了，他又认识了一个男朋友。那么有一天呢，他们2个开车呢，就到这个苗栗呢，新竹这一带的这个陈妮的老家去回他娘家。那这个陈妮这个毒贩呢，跟她的新的男朋友呢，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刚回到家的时候，在那个山路旁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他这个小孩子呢，就从前面走过来，走到他左边，一直拍他窗户，他真的看到了。真的看到啊！他说：“妈妈救我，妈妈救我，妈妈救我。”那个女的当然是吓得很严重了。他就她的男朋友也看到了，赶快开走。结果离开以后呢，后来这个警察就抓到他，就抓到了。所以从这个案子里面呢，你看这个6岁这个英灵呢，他被他这个毒贩害死以后。他一直都在跟在他妈妈旁边，就是紧追不舍。最后呢，他都可以跟他预告说呢，警察要来抓你了。所以这个鬼神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是不空的。在我们这一堂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各位同学，今天好辛苦哦，也很幸福。那整这样做了1天哦。我刚才跟师姐他们讲，我说各位同学好像这边打佛六一样，佛母那边有佛七，你们等于打佛六都不简单，表现都100分那接下来我跟各位讲的现代因果报应实证，那接下来第6个公案就是鼠鼠变狼人暴毙那这个是这样在我们太上感应篇里面有讲，他说呢，不要凌孤避寡。那基本上寡妇呢，他们是很值得怜悯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呢要尊重，要知道道德，要知道因果，那不要去欺负他的小孩，这叫凌孤避寡。那我们读圣贤书呢，就要懂这个道理，所以要照这个圣贤的道理去做。它里面讲说呢，如果你凌孤避寡，那如是等罪呢，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计算是什么呢？计算就是1计呢，那就是12年；那算呢就是100日。
日哈，斗起计算就斗你的寿命这个意思了，会斗你的寿命。所以这个案子发生在我们台湾省呢，时间是在2009年啊，就是去年的6月份。那地点在嘉义。那么这个呢，这个当事人呢，他本身是姓黄，是一个木造的工人。那他跟这一个寡妇呢，他已经来往一段期间了。那一段期间以后呢，他要跟他借钱，他要跟他女儿借钱。他这个女儿呢姓吕，他就跟他约出来。约出来以后呢，就在嘉义的这个一个汽车旅馆。这也很奇怪，你要跟他借钱，你就当面在马路啦，在哪里见面拿给他就好，为什么要约在这一个宾馆里面呢？那么这个女的，她这个女儿呢，这个寡妇的这个女儿也很老实呢，把钱送到宾馆去。送到宾馆以后交给他以后呢，他中午大概是12点半进去。就到1点多的时候，那个女儿就出来以后呢，到差不多2点多3点的时候呢，那柜台的人觉得很奇怪，这个信红怎么没有下来？就上去看了。上去看以后呢，那个男的就躺在浴缸里面呢，大概在沐浴的时候呢，他往上仰的时候呢，已经是呼吸急促了，就赶快就打119呢，叫救护车来呢，到医院去已经往生了，但是查不出原因出来。怎么突然间一个好好的人上去下来就走了？这叫经典上里面《太上感应篇》里面讲。那如果你连孤必寡，因为他后来呢，据警方的调查呢，中间有没有发生这个不正常的关系呢？当事人他并不承认，但是呢，警方的推测应该是有可能。那这样的话，妈妈是寡母，你又跟他的女儿借钱，然后你又跟他发生一些不正常的关系。那这个果报就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了的了，那当然就怎么样，司命之神就会斗起计算。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如果你法律不能给你制裁，那你在暗地里所做的事情，那鬼神可以给你制裁，这就是一个公案了。刚才我们讲圣贤道里面就这样讲过了。那接下来这个第7的公案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去年2009年的9月，在我们台北县永和市。那这个被害人呢，他本身是一个男孩子。那他呢，杀死他呢是他的朋友，也是男的。那这个被杀死这个被害人本身呢是法官的助理，那么那一天呢，那个男的就到他家去，刚好有被监视器拍下来以后呢，他进去以后跟他一番争吵，大吵以后呢，那个男的就把他拿一把刀，他到厨房去把水果刀拿出来，当场把他扭打以后呢，就把他杀死以后呢，那因为他两个扭打就扭打到这一个被害人的门口。所以到后来呢，他这个被害人呢，就在手在墙壁上就画了一个血手印下来。那血手印以后，2眼呢就不闭，他死不瞑目。那死不瞑目以后呢，那警察就开始侦办这个案子，那就开始调这个被害人通联的记录，他大哥大里面的通联记录。那在他 MSN 的那个记录里，那个储存的资料里面有一个档案。就是他跟这个男的这个凶嫌之间的2个互相争吵的话呢，全部被录进去。那警察就开始追这个线索。那在这个头七的那一天呢，这个永和分局的侦查队长呢，他叫张队长。张队长就向关老爷上香。好，我们今天讲到关老爷都已经讲第3件了，他向关老爷上香，关老爷讲，他说关老爷这个案子一定要破案。因为这个社会压力也很大，他一定要破案。结果他刚上完香不到10分钟，警方终于在新竹这边呢，竹东这边呢传来消息说抓到这个凶嫌的姓蔡，叫做蔡贤。这个蔡贤被警察抓到以后呢，在现场呢就开始问笔录。那他问笔录的时候呢，他跟警方先讲，他说
警方问他说：“你这几天躲在哪里？”他说：“我这几天都躲在新竹这边的汽车旅馆。”他说：“其实我离开那个凶宅的时候呢，他就已经跟在我旁边了，他一路跟到新竹来。”他说：“跟到新竹来以后呢，他说你们今天要来的昨天晚上，我感觉他有睡在我旁边。他说他睡在我旁边呢，他跟我梦中先预告，他说明天警察要来抓你。结果呢，这个警察真的到了，真的到了。所以警察在现场问笔录的时候啊，警察听到这一段就觉得很讶异了，觉得很不可思议。那这个蔡贤呢，跟警察问笔录的时候，问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间起身呢，走到门口旁边去，向窗户外面讲话。他怎么跟他讲话？外面是窗户啊，外面没有什么东西啊，他就跟窗户这样喃喃自语着讲。他说呢，我跟你一定会去，我会跟你一起去，你等我。然后他又讲呢，他说你还有便秘吗？他说呢，我会告诉你爸爸，说你喜欢吃那个金黄色的奇异果，我叫爸爸给你带这个给你吃。那警察也问他，比如问到一半，这个人走到窗户旁边，觉得很奇怪，警察就走过去说：“那你在跟谁讲话？”“没有啊，我跟谁讲话？没有啊。”他又恍神，这样又回到原地继续在做笔录。那这个蔡贤呢，在现场这个奇异的现象呢，他到永和分局刑事组也是有一个状况。那警察分局在跟他问笔录的时候呢，问到过程里面呢，那个蔡贤突然间呢，他身体往后仰，就是这样跟后面讲话。后面有人在看他问笔录啊，后面有人在跟那边是谁？那个被害人。所以他往后仰的时候呢，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会向法官呢要求判我死刑，你一定要等我。那警察就很紧张了，再问他说：“你是不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啊？”那警察就追问他呢，他说：“没有啊，什么事？你在问什么？”他就不记得了。所以你从这个案子才刚刚发生在7点，这个案子就是我们早上讲的几头三尺有神明。所以这些鬼神呢，事实上灵性它是不灭的，因果也是不灭的。那因果一定是自作自受。所以这个凶杀案，不管说你多绵密，你看警察他还是要找到这个蛛丝马迹的破案关键，一样可以破案，跟你绳之以法。这是这个第7个公案。那第8个呢，这个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是发生在民国89年，那个时候呢，景气不好的时候呢，股票大跌，那绑票的人很少，因为那一阵子的前面呢，有很多绑票案子跟撕票，后来引起社会很大的一个公愤。那后来呢，这些歹徒就不敢绑票，就什么绑车，车子被偷了以后呢，他就打电话跟你讲，说你的车在我手中，要不要拿钱来赎回去？如果来赎回去的时候呢，大概要多少钱？大概4万5万块，就把车子赎回去。如果你不赎回去，他就把车子烧掉，就毁掉。那么当时呢，有89年的时候有一个绑票集团，这个绑票集团呢，它里面有一个狠角色，就是在里面做打手的这个狠角色呢，他的绰号叫黑蛋。这个黑蛋本身呢，他本身呢是桃园县八德乡人，他本姓江某某。但后来因为他被抓去关完以后呢，他出来以后，他改邪归正，在卖面摊。他把这个故事呢讲给人家听。他说他那时候被抓进去关进，他怎么做怎么样的一个坏事，讲给人家听。那就讲这个故事，这他讲出来的。他说他们那个祖先呢，的这一个首脑呢姓杨，这个是他们这个首脑呢，开始呢就吸收这些年轻人来做这个窃盗集团，专门做拖车，而且他们呢这个拖车集团有4个方法，他们那个窃盗就很有意思，他们起的名称叫做什么？叫日新窃盗集团，每天都要换新手法，叫日新。然后他们这个
日出新集团呢，他们有这个信城的这个窃州集团呢，他们也养很多小弟嘛。那刚刚讲这个黑蛋，这个信江这个黑蛋呢，这个黑道分子呢，他本身是负责这个等于重要分子，他负责带队去缉脱。那缉脱的时候去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上公车去扒窃。那他们的教战手头叫什么呢？他们有开了一个班叫窃盗训练班。窃盗训练班，那这个窃盗训练班，他们那个教战手叫什么？狠准猛说。那什么叫狠准猛说呢？狠就是什么？六亲不认。那准呢，就有准备，要帮哪个人，要拖哪个人，要抓哪个人，他们都有准备，叫准。那猛呢，就是找到目标以后下手就做，所以他还会带小弟在上面见习，看我大哥怎么拖。这个叫做猛。那第四个呢，说抓到了被抓到的时候装可怜，这是他们的教战守则啊，狠准猛说。那在民国呢，89年这个年代，他们很嚣张啊，偷了很多了，每天夺手400万，每天夺手400万，到最后他们偷什么？偷豪宅，豪宅里面的那些古董啦、花瓶啦、字画啦，他们全部拿到。拿到以后呢，就打电话给被害人说：“你这个字画要不要拿回去啊？因为字画都很名贵啊，那古董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呐、那很名贵啊。”他就恐吓他，要不要拿回去？拿回去，你现在准备多少钱来？那被害人知道，乖乖的就拿这个钱呢，去把这个字画赎回来，把这个古董赎回来。你看这么嚣张。那如果你车子被他偷了，你不拿赎款过去，或者你要去跟他讨价还价，他有时候还会放火烧掉，还会拿刀砍人，就这么恶劣的一个窃盗集团。那么他一天呢，曾经最高纪录大概50件到60件，好，那得款呢都好几百万，所以也赚了很多钱了。但是我们中国圣贤的话里面讲，你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做不好的事情、不义的事情，你好像不会报应，但是报应终有一天会找上你。那就在民国89年，就是2000年那一年的10月，有一天呢，这个窃盗集团的首脑，这个姓陈的首脑，就带了2个小弟开了一部车。那个时候还没有雪山隧道，他们走北宜公路。那北宜公路各位都晓得9弯18拐，9弯18拐那个地方是很奇怪的地方，很多人那时候北宜公路正在通的时候，车祸很多。所以他们当经到9弯18拐的时候呢，这个窃盗集团的首脑呢，姓陈这个首脑突然间想要下车尿急，想要尿尿。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车坐太久，可是当一旦下车的时候呢，他脚伸出去的时候呢，突然脚变抽筋，脚抽筋以后呢，就没有办法拉直啊，然后就在那边讲啊，他说呢，你们不要害我，你们不要害我，救命啊，不要害我。他对空气讲话，你不要害我，好，救命啊！然后2个小弟当场傻眼，平常都很凶狠，碰到这种状况还是很怕死的、啊。哎，老大，你什么事啊，老大？老大已经不会讲话，口吐白沫，然后呢，两眼发直，所以那个2个小弟就很紧张，以后就要发动引擎，因为赶快把老大送到医院去急救。那从9弯18拐送到3小巷还有30分钟啊，就怎么发动引擎就熄火，就发动不起来啊。那后来呢，大概是发动大概40分钟以后呢，引擎终于发动，赶快把他老大送到医院，老大已经断气了。那后来警察就调查，从这部车下去调查，这部车是赃车。那这部车的赃车呢？他现在这个主人呢，这个是他的这个老主人呢，是他的儿子在开的。那这个老主人的车子呢，在4年前的同一天，在北宜公路发生车祸。那后来这个车子调回去重新修好，又给他儿子开，开好以后呢，这个窃盗居然把他拖去那个首脑再继续开。那这个4年前的同一天，这个被害人这个车子的老主人在这边车祸往生，跟4年后呢，这个窃盗集团这个陈某呢在这边往生，时间上非常巧合，所以冥冥之中呢有着因果报应存在，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太上感应篇》里面找到这个道理。
他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失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得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必之，恶行哉之，算尽则死。”接下来，我把这段呢解释给各位听。他善恶报应呢，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你是要祸，你要是福，我们刚刚在早上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如果你现在有的福报是过去生修来的，那你过去生如果没有福报，你从现在开始花路忏悔，开始修起，一样可以改变命运，改变业力。所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就这样的，你自己去招感来的。好。那善恶之报呢，像影子一样，你站正，影子就正；你站斜，影子就斜。所以善恶报应就像影子一样啊。好，所以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影子随着你啊。所以天地有失过之神，这个天地间有鬼神在监察。一人所患轻重，看你的患的轻重来夺你的寿命，以得人算。那寿命减少以后呢，就会让你贫穷贫耗。那多逢忧患，让你碰到很多这个忧患的事情，那大家都讨厌你，人皆恶之。那行祸随之，刑罚给你制裁。那吉庆必出，好事都离开你。那恶行灾之，灾祸都降临在你家。那算尽则死，等你寿命算完以后，就死掉了。这是《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那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一个窃作记者的公案，我们在对照《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这个道理。他说：“又知鸿起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劫、夷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其之子。又忘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他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如果横起人才，你用不义的方式，用这个抢劫的方式去拿别人的钱财，这个叫横起人才者。你去夺别人的钱财，叫做横起人才者。那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这是会连累妻子跟家里的人啊。那见至死伤，如果你没有死伤的话，那只有遇到你这个果报会遇到水火盗劫，就水灾、火灾跟盗劫、强盗。”夷亡器物，让你财产都损失掉，叫夷亡器物，或者疾病，或者口舌是非，来抵你这个忘起之子，你拿人家这些钱财的这些价值。太上感应篇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以上呢，这个我引用的这8个公案，都是登载在我们台湾的《自由时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这些大报里面看出来的，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真实的显现是因果报应，真实不虚，所以我们一定要谨记呢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以后呢，我们了解不能够暗示亏心，不能够做这个呢违背天理的事情。你暗示亏心呢，你存恶心做恶事，以为天地不知，有何妨碍啊？却不知道我们这念心跟天地鬼神、跟诸佛菩萨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们的起心动念，他们都能够了解明白，所以人家说人间失仪呢，天闻如雷。这个暗示亏心呢，神目如电。你人间讲悄悄话，天上像打雷一样。那你这个暗示亏心，做亏心事呢，在神的眼睛就像电一样看到你很清楚。所以上帝临汝呢，日见在之呢。实目实手，神之听之呢，无心独知之地呢，自有鬼神。所以一定要谨记在心。最后，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最后呢，第9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讲了这个相信鬼神的存在，我们讲了生命会轮回的，那我们再讲到圣贤的道理，那最后我们又讲到现代因果的一些报应实证。那最后我们总是要了解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因果了，那我们怎么来去善了这些因果？不管是善的因果，我们如何去保存这个福报；恶的因果，我们怎么去消业，怎么去改业？那总是要一个方法提供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第9项呢，我们就讲如何善了因果报应。
因为很多人碰到这个因果报应陷阱的时候呢，都是束手无措、无可奈何。好，那这一个呢，第一个呢，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印光大师跟我们讲的，人生是酬业而来的。我们这个身体呢，叫做业报身。你过去生所造的业，你如果造不杀生的业，你就得长命、长寿、健康之果报。如果你前世过去生造恶业，你过去如果造恶业的话，你今生就得到我们6集里面讲的短命多病，那忧愁苦难、贫苦等等。所以这个身体呢，是带着业障、业力呢，来到这个世间来呢，来投胎转世的。所以这个身体叫做业报身。就是它有这个十善十恶，那十善就显示它的好的果报，十恶就展示它不好的果报。所以这个业报身呢，它是来了业的，来消业的。所以印光大师说，我们修行就是要了这些业，要消这些业，消我们的业障。那从哪里消呢？就是我刚刚早上讲的，从身口意去消。好，从心存善念，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啊，做好人。好，然后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开始做起，自尽其意，来去慢慢转变自己的心念。最后明白自己的心了，你把习气毛病改掉以后，你的业就是消一分。那你习气毛病怎么改呢？我早上也跟各位分享，当境界来的时候，你要关照，你要关照。你习气境界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把习气会跑出来，你会产生喜欢，或是不喜欢，或是讨厌，或是嫉妒，或是憎恨，或是贪爱，你这些习气会跑出来。那跑出来的时候，你学佛有个好处，你懂得圣贤道理，你懂得佛法的道理以后，你就会起关照。什么叫关照？你看自己的心，然后你了解因果的可怕，因果轮回的道理以后，你会怕，你会敬畏。那你希望呢？总是希望那个趋吉避凶，我希望好的，我不要坏的。那怎么去趋吉避凶？还有这个方法教你。所以当你在了业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在转业。你如果能够承受，那业报就会了，就会消。那透过忏悔、发愿、改过、学缘了还居士，还有一尽力功、一造成绩，你这样去改，从心地去改，从道理上知道去改，从事项上运作去改，事项上理上心地这样去改，你慢慢这样日积月累，你总有一天你会业障会消除。那智慧会现前，那你就改变命运了。当你有一天慢慢的，你的习气越来越少了，你的执着越来越放下了，分别越来越没有的时候，你心地会越来越清净。烦恼一进来，境界一现前，你马上就会关照，马上就会转境界，你马上就会从心地上去关照自己，然后把这个贪嗔痴慢你放下来。那自然而然呢，你就不再对境界起贪爱。你不再对好的境界起贪爱，不再对不好的境界起憎恨，那你的贪嗔痴慢就消掉了，那你的身口意就清净了。那你身口意清净以后呢，你的心地就会清净，你的智慧就会现前，那本有的智慧就会开显出来。那么你就可以很慈悲的对待世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你都很慈悲对待。那么你就可以把每一个人当成活菩萨，只有我是一个凡夫，你就可以做到印光大师这个境界。那你能够这样去改变的时候呢，你的父母关系、你的兄弟姊妹的关系统统改善了。不管是好的因缘会更好，会更感恩；不好的因缘一样会感恩，会放下那种贪嗔痴慢疑。那你无形中呢，你家庭会幸福美满，生活会和乐融融。那对外的关系呢，你在工作上你能够知因果，你不敢再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事情会按部就班。完全的按照因果来做4件事，你就不会做下恶业啊，就不会受恶的果报啊。那你能够改变自己的心念以后呢，你人际关系改变，大家对你另眼相看，说这个人现在讲话不一样了，这个人现在非常有礼貌，非常有恭敬的，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常常在做好事，帮助别人。那我们应该呢多帮助他，好，你的贵人就出现了。那你贵人出现以后呢，你的福报开始累积。快速累积，你的福报就非常大，非常大到后来怎么样？你整个命运都改变了。改变以后呢，你更了解说学佛真好，可以改变业力，可以改变我的因果，会改变我的命运。那我应该更帮助别人，那你就发这个大心，发这个大心呢，这个菩提心呢，这慈悲心去帮助别人，那就发这个心出来，就发菩提心，你就是菩萨了。
发菩提心就等于菩萨，你真发菩提心等同菩萨，你就开始去帮助别人，去救助苦难的人。看到天下有病苦、有灾难，你就跟你有灾难一样。众生的苦就是你的苦，你感受良深，那我一定要去帮助他。你慢慢发现，你做一个很好的示范，你旁边的成员、家庭成员、你的小孩、你的朋友都看到你的改变，他跟你学习，你又度了很多人了。你后面跟了很多跟随者，跟着你前进了，那你就是人间菩萨的引导者，你就是已经改变你的业力了。那你不仅把宿世里面的业障消除了，而且你把业报身发愿以后，你发愿做菩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那你已经发这个愿以后，你发现你慢慢的，你把这个身体的业报身，你开始转变以后，变成什么？变成菩萨的愿力身，你就变成人间菩萨，人间的一个觉悟者，叫觉有情众生。你已经觉悟的一切众生，但是你烦恼还没有断尽，但是你已经是菩萨，你已经往成佛方向前进，往菩萨方向前进了，你已经是人间的一个菩萨，那就恭喜你，你一定会得解脱。而且你经过这样累世的修菩萨行以后，你通过这样修行以后，你的习气断了越多，毛病断了越多，执着越放下，最后你破我执，再破法执，再后破根本无明一品，你就成佛了。成佛叫什么？你没有我执法执呢，你解脱自在，逍遥自在啊。那你本有的戒定慧解脱诸见相，五分法相就现前了。你就可以帮助佛陀，帮助地藏菩萨，帮助阿弥陀佛，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你可以示现做佛，结佛就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从凡夫修到成佛，可以从烦恼修到智慧，从凡夫地修到智慧地。就是佛在这个世间示现，讲三藏十二部经典，讲50年、49年的说法。他示现的目的是什么？告诉众生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改变命运，都可以改变业力。所以佛当时在大菩提树下夜读明心成佛，讲一句话，他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明白今天我们讲的整个课程，我们这个6天以来所讲的圣贤的过程，这是一个基础。你明白以后，你从内心去明白以后，就依教奉行去做。你开始这样慢慢去做以后，你脚踏实地按照圣贤讲的方法去做。圣贤就是他们已经成觉悟的人，他们已经得到成就，他们当成就，他们以度者。那你呢？你是当成就当度者。那你学了菩萨脚步前进以后呢，你就接引未成就未得度者。那你就是人间的地藏王菩萨，你就是人间的观世音菩萨。最后，你是人间的阿弥陀佛，你就是人间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啊。所以，我们如果懂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掌握我们的命运。掌握了命运呢，你就生死自在，来去自如。时间到了，一年到了，世间一年到了，你就可以放下这个身心世界，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你很自在的。圆满人生的功德，你舍报以后，你离开这个世间，往生极乐世界。那你下一次呢？常愿再来继续教化众生。那这个叫做道驾慈航，到娑婆世界度有情众生。这就是佛他说法的目的。他在《法华经》里面讲：“我以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众生佛知佛见。”什么叫一大事因缘呢？就解决你的生死问题，解决你的烦恼问题，解决你的执着问题，解决你的妄想问题，解决你的分别问题，解决你的恐怖颠倒的问题。你会害怕？你会害怕没有钱啊？你会害怕死亡啊？你会害怕失去这一切啊？佛告诉你方法。所以佛呢，以一大事因缘，就要告诉你什么？你开启自己本有的智慧。所以这个一大事因缘，不是说我拥有多少钱财，我当多大的官，我开多少的好的车子，我住多怎么样的豪宅，那些都是幻化，如水中月啊，不可得啊。我们台湾有一个首富，他的太太师姐得了乳癌，
我在报纸上这样看到。当他舍报的时候呢，他的大体呢要搬回进去他自家的时候，他住在我们东区的豪宅里面。要搬进去的时候呢，豪宅那个管理委员会的所谓警卫员不让他进去啊。他在想，为什么不能进去呢？这是我家呢。他说不行啊，我们这个地方是高贵的豪宅啊，他已经是死人，不能进来，这是活人住的，不是死人住的，不能进去啊。亿万富翁，那是我家呢，我家不是在那里呀。每一个人的我家，就是我们的极乐世界啊，那才真是我们的我家啊。那我们现在这一年呢，现在一年都是随顺因缘来实现的，来酬报的。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要体会因果？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伦理？为什么要了解道德？为什么要懂得圣贤道理？为什么我们要学佛？不是说你学佛就是你觉得你很高尚，你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学佛就是明白怎么样觉悟，学嘛，学佛的极致，学佛的行为，学佛的心念。佛则觉也嘛。觉是什么？各位刚刚听我讲话，从早上听到现在，不是我讲什么你都听得很清楚。那个第一念心，那个就是觉呀。所以，我们了解如果善了因果，善了这个因果轮回呢，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印光大师讲，人生是酬业而来，就是你来还这个债，还这个业的，你一定要还，因为过去做了错事，你就是要还。那你透过修行，你可以重罪轻受。你透过改过，你可以消灾延寿。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酬业而来以后呢，我们要明白呢，要转业轮为法轮。业轮就是你的12业，你的12业，你怎么去把它改变？你怎么从心地下手去改变这些苦报？我刚才讲了很多方法，你照这个方法下去做。那你如果能够开智慧了，能够把执着放下来，把分别放下来，把妄想放下来了，你开智慧以后，你心中的法轮就开始转，你的智慧就流露出来。这个叫转业轮为法轮，那转苦轮为极乐轮，你的心就转了。你心转以后，所有的境界困不住你，你碰到任何境界，顺的境界你不会起贪，逆的境界你不会起嗔心，你顺逆都能够易足，那你就有禅定智慧。那叫三昧。那你有这个功以后呢，你就改变你的整个人事环境了，正义恶报都改变了，这叫转业轮为法轮。那第三个呢，我们从早上到现在这个因果故事里面，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心念决定因果，因果决定业力，业力决定命运。所以因果去哪里追寻呢？就在我们一念之间。我们动一个念头是善，那就善念；我们动一个念头是恶，就是恶念；我们动一个念头是亲近慈悲，就是佛念。所以念头会决定你的命运跟果报。所以一念启动以后呢，因果就完成了。各位不要以为说，那我等活菩萨再来发现，我等鬼神再来发现，我等警察再来发现。我跟你讲，各位刚才讲了那么多因果故事，那不是早就已经警察都可以从蛛丝马迹去找出来吗？你只要动念头，你的心里面动这个念头，因跟果同时完成。那如果没有果报没有现前呢，时候未到。好，那这个是我们呢要了解，一念之间因果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你因果既然已经造了，好，它就像无线电一样，就散布了。那第四个呢，要在因上用功呢，不要起恶念。那么我们敬畏因果以后呢，在待人处事里面，我们去修我们这念心啊，我们不起恶念，我们不做恶事，我们都起善念，好。那么你如果能够在因上用功，这样就会进步得很快。那第五个呢，明因果转因果，从心念上去转，我已经讲过了，好，明白一个从因上去转。第六个要忏悔罪过，发大愿，行利他，好。那么这一个，如果你不忏悔不改过，那业障呢就消得很慢。那第七个呢，你怎么去消除病苦跟业障的4个方法？那我引用一些大德引用的这些
好话一句呢来跟各位结言。第一个，你要吃素，能够尽可能吃素。如果你不方便，那你就尽量吃清淡的，吃素。好，那第二个呢，要多行放生。放生当然不一定说你去放，一定要去放这个动物的生命，你随时都学会放下自己，随时去包容别人，随时去宽恕别人，随时去礼敬别人，随时不让别人起烦恼，这也是放生。哦，你要第二个懂得放生，心地慈悲。那第三个，刚才讲要忏悔。第四个，念佛。这是如何消除病苦跟业障的4个方法。那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比较赞成说，如果你有时间，你将来各位学佛以后，如果说你将来慢慢你成家立业了，你事业有一定的基础了，你要学佛这个过程里面，你想忏悔业障，你也可以用拜经的方式。像我就有拜经的方式，我就拜无量寿经1字1拜。要跟各位讲，我当时在拜经的时候呢，在拜经的过程里面呢，得到很多法喜充满。那当然，因为夏天呢，拜经的时候穿海青呢，所以我背部呢都长了很多水泡，因为会痒，那就刮痧。因为我坦白讲，我在这边也是忏悔，我过去生业障也是重，所以呢，我过去生脾气不好，比较刚烈，所以我从年轻到现在呢，我的脾气就比较不好。可是我学佛到现在呢，我慢慢脾气就改好一点。所以我脾气不好呢，所以我的鼻就不好。我每次给中医师把脉，中医师说你鼻比较湿，所以皮肤会痒。那怎么办呢？他就告诉我要吃一些中药，可是都没有改善啊。那我从心地去改善，我从忏悔，我拜经，我发愿，我拜三昧水忏，1祭1拜，我这样拜。那后来拜经的时候呢，后面会痒就刮痧，刮痧就拔罐，拔罐以后就会水泡，那就用针把它戳破，让那个脓液呢跑出来，然后再冲淋漓的时候，整个水冲下去，好痛哦，痛完就好，痛快。那现在呢？现在怎么样？现在脾比较好一点，比较不会痒，不然以前会很痒。好，所以各位小朋友，当然你们现在都还年轻，我们都很羡慕你们，然后亲人就是你们的财产。但是如果将来你皈依佛门学佛以后，我鼓励你这样，你会变成非常的清安自在，业障会消得很快哈。在读诵经典里面，很多经都大圣经典都很好，无量寿经、弥陀经、地藏经都非常好，普文品也很好。那我举一个公案给各位听，读诵经典有时候不可思议啊。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新竹，姓林，叫林师杰，住在新竹市。他的弟弟呢，他神经有一点失常。那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有业力牵连的。他弟弟有时候升级这个精神失常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会自己去撞墙壁，很痛苦。没办法，头很痛，没办法就去撞墙壁。结果林师杰就发大心。他看到弟弟这样受苦，很难过，他就跪下去跟地藏菩萨说：“那我来送地藏经回向给我弟弟，希望他能够解业，不要这么痛苦，好不好？”他就为他送地藏经呢，他发愿呢送1000部。后来到300部的时候呢，他弟弟姓林这个弟弟呢，300部的时候呢，他弟弟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了。现在他弟弟也会送地藏经了，不可思议啊！所以各位如果开始要学佛，你可以读圣贤弟子规，这个都很好，你也可以读佛门经典哈。那么第8个呢，你可以有一本好书，这个各位如果将来有出去，你可以看。我看这本书我很感动，它叫什么书名呢？最大的银行，探索生命的黑箱。就讲我们这点心。他有一个年轻人36岁，他的法名呢，他的笔名呢叫陈杰，36岁得了10公分的肝癌。他是一家国际集团的总裁，前途非常的看好。那年收入呢上千万的。他每天就在国外荷兰、美国这样2地奔跑。那荷兰那边总共是请他过去，说你过来这边当总裁、副总裁，我给你年薪多少？就有一天他到美国去开会，那回到台湾来以后，他去看他一个同学，他同学得乳癌，他同学的太太得乳癌，那他同学就告诉他这个癌症怎么形成的？那他去关心他同学他同学跟他讲他太太得乳癌，
他就很震撼。那他同学跟他讲：“你要不要顺便照照你自己？”这个也是好姻缘哦。结果他同学就叫他照，以后呢，照出来以后，结果呢，他得了10公分的肝癌，他整个人整个改变，完全失去生命的斗志，他完了，我人生完了。我这么年轻，我这么有钱，我的事业这么发达，我是国际性的公司的总裁，我死了以后，我太太怎么办？我小孩怎么办？他开始悲伤。到后来呢，他吃各种的药。什么中药、什么西药，他全部都吃过了；有没有有机，全部都吃过了。再怎么吃，他都很奇怪，那个肝指数老是降不下来，降不下来，很高。他开始接触佛法，他开始接触《金刚经》，开始接触《了凡四训》，他去看袁了凡怎么改变命运。他后来再看这个《金刚经》怎么去转这个心念。他后来慢慢学，用佛的方式从心地去改变。他心开始发善心、发愿力，去帮助别人。他后来，那肝癌慢慢萎缩了，没有往生，所以他就发大愿说：“我要把我这个生命的过程写出来。”这本书叫做《最大的银行：探索生命的黑箱》。他说：“为什么我们人有时候寿命会减短、会增加？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寿命，我刚才讲说，寿命不好求，但是它是一个能量。你尽量用能量吧。”你就尽量用福报，你福报用完了，就像电灯没有电池一样，就没有电了。所以我们的福报就像电池，它一定会用完。各位记得这个原则。那他就说，我们生命是一个能量。后来他就看一本书，中国最有名的气功大师严心，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严心。严心在书里面这样讲，他说3分修，他也是见过他。他说3分修炼，7分修，1分修炼，9分修。修什么？修德。所以严心带他的徒弟的时候，徒弟要跟他学气功，他跟徒弟讲，他说：“你不是跟我学气功怎么比，而是学心怎么修。”他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培养起你的气功，才有办法成正面的力量，否则没有用。”所以他严心会带他弟子去做善事，到处去做善事，然后再来修炼气功。有严心跟他的弟子讲，他说呢，重德呢是命门之所在，功德有多大，功力就有多高，福分就有多大。他说重德呢是气功窍门中的窍门，是技术中的技术，在气功中非常关键，是命门根本，是要害的地方。各位，你现在就知道怎么去消灾延寿，怎么去延长寿命了。你就必须要去培德、去修德、去养德。那德在哪里？德就在你的智慧、你的清净心，你放下毛病习气，你改过迁善，你发愿那个德性会显化出来，德性会光明，就是你的品德。展现外面的就是慈悲善良、温良恭俭让，你不会吃亏的啦。你的德性，刚才我们讲嘛，孔子赞叹舜啊，他可以享受福禄寿啦、宗庙享之啦。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圣贤的话，是在教我们这念心，这念心的功德、信德，把它开显出来，把它开发出来。所以呢，严心就跟他弟子讲，以德为本，做好事是打开你自己身体能量仓库的金钥匙。他说：“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命运的话，你开始学做好事3年，你看能不能去改变你的命运？你做3年，日以继夜去做3年的善事，看看可不可以改变你的情绪、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你的遭遇、你的命运。”我想各位今天，如果你6个小时里面听我讲这些因果的课程里面，我相信你一定会在你的心里面种下这个善的种子。种下这个因果的种子下去，你会不只改变你这一世的命运，而且会改变你生生世世的命运。所以这一本书呢，我给各位郑重推荐。这个程杰呢，后来他这10公分的肝癌后来萎缩了，现在还活在人间，在说法利生。他写的书我非常的欣赏。他说我们人的生命呢，原来是加减乘除。怎么加减乘除？你如果做一件善事，给你加1分；
因为生命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聚宝盆，你前世带来的生命能量，你的里面蕴藏你的福报。那你如果是做一件恶的事情，就给你减1分的福报，减1分的能量，是减。如果你做一件大事，像我们今天新竹净宗协会办这种弟子规研习营，这是大事，它会变成一个种子。那这个大事呢，它的能量呢是用乘的，倍数成长，倍数成长。如果你做一件大恶的事情，你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以为天不知鬼不知，你做一件大恶的事情，我跟你讲，你被这个鬼神侦查知道了，就是减寿，夺你的计算，夺你的寿命，那你的生命能量就被除掉，除掉就很快，一下就不见了。本来应该活60岁、30岁而已啊，除掉，除1/2啊。所以生命呢，这个成劫呢，他就研发这个道理。他说呢，他创造这个道理出来说啊，原来是在加减乘除。否则的话，为什么袁了凡可以延寿，可以多活了那几十年？为什么净空法师可以延寿？就是加减乘除。我们已经懂了，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从现在开始做，从今天个念头开始做，从这个念头开始做，你完全改以后的基本，不是等明天再做，不是等明年再做。我跟你讲，时不我遇，无常性事。4日已过，命亦随减。棺材不一定装老年人的人，他也有装年轻人的。阎罗王随时会寄这个信给3封信给你啊。以前在太上感应篇里面，感应篇会片里面有讲一个老先生去见到阎王啊，他跟阎王讲啊，阎王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要做好人啊，做好事啊？阎王说我有寄信通知你啊。他说你寄什么信？他说有啊，你眼睛开始看不见啦，你耳朵已经开始聋啦，你牙齿掉光啦，你走路行动不方便啦，你不能走路啦，我已经开始寄信通知你的。就像各位我们去当兵都有兵役通知书啊。他说我已经寄信给你，怎么没有发现？那个老人说你讲的也有道理，你已经寄信给我了，我怎么都没有发现？那有一个年轻的亡魂就过去问阎王啊，阎王，那你有寄信给他，眼睛看不到了，耳朵聋了，行动不方便，那我呢？我还这么年轻呢，健步如飞呢？他说有啊，你不是前几年你们隔壁有一个10几岁就往生了吗？有没有？对，有没有？有没有？啊，有没有一个在婴儿出生怀孕就死掉？有没有？那我就寄信来告诉你了。那个年轻人说，那这样好，那我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要懂得说怎么去修，就学这个成劫改变命运。他连肝癌都可以改变，他后来就是从遵循这个圆心气功大师讲的重德为本，以德来转业，终于活过来了，是这么殊胜的事情啊！所以他把这个秘密公诸于世。原来生命的能量是加减乘除，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向圣贤看齐，这些都是菩萨视线。所以没有所谓善，没有所谓恶的，善恶本来是一个视线而已。你如何去转变，那才是重要。那第9个呢？这个如何改变命运呢？前面讲了很多圣贤的道理，那我归纳成4个重点。一个，心是福田，从你心田开始去耕耘，你用心不同，结果就不同。那决定在你自己。我刚才讲，从下一念这一念开始改变，决定下一念的结果。那过去的不可追，往者不可追。好，那第2个，重新做起。那么这个第3个呢，不要享福。福报我刚刚讲是一个能量。那第4个，福报要去布施，去供养别人，去帮助被苦难的人。那第4个呢，切莫杀生，你不要杀生，连小动物都不要去伤害它。为什么？你杀一个生命，你就是欠一条命。福报不能够抵业力，福报不能够抵业力。那只有业力怎么消？功德在法身中求，功德就是戒定慧、谢多谢的自见相。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居士，做很大的福报。
斋生做善事。去年的11月3号，他到金门去做水陆大法会，都他办的，400多个义工过去，结果回来那一天法会结束，他是要去超度那个阿兵哥阵亡的，包括大陆跟我们台湾的。结果他回到台湾了，他的女儿已经在床铺上呢，已经奄奄一息了，猛暴性肝炎，送到林口长庚医院，马上插管，第2天就死掉了，37岁。他非常孝顺，他是来报恩的。但是1年到了，他离开，因为他本身其实他只是在做生意，是一个善人的子弟，他也并没有完全走入修行这一条路。他爸爸非常不舍啊。那后来呢？后来他这个大居士呢，他把他丧事办完以后，他马上自己的业报又现前，他生一个台湾俗话讲叫飞蛇，台语叫飞爪。叫飞蛇，就是一种你很劳累的时候，它会病毒攻心。它病毒怎么进去呢？病毒从耳朵进去，眼睛进去，就穿过这里，变成在里面，没办法开刀。那眼睛呢就凸出来，然后呢5个医生会诊没有办法，那后来用民俗疗法。我后来问他太太，我说你到底有没有跟动物结过恶缘？他说有。他说：“师兄，我曾经做梦梦到一只大蛇，后来我女儿往生前呢，在门外呢，竟然跑进去一条蛇，在我女儿房间。他承认有杀过一条蛇，所以不要杀害小生命。我今天讲这个公案讲出来，就是希望帮助我这个好朋友能够消他的业。他现在在疗养中，元气大伤。所以呢，最后呢，我让这样的给鼓励，我用文昌帝君这个阴骘文里面呢。”我来用这一段做一个总结。阴骘文，各位可以去读诵。它里面讲：人能如我诚心，天必视汝夷福。盖存心在我，只求克施护信以事天。任天之报施，则气类相从，自然不爽。是之气候招福之道，端在存心以直在。真正相信因果，这个人有福；不相信因果，没有福报。眼前虽有福报，那是过去生修来的，想尽则没有了。那文昌帝君怎么鼓励我们？他说：“你要跟文昌帝君一样，要修身养性，那天就会赐予给你福报。那你存心在哪里？你存心在自己啊！你要把自己的习气改掉啊！这个叫做克施护信，去掉习气，恢复你的本性啊！那任天之报施，天如果给你好报，你感恩；天给你不好的报，你承受，你消业，走气烈相从，你产生这种正念的气场，那自然就会气烈相从，自然呢不爽就是会改变。那这样的话呢，是气候招福之道。如果去把福报引过来，把灾祸去掉，端在你存心而已啊。所以，我们如果人人能够知因果，老和尚讲这个天下就太平。那我今天所讲的这一个因果的故事呢，就是古往今来 X 档案迷信理智人生价值到今天圆满。我非常感恩金钟协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各位用这个沟通的方式，把因果的理念讲出来，把古今的故事讲出来给各位，是一个启发，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教育，是一个传承。我希望各位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那你功德无量，你会增福增慧。那我也要非常感恩，今天被我讲故事出来这些被害人可以得到，因为这个功德而得到超度。所以我在这边很虔诚的，我要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林口那个厨师命案那个夫妇被杀死，以及那些嫌犯他的儿子已经被枪决了。我希望呢，他们能够得到超度，能够解冤释结。那我希望把今天这个因果讲座的功德回向给9个因果故事里面的台中陈女被灭尸案，台北县的周某石板商人，瑞芳这个吴姓的女高职生，第4桃园县的这一个陈女被她先生杀害这个陈女，第5个新竹这个6岁的儿童，第6个嘉义朴子的这个汽车旅馆的黄姓工人，第7个托托机的这个陈姓的这个首脑，第8个的这个是这个永和法官助理命案。
因为他们今天的视线这一个被害，但是这是一个菩萨视线，他们来视线因果教义，真实不虚。那他们本身就是菩萨。我把今天这个修法功德回向给他们，我会感恩他们的成就，让我能够成就今天这个讲经因缘。希望他们能够解冤释结，业障可以消除，可以离苦得乐，往生极乐之类，往生极乐世界，成愿再来。感恩各位，阿弥陀佛。